正哥，你不会死。叔父，你还是要离开嘛？真不考虑留下来嘛？考虑不了一点，这年代太无聊了，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一点娱乐项目没有，扛不住。手机和网络是什么？叔父，你说过很多次，你可以跟我说说怎么做这些东西，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为你弄来。不用挽留我，皇兄走后，这里已经没有让我留恋的，我会找个没人的地方睡一觉，直到啥时候有手机再醒来。他没有去告诉扶苏自己是穿越者，穿越到了这个和前世地球很相似，但却充满高武的平行世界的大境。恭送叔父。好重的阴气，情况不太妙，这最少是只僵尸王，而且这会在蜕变阶段，恐怕再给他几天，得反祖成旱魃，哪怕成不了旱魃，也得反祖出旱魃血脉。那岂不是说这个僵尸有200-300年？这个僵尸王很会选地方，这里是绝佳无比的风水宝地，足以作为古代帝皇的墓地，难怪这个僵尸王能反祖成旱魃。师傅，我们赶紧出手吧，趁着僵尸王还没转变成旱魃，赶紧出手将他扼杀在摇篮里。这么倒霉吗？师傅怎么了？下雨不好吗？好，确实是好，但也不好。雷电蕴含浩然正气，是鬼怪恶行，就算是不在五行的僵尸也惧怕雷电。可前提是僵尸不是要蜕变成旱魃的僵尸。快，四方阵结阵，撒黑狗血，撑住，别离开自己的阵位。朱砂墨斗撒阵，继续加强阵。是，师叔。这一刻，僵尸王被法阵光芒淹没，然而声势浩大，却是没什么能用，一丁点伤害没有。而随着两者的战斗动作，凹陷的骨头又露出一丝情况。怎么又来一个？情报失误成这样的，而且光看青铜棺材的古朴与精致程度，里面的东西绝对不简单。吵吵打扰奶奶睡觉。这是什么年代啊？光污染这么严重，算了，无所谓了。这人强的能一个脑瓜崩杀我。瞧着死去的僵尸王尸体，他沉默了。身为茅山副掌门，他不觉得自己实力差，哪怕在红衣道士里都是拔尖，未来甚至有望穿上紫袍。他觉得自己强的未来可期，但此刻他只觉得自己弱的童叟无欺。有手机没有？啊，有。哦，已经是2024年了啊！看来没睡过头，正好是我当初穿越去大秦的时间。两人一脸的懵逼，看着嬴正经身上明显有些久远年代的服饰，还有一头古代长发，无论是打扮还是气质，怎么看都是古。可怎么一张口这么现代，还会玩手机？您是人是鬼？你见过有鬼长得像我这么俊的吗？我说怎么之前感觉有谁在我头上动土，原来是这个小僵尸。这小僵尸还挺会选地方，居然选我睡觉的地方，拿我当他的修炼外挂。僵尸王会如此强大，是因为眼前这个人。如果这是真的，一切就说得通了。难怪这只僵尸王比推测的要强大，旱魃血脉如此浓郁，原来有修炼外挂。等等，如果这是真的，他到底是何等实力，才能让僵尸王作为修炼外挂？这位先生，我叫张峰，749局守夜人，不知道怎么称呼。嬴正经，嬴政的嬴，正经的正经。不过749局守夜人什么意思？这年头混超脱世俗圈子的，还有不知道749局的，逗我呢？你不知道749局？不知道。您不是这个年代的人是吗？不是。原来是这样，难怪了。能冒昧问一下吗？您是哪个年代的？您所以有所不知，现在的年代已经不是皇帝掌权。为了不让嬴正经误会，他将现今大夏国的历史简单讲述，并将749局的建立目的一并说出。所以您能否说一说你的信息，我方便回去有个交代。当然，你要觉得不方便，那就算了。没事，没什么好不方便。我睡前当时是个名叫嬴政的当皇帝。你是秦朝年间的人，你活了2000多年。嬴正经先生。这是雷姐。
师叔，他这是在渡劫吗？是自建国开始，上头便不允许大庭广众渡劫，想要渡劫的修士只能在台风天去试炮。今天你们绝对是有福了，能这么近距离观看。师叔，你确定这叫近距离？你想被雷劈吗？已经第20套雷劫了，雷霆越多，渡劫之人实力越强，不知道他的极限是多少。虽然观摩渡劫会受益匪浅，这个我懂，但你们就这么站那么严，干愣着看吗？不拍几张发朋友圈吗？京城749局总部得知嬴政精度超出40道雷劫，局里高度重视，紧急召开最高层会议。各位，你们怎么看这位嬴政精的危险评估？最少紫袍，至高不低。当初要求王毅渡劫都没他这么夸张，我记得王毅渡了18道吧？就因为他的强大，最后我们出了5位镇守者才将他拿下。我很清楚张峰的实力，他都对付不了的僵尸王，却被轻易一指杀死。那位疑似千年古人的嬴政精实力，最少是紫袍中的佼佼者，甚至很可能实力在我之上。真的吗？你可别因为对方说活了1000年被唬到。倒不是被震慑到，而是事实所说，他现在渡劫已经超20道，当初我渡紫袍劫也才35道，而他的雷劫还没结束，还在继续渡。去查查距离大理市最近的镇守者是谁，云南省周边有哪位泰斗？总局出事了！重庆丰都县传来消息，就在刚才2点10分，本该在鬼节才会开启的丰都之门突然打开了，大量阴兵厉鬼涌出。你说什么？总局，宇宙锁龙井有异变，大量妖气从锁龙井溢出，还伴随有龙吟。现在宇宙镇守者已经紧急封锁周遭。总局，终南山突发地震，山体处裂开一条缝，里头传出恐怖的鬼吼。这是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这些消息随便拎出来其中一个，放在以往都足以引发749局的全面重视，甚至惊动10泰斗。但现在，即便是傻子都察觉得出，发生的这些事情势必有关联，势必是因为某件事情引发的蝴蝶效应。是那个千年古人吗？与此同时，丰都古城旧址却是阴气冲天，古城门打开，鬼哭狼嚎般的鬼叫从鬼门关传出，群魔乱舞。鬼门关内一叫红艳艳的红花轿，被4只堪比僵尸王的鬼怪抬着而出，花轿里头坐着一行人。终于等到你出世了。我说过，无论你在何处，迟早我都要你成为我的夫君。千年，嬴政精这日子定报当年腰斩我龙神之仇。嬴尊醒了，太好了！不过似乎那些宵小之辈也跟着醒了。无一例外，每一件事的引发时间都在嬴政精出世之后，且紧随嬴政精出世没多久被唤醒招来。而此刻，子轩啊，雷劫第几道了？师傅，第58了，现在第59道。他这不会是要经历60道雷劫大关吧？他难道不是人是妖吗？不然怎么超过60道雷劫？如果我没记错，10泰斗里貌似只有2个雷劫数超过60之数吧。你这雷劫是有完没完了？一道又一道，我这好不容易睡醒过来，到现在都过去半个小时了，饭都还没吃上一口，光在这里被你劈了。啊！这是被喊停了吗？见鬼了，应该是幻听吧？怎么可能被喊停？林正金先生，你没事吧？刚才你这是在经历雷劫吗？差不多吧。话说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林正金先生，你这话说的，你尽管说。如果我们能办到的话，一定尽量帮你办。帮我办个身份证，如果可以的话，再顺道帮我办个银行卡，要建行的。还说你不是现代人。嬴政金先生，你想要身份证出生年月填写几年几月几日？填个00年吧，我这模样看着也像个20来岁的帅小伙。月份和号呢？来个狮子座吧，听着霸气点。就按照嬴政金先生说的办，另外帮他也弄个银行卡，要建行的。这待遇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我24小时打工仔月薪最高也就2800，还不能指定。算了，我不配。很快，工作人员嘴上抱怨身体，却很同事帮嬴政金办理身份证。既然身份证办完，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嬴政金先生，你这么急着离开吗？你刚苏醒，多少对现代应该不了解吧？我主要是有事要办。什么事？买手机。合理。帮我把古棺卖了吧，还有里面的金银珠宝卖了，卖的钱转我卡上就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出门在外没钱寸步难行的道理，他比谁都懂。就这么让嬴政金先生离开，会不会不太好？
不离开还能咋办？你打得过？合理。放心吧，他连渡劫都要到上空，生怕破坏到花花草草。他是个好人。合理。今日新闻：钟南山紧急事件，当今继承钟南山仙翁之名的温前辈出手了，亲自调查。虽然找到事件引发者，但没能抓住对方。在钟南山的翁前辈居然会在钟南山输了。翁先生的实力是紫袍级，甚至实力堪比泰斗级修道之人，连他都打不过的人，有眉目吗？根据翁前辈给的消息，那是一个修了鬼道的人。鬼道的人。赢尊，我不是说你不用一直跟着我吗？可以自己去建立自己的一方势力，跟着我屈才了。咦，小黑，你受伤了？伤你的是当今的钟南山仙翁。应该是那老翁头有钟南山仙翁历代传承的仙翁拐杖，他本想困下属在钟南山，调查下属个究竟。下属想来找银尊，我俩意见不合，所以交了下手。难怪了，这个时代的钟南山仙翁倒是有点本事。感谢银尊的治疗。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你也不用自称下属，我都说了，自始至终我不收徒不收人，一个人逍遥惯了。银尊救我全家于危难，这份大恩大德，我是自愿为您效犬马之劳，一切是我自己的意愿。咦，那你就在这个时代好好努力，不用一直跟我，我现在只想低调。银尊你要低调，下属这就去跟这个时代的当朝皇帝说一声，避免你游玩过关卡被朝廷衙役阻拦。小黑啊，现代可不是古代，这时代不是皇帝制了，是人民当家做主了。你啊，要多学学现代的知识。是，下属遵命。友情建议你去换身行头，剪个头发，不然你这样走在大街上太招摇了。恭送银尊。银尊醒来，那些家伙肯定会找银尊，尤其是鬼后胭脂。不过鬼后胭脂倒是还好，就怕那几个不安分的。他说着，一个开着小电驴飞驰而过的黄衣外卖员，瞧着他飞驰而过，显得不起眼。就他了，他看起来不易吸引注意，适合隐藏。曾经荒废的旧址俨然成鬼城，或者说鬼怪的乐园。此刻，为妻子讲出冠以十泰斗之名，当今大夏的至强者之一，不动明王、越王。阴间来的贵客，你逾越了。结时期，阴间生灵不可前来阳间。逾越了，那又如何？自后土化身轮回开始，无论是这些鬼统地狱，还是地府地狱，皆遵循地府制定的规矩，非贵贱，阴间生灵不得擅自前来阴间。这一规矩也被各大鬼统地狱的统治者所认可。你今天擅自推开鬼门关前来，真想坏了规矩吗？就不怕地府追责吗？追责？那也得看地府现在有没有空管呀。不过就算有空管，谁要阻止我找夫君，就算是地府也不行。你找夫君，我自然不会管，但这里是阳间，如今已不再是古代，你出行阳间，势必会给阳间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一点我无法坐视不管。阿弥陀佛。这难道就是夫君以前所说过的物理超度吗？我承认你厉害，不代表我拿你没办法。我只是单纯效仿夫君，他喜欢对待敌人，先看敌人的优点。过奖了，14旧局派我来，确实因为我是十太斗里最克制鬼怪邪祟，所以阁下还是回鬼门关吧，我也不想徒增杀孽。佛家的至阳符箓最克制我，但我夫君却说相生相克不是绝对，他教了我如何反过来克制佛家人。阿弥陀佛。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你好歹也是十泰斗之一的不动明王越王，能不能认真一点？认真不了一点，他是我的初恋呀。哼，夫君说的没错，这就是爱情。鬼后胭脂，你还是那么喜欢拿你夫君教你的那套戏弄的佛家人啊！臭娘炮，你来作甚？我乃俗家弟子，孽障，休想乱我夫心。与此同时，远在丰都县之外，一家网咖里，嬴政经时隔1000年，久违的打个联盟，简单的拿了个5杀。突然，他往丰都县方向瞥去，感受到了爱的味道。
胭脂那妮子这是在对付谁？怎么把我教他打佛家人的那套法子使出来了？你那套打佛家人的法子，可以打泰斗级别的大佬吗？正常情况下，应该还能保个全尸。呼叫总局，呼叫总局！就在紫萱摇人的时刻，宁正经又感受到了另一股气息。咦，怎么又多了道气息？好熟悉，这是谁来着？好像是黑城隍。算了，还是让小黑去解决吧。另一边，小黑拿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手机，指着面前共享单车，问向一旁的外卖员：“你是说用这个东西扫这个图就可以开这个马车吗？”“是的，用手机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开共享电动车了。”外卖员他古怪地看了眼这个男人，他看对方穿外卖服，还啥都不会，太可怜了，30来岁，肯定是中年被裁员，连扫码都不会，为了生计，迫不得已来送外卖。原来如此，谢谢阁下的指点，大恩不言谢。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可随时来找在下，在下一定竭尽全力帮你。可以用这个叫手机的联络我。客气啦，不过我应该还不至于需要你帮忙。嬴尊找我，黑城隍居然出来了，难怪嬴尊找我。你说什么？没说什么，感谢阁下刚才的教导，在下还有事，就先离开了。哦，好，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你打我电话。外卖员出于同情小黑智力缺陷道，想着能帮多帮，然而下一秒，一代共享电动车一同笼罩成一团黑气，消失在他的视野中。哇，好！嬴尊说的没错，这个时代确实很有趣，明明是世俗之人，却也能飞天。虽然速度不及我一半，但也不算慢，比骑马快得多。看来我这身衣服不错，一路过来总能得到他人善意的目光，就连小孩子都喜欢我。在当年小孩子见到我可不会如此。妈，我能不能不叫空姐姐姐送吃的啦？我想点外卖吃。怎么可能叫外卖员送过来？文文，这里是天上，在飞机上，外卖员可上不了天送外卖。怎么不能？我看刚才有个外卖员哥哥就在送餐，他刚才就在外头。小黑并不知道自己举动引发的事情，因为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完成嬴正经的吩咐，要第一时间赶往丰都县。关了这么久出来，外头多了不少厉害的人啊！你是哪里来的乞丐？还能不能好好交流了？这是潮流 ，understand？黑城隍，你从天条牢笼逃出来了。越王听到这一话，心头不禁咯噔一下。天条牢笼好像在哪里听过。我的实力还需要逃，脑子我稍微一出手就出来了。被关了1000多年了，你要是能出来，不是早就出来了？你这是吹给谁看呢？看来不只是地府，连天庭也受到影响了吗？听你意思，你并不知道天庭出啥事了是吗？可惜了，我还想着来问问你出什么事，不知道我们尊敬的鬼后胭脂是否也能透露点地府的相关信息呢？比如为什么地府没拦你，让你就这么出了鬼门关？你没有资格得到分享。你这话说的，咱们同为鬼怪邪祟，属于同阵营，怎么不能跟同阵营的伙伴分享分享呢？别把本王与你混为一谈。算了，我也没打算能让你好好回答我，给你1盏茶的时间，告诉我你那该死的夫君在哪里，否则……涉及到鬼后胭脂夫君，双方爆发火力大战，激烈程度比先前鬼后神王战斗不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他们无视我。刘勇，左边，打左边，右边，叫你打右边。不，你打错了，是打上面，不对，是打下面。不是，你们到底会不会打的？现在怎么办？你们知道黑城隍吗？我好像对黑城隍有所耳闻，但是说起来故事有点长，那就长话短说。野史记载，有一城隍爷曾被鸠占鹊巢，城隍爷被杀，鸠占者取而代之。城隍或许就是当初古籍记载的杀死城隍爷，取而代之假神仙，想乡民香火100年，成就黑城隍。如果是这样，他被关在传说中的天条牢笼就说得通了。杀死城隍爷，这绝对是触犯了天条。古语有云：识别3日当刮目相看，1000年时间，鬼后实力精进不少啊！你连我都对付不了，怎敢找我夫君麻烦？鬼后胭脂大人，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告诉我你夫君的所在地，验证验证我话的真假。鬼后胭脂闻言神色一凝，越王也感受到
黑城隍想要放大招了，鬼后胭脂全身涌动阴气，但正当他要在这里尽全力逼出黑城隍的后手时，有声响传来。啊！啊！送外卖的，难道这是总局支援来吗？从此刻开始停止交手，你们有没有意见？黑王，你居然也活着吗？这不是嬴正经的跟屁虫吗？你没跟你家小娘子温存，怎么也来凑热闹？哦，忘记了，你家小娘子这会儿估计都轮回好几世了。让我猜猜，她自己不现身，还派你过来，怎么害怕我弄死她吗？狗子！黑雾，你好胖胖哦，我好怕他。快让嬴正经过来蹂躏我吧，我要1打2。对付区区一个偷吃香火的贼，还犯不着让主人出手。黑雾，我夫君在哪里？算了，等我收拾了黑城隍，你再告诉我。鬼后胭脂手上多出一枚比掌心都要大的玉质印，万阴钉、厉鬼皆是臣服跪地。鬼后号令人间一切生灵。啊！十殿阎罗印，这不是地府的十殿阎罗印吗？到底地府出什么事能这样？有十殿阎罗死了。我的大姐啊，互相切磋而已，有必要放大招吗？不是，你身为黑城隍的尊严呢，要一地了。我尊敬的鬼后胭脂大人，你掏出这么一个大宝贝，可就不好玩了呀。这么玩不起，那我就走了。哼，啥也不是，还跟老娘斗。胭脂大人，主人有话带给你。什么话？鬼后胭脂前后的反应变化之快，全然将黑城隍离开的事情抛之脑后，并一把反则舍。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吗？看来这一位鬼后是恋爱脑。主人要我告诉你，胭脂，现在的阳间跟以前不一样，别乱来，回去阴间好好待着。我如今醒来，有空我自会去找你。回去是不可能回去的喽，阴间也不敢收我。况且现在的阴间回不去。胭脂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地府是出什么事了吗？没什么，既然夫君不让我找他，那就暂时不去找夫君，我就出去看看这个时代到底是如何让夫君如此留恋，直到等夫君来找我。既然如此，我就先走了，不打扰胭脂大人。飞舞男人疾驰向天空，消失在天际。我会按照夫君所吩咐，不会打扰到阳间世俗。你若还是阻拦，我不介意继续动手。鬼后大人说笑了。起驾！伴着四尊抬脚僵尸王孙起手，再由鬼后胭脂的红花轿抬起，万鬼紧随其后，浩浩荡荡就要离开。十殿阎罗印是掌握在十殿阎罗手中，它是象征，无论是地府还是天庭，都不允许擅自借给他人。出事了，跟总局联络，让他们找位问米婆走阴，去一趟地府。我这就去汇报。此刻，伴着耳机传来的音效，坐在电脑机前玩着 LOL 的嬴正经一脸司马样。千年不玩 LOL， 我堂堂一个王者段位，打个青铜被对面五杀了，乃公一身本事，毫无用武之地啊！嬴尊，要不要下属顺着网线过去把他们给兜了？闭嘴！啊！说话间，嬴正经飞速敲击键盘，跟甩锅给自己的队友互喷，一顿问候过后，直接退出游戏。舒服，真爽！还是小黑办事靠谱，这么快就搞定了。我还以为以黑城隍那家伙的性子，绝对要闹出动静才肯罢休。难道是黑城隍那家伙实力千年未长进？是胭脂大人拿出来了十殿阎罗印，他就直接跑了。胭脂怎么会拥有十殿阎罗印？可能是阎罗王看在嬴尊的面子上，给了胭脂大人十殿阎罗印。阎罗王就算再怎么想还我人情，也不至于把十殿阎罗印给胭脂，给我倒是可能，给胭脂可能性不大。难道地府出事了？嬴正经脸色变得古怪，俨然是想到了一个可能性，那是与越王他们相同的想法。要不要下属去找胭脂大人问一下？还是别找胭脂了，他那个性子真找了又得粘上来。到时候我要是玩个游戏跟队友互动下，要是队友还是女的，胭脂不得顺着网线去杀了我队友。合理。恭請東極青華大帝，南請長生大帝，懇請去陽過陰。我將翠花敲陰間大門，一叩二叩。此刻，林德他们的视角里，虾婆婆就像是羊癫疯似的，手不断拍击桌上洒下的大鼓。尽管行为古怪，却无意将视线移开。他们皆目不转睛看着虾婆婆。
这把老骨头给我折腾的，总算进到阴间了。他没有半分害怕，即便周围阴恻恻，令人毛骨悚然，但黄泉路他走了多年，太熟悉了，一点不感到害怕。相较于害怕，他更多是疑惑。奇怪，怎么路上一个魂都没有？你敢信？一个脚气就让这个人来到了黄泉路。然而，脚气释放着，原本气通磅礴、宏大壮观的丰都城，却已经被熏到牌匾崩裂，摇摇欲坠，到处燃烧着熊熊烈火。路上阴差丁丁躺着，老娘自己80岁的高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这要我如何去相信呢？地府被拆了。老婆婆还没回来吗？蛇岛100万公里，你以为？而且还得问地府的牛头马面，地府出什么事？100万公里，那个，我妈妈喊我回家吃饭，好婆婆回来了，跟我说下啊。就在他话才说着，他注意到一动不动的好婆婆有了动静。地府出大事了，丰都城塌了。好婆婆，你说什么？丰都城塌了？你确定吗？这玩笑可开不得啊！此时，林德总局多么想听到好婆婆来一句。嘿嘿，大家别慌，老生刚才开玩笑的。林总局，你看我眼睛像是开玩笑吗？难怪最近出生率这么低，原来是跟下面有关系啊。地府是掌管轮回的，一旦丰都城没了，势必牵连到轮回投胎。好婆婆，我们需要你的帮忙，我需要你前往阴间，看能不能联络上阎罗王、牛头马面他们。可以是可以，但是下面信号差，联系不到你们怎么办？用这个联系。哎，你换新 iPhone 了？那多贵呀！现在上转买二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2000。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性价比也挺高的，大屏幕看就可舒服了。真挺便宜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二手上转就对了。信号这么强，果然靠谱。喂，好婆婆，您的付出，即便是人不知，但我749局铭记在心，会记录在案。未来若能世俗与超脱世俗圈子彻底交合在一块，749局一定会让所有人知道你们。老婆子力所能及。这么急，有必要这么认真吗？大夏，大理寺，一向爱学习的嬴政经学习了一晚上，时间已是隔天早上。可惜没有舍友，不然一起来个钟点，开黑会更爽。叮，手机到账18万吧。749局，效率挺高啊。嬴政经先生，您收到转账了吗？我给您转入绑定银行卡的了。收到了，麻烦张峰先生帮忙了，我转你个1000，喝个蜜雪冰城。不用，嬴政经先生不用这么客气，小事一桩，而且喝个蜜雪冰城也不需要这么贵啊。要的1000可以喝个半年。真不用，举手之劳而已。对了，嬴政经先生，你还有很多金银珠宝、古董字画，我找人帮你估价了，加起来差不多1个亿左右。你要是需要钱，我可以让局里先转钱给你。这个小目标先放你们那边吧，正好也避免我一下子拿到太多钱，花钱大手大脚。随后，嬴政经挂断电话，召集了小黑，骑上心爱的小电驴，直接飞往京城。张峰先生刚才收到反馈。嬴政经先生叫了外卖小哥去了京城了，需要去设法拦住他吗？不用，嬴政经先生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不用我们负责了。经过昨晚汇报，嬴政经先生在网吧玩，总局那边评估嬴政经先生安全等级高。师傅，我怎么不知道？你不知道也很正常，你级别太低了。啊，对，我们这种塔拉米没资格知道是吧？事关重大，达不到一定级别，没资格知道。目前只有守夜人以上级别的才可以知道。不过我希望你成为守夜人，多多努力。等成为守夜人，我拉你们进守夜人的群，到时候你们群里问就知道事情。又在灌鸡汤，守夜人哪有那么容易达到？那得红衣道士才行。白、黑、青、蓝、黄、红、紫，我花费了几10年才达到黄衣道士。我跟你说，有希望成为守夜人，自然不是拿你们开涮。今天还有另一个消息，针对这次事件，总局严格意识到人手紧缺，急需强大的能人意识，所以那边打算全面放开资源，将值得的修道之士提升实力。不巧，我作为守夜人，有举荐名额。师傅，理智点，我已经给你们名额汇报上去，这2天会有专人来接你们去往一个地方。什么地方？真正的昆仑山。你是说那个地方吗？那个传说中的昆仑山地狱之门？你敢信外卖小哥有多香？
顾客前1秒下单，小哥3秒就送达。哇，3秒哥你太快了！我能跟你旁边的帅哥拍个照吗？啊！就是现在，文心和雷霆出手了，对，他的嬴政出手，而且速度太快，目光如炬，宛若一头发狂的厉鬼，自地狱而出，一步跨出10进距离，在嬴政之后，如同映进其后背。文心和掌心如荧光般光辉，全知右拳的纹路，但若有泰斗级的修道之士在此，皆会变色。这一掌有封魔居神之威。我这一掌就是打在僵尸王千年大妖身上，都可将之一身功力封困拘禁，甚至就算是面对上位列仙班的神明，我关心河都不虚。啊！敢对嬴尊出手，萤火之光岂能与皓月争辉？我来。好啊，你也很帅，来来来，我们去那边。小飞，你这是喧宾夺主啊！伤害了我，被一笑而过。你怎么没事？啊！我为什么要有事？不应该啊！被封魔居神的术法打中，任何生灵都无法动弹，连眨眼睛都做不到。可这人怎么还能动？啊！他的吊坠怎么那么像我1000年前送给小鬼的玩意？你眼睛里有眼屎，就是左眼这里。关心和愣住，一时不知道该是擦去眼屎，还是该去继续质问嬴政经为什么没被他封控。这人极度危险，泰斗不，甚至在泰斗里都是佼佼者。我长得很可怕吗？你这么怕我？按理说，任何泰斗见到都得郑重对待，关键是自己这么明显的造型与实力，你不认识我？泰斗级实力，大吓人，一头黄毛。这些特征无不说明是749局的10泰斗之一惯性。我说，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还有，你到底是谁？有没有替我说话的？你很出名嘛，也是半人半妖半鬼，稀罕得很，而且你实力也不差，所以你是谁呀？在你问我之前，你不是应该先介绍下你是谁吗？你是阴间鬼统地狱的生灵，还是说你是地府的人？你看你又来了，我不是说了吗？在你问我是谁前，你不该介绍下你是谁吗？不如这样吧。话还没说完，嬴政经和关心和似有所感。两人头顶上不知何时出现一个四方龙，仿佛天道的铁律。这一剑可劈山断海，不，这一剑可斩日月星辰。啊！今天到底咋回事？碰上个人，结果全力的封魔居神术法困不住对方，现在斩出一剑，结果砍不坏一个生锈法宝。关心和有点怀疑人生，忍不住怀疑是自己变弱了，还是出国3年，国内30年河东30年河西，人人如龙啊！咦，天条牢笼！意外之喜，意外之喜啊！这都能让我碰上你，没能从鬼后胭脂口中问出你的下落，结果还是让我逮住你了。随着祭出天条牢笼，将嬴政经与关心和收入其中。黑城隍抬手一招，天条牢笼直接飞向黑城隍的掌心。别砍了，这是天条牢笼，阳间的剑伤不了仙界至宝。天条牢笼，你真是好久不见了，该死的家伙！我说怎么土地光敢用天条牢笼待我，原来是你啊，黑城隍！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小飞说当日你敢自信满满找我要杀我，因为天条牢笼被你获取吗？不错，没办法呢，对付你这个怪物，要正面击溃你太难，我只能使点下三滥的手段。我的这份大礼，你可满意？你是黑城隍，真不愧是749局10泰斗之一，你还认识我吗？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差点酿成丰都县大祸。哎呀，怪我咯，怪我太出名了。和嬴政经不同，关心和没有给予好脸色，这等祸害阳间的危险人物，他有的是想出手斩杀。你与黑城隍有仇？黑城隍想杀你吗？算是深仇大怨了。怎么说呢？他恨不得把我送走。既然如此，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你我合力破开这个天条牢笼，先对付黑城隍。你说的没错，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情纠结你我之间的事？我应该一致对敌吗？不对，人工什么意思啊？你身上带的这个，实际上那是一个至宝，一个能将任何生灵都隐匿成普通人的法宝，是上千年前一个帅气的年轻道士给一个小鬼的，让他可以在人间行走。你就是老祖宗说的恩公那位年轻道士。万星河说出话，呼吸都变得急促。尽管老祖宗得到吊坠珠子是1000年前的事，但他有理由确定，面前的人很可能与老祖宗一个年代。比如对方知道老祖宗的事太详细了，其口吻不像说故事，更像是讲亲身经历。老祖宗，看来我没猜错的，你果然是那臭小鬼的后代。我说你怎么有隐匿珠？恩公祖宗。外卖小哥进入，为了获得第一手信息，还坚持了狗仔队。恩公祖宗，请受一拜。我说这才刚开局，有必要行这么大的礼吗？都21世纪了，刷存在感啊！没错，1000年前老祖宗的一场救命恩惠，即使时过1000年时间，也理当报。
这点礼节一定有，因为你是恩公祖宗，没有老祖宗，没有老祖宗。打住，我们先出去再说。恩公祖宗，你有办法除天条牢笼坚不可摧，神明都能攻破吗？是啊，这一点确实没错，神明都难攻破，想出去难如登天。可我又不是神明啊。而此刻的飞城隍看着两人大如虎团样，像极了吃瓜群众。啊！你怎么？我怎么出来的嘛？你是想说这个吗？飞城隍没有应答，不说话就说明是默认了。天条牢笼可是天庭为防止再发生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的事，耗费天庭天财地宝和众仙家之力打造的神明监牢。可为什么嬴正经能从天条牢笼出来？看，有灰机。啊！妖怪哪里跑？坚不可摧的天条牢笼被恩公祖宗虚空一抓凹陷。我以为高估你，原来还是低估了。千年时间，你的强大远超我的预想。过奖过奖，只是大梦千年，实力有了一点点提升。拿来吧你。这天条牢笼设计的真不错，好久没有遇到一个这么耐打的至宝了，以后有机会得上天庭找设计者交流交流才行。飞城隍听到这句话，沉默了。千年，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吗？你知道吗？被天条牢笼关押千年，我累啊！不知道。倒是跑得快，香火神明一个个跟小强一样啊！冠星河嘴角抽了下，头一次听到香火神明被这么评价。香火神明能凝聚香火分身，想杀死或者抓住他们，确实很难办。恩公祖宗，天条牢笼事关重大，落在谁的手上都是怀璧其罪。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难怪你是臭小鬼的后代，一样挺精明。对了，不要叫我恩公祖宗，太显老了，我才2000多岁，很年轻。2000岁还很年轻啊？那我岂不是年轻的像个卵细胞？恩公祖宗，今天遇到你，我不跟749局说，但我能不能跟我爸妈说？没问题，既然臭小鬼有留下祖训，那就跟你父母说一说。我就去跟爸妈打个电话了。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办事的地方，你尽管给我打电话。没问题，去吧去吧。小黑，嬴尊，我快不快？你真是越发熟练了啊！走，夏天了，买衣服去。先别划走，很多义父们不知道嬴正经回道现代这本小说在哪看，我来教大家一下。首先点击左下角下载悟空浏览器，搜索嬴正经醒来了，出来第一个就是了，全文免费。这样不仅能帮正经拿到后期制作版权，还能支持一下原著网文大佬，望义父们多多支持，无量寿福。就迷的外卖小哥想要给他升100万之后，我知道你急，但是你先别急，土地婆就很适合你。土地婆出来。不是，嬴尊你来真的。虽然我不是人，但你能不能当个人？土地婆，我乃大秦野之盟海里小白龙，长安军营正经，就飞城隍朝天条牢笼一事，特前来寻你问话。嬴正经的呼唤得不到半点回应。嬴尊，难道土地公被你震死了？你想试试？天庭那边在干什么？死了土地公怎么一点反应没有？也没提拔上任新的土地公来？难道天庭出事了？嬴尊，没有土地公，买房是不是就不用交地租了？那我可以买好多房啊！小黑啊，你选了这行很适合你。谢谢嬴尊夸奖，这是黑城隍干的吗？其尽管是神明，可只是的仙，实力不算强，阳间能杀死土地公的存在不在少数。不可能，只是天庭能出什么事，才都没时间去任命新土地公，难道都摆烂去了？你以为人人都是你？第8集了，就没见你干过什么事，有你没有都一样，难不成其他神话打过来了？如果是的话，哪个神话打过来？天堂？希腊奥林匹斯？算了，时候不早了，与其在这里瞎猜，不如回去酒店洗个澡，点个外卖，看个付费电影。合理。与此同时，京城一处城隍庙，一中年男子站在炉旁，身着破烂的古代服饰，无论是服饰还是神仙般气质，都与周围人格格不入，却无一人去注意。还以为天条牢笼能制衡你，原来是我想多了。虽然天条牢笼被嬴正经夺取，黑城隍并未气恼，还是那么可爱赵高样，让人捉摸不透。土地公死亡，山神城隍爷不知所踪，再加上地府无看管鬼门关，以及鬼后胭脂还拿着十殿阎罗印，很可能不单单是土地公，还有其他神明死了，甚至十殿阎罗都死了一个乃至多个。在阳间应该是得不到线索了，我得去一趟地府弄清楚原因，这或许是我的机会，也是我弄死那该死的家伙的机会。同时的大夏其他地方亦在暗潮涌动，茅山派、神霄派、龙虎山等等流传千古的宗派
就连山中的大妖、隐士的修道之士等等，山神、城隍爷的失踪，终究想瞒也瞒不住。林总局，关星河有汇报，土地公没了。土地公死了？开什么玩笑？这难不成天庭和地府一样严？他没有再说下去，生怕自己乌鸦嘴。那各地传来的重要消息是什么？大兴安岭的山神失踪，山中的大妖已经知晓消息，都在蠢蠢欲动。另外，还有四川的海螺沟原始森林、云南的横断山脉以及东北长白山这些分局也传来消息，山神失联，山中山精鬼怪以及大妖王都在蠢蠢欲动，尤其是东北长白山。等等，长白山也蠢蠢欲动，东北五家仙他们坐视不管吗？就算是普通人也知道，东北是大夏龙脉的龙脑袋所在，有五家仙，其中胡家三老太爷受天庭册封，掌管东北众妖。这是我正准备说的。长白山分局那边传来消息，统帅东北众妖的东北五家仙，昨晚胡家集体哭丧，得到原因，胡家的胡三老太爷神位牌破碎了。胡三老太爷也死了。事实上，对于土地公的身死，林德他们多少抱有侥幸。但胡三老太爷的死，这份侥幸当然无存，原因无他，胡三老太爷的分量根本不是土地公能比拟。土地公实力弱，胡三老太爷实力强大无比，但就是这么强大的大仙也死了。根据目前处理完一级紧急事件的泰斗镇守者，前往这些山脉、原始森林，还有让分局联系其中与749局有联系的大妖，协同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大妖。至于长白山，对了，张老呢？他不是回茅山派了吗？说是茅山的后山祖坟有老祖宗出世，不是吗？能不能联系张老，让出世的老祖宗前去帮忙？林总局，茅山派那边的消息，那位出世的老祖宗说是什么要去找叶之王叙叙旧。叶之王那是谁？叶之王没查到，但是这位出世的茅山派老祖宗乃是茅山派第13代宗师李寒光。出世的茅山派老祖宗是李寒光，你确定没搞错吗？没搞错，就是李寒光。难怪张老会这么重视，竟然是唐代茅山道士，茅山派13代宗师李寒光。如果能请动李寒光道长，绝对足以震慑长白山那些古老大妖。你继续说其他重要消息吧。是。茅山派后山云深不知处的道馆，张老看了眼手机里的消息，那是749局请他游说李寒光帮忙的信息，以及要他去长白山坐镇等等信息。你在看什么？回老祖宗，就是749局那边来信息，东北五家的胡三老太爷死了，局里怕长白山的山中古老大妖作怪，要我去长白山坐镇一段时间。你是想要老刀我去帮忙吗？张老尴尬一笑，在749局，他是德高望重的元老级石泰斗，但在李寒光这位老祖宗面前，他只是个小辈。老祖宗，你要是能帮忙，那是再好不过。有你在，我觉得长白山那些古老大妖肯定不敢轻易出山。胡三老太爷死在这个时代，注定这个时代不平静。老刀我只是过来人，不属于这个时代，护得了你们一时，也护不了你们一世，终究到最后得靠你们。你既然是茅山派选出的当代宗师，我相信你也能应对。我的寿元无多，想活下来都需要靠沉眠，否则当年宋朝时期也不至于茅山派没落。我却袖手旁观，只能依靠我的影响力去稳住人心。这老祖宗，天机卦象混乱，或许老道我在这个时代醒来，并非全是因为他的苏醒唤醒了我。原本还在考虑要不要找他叙叙旧，现在看来不得不找了。就是不知这个时代的乱，我茅山派能否保得住？他是千年古人，从唐朝年间一路经历过来，吃的油盐要比749局任何一个人经历的事都多，亦了解的多。胡三老太爷的死，即便不索取749局的调查，老道李寒光亦嗅到不寻常。为了查询金土地公死亡，林正经放弃查兵游玩的心思，不再乘坐终是认真对待，一步踏出，日行千里。他将天津市周边地区大小的土地公都探访一遍。不会这么凑巧吧？连山神城隍爷都失联了，天庭这是把阳间的神明全叫上去天庭了，开会吗？林正经发现华夏的神明都消失了，于是天庭这是把阳间的神明全叫上去天庭开会了吗？你还是这么喜欢说笑，林正经。林正经转过头笑了笑，对轻飘飘走来一个人，他每一步跨出，明明只是轻迈出一小步，却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步。我还以为我眼花了，没想到没看错，真是你这个老可爱，你居然苏醒了吗？老道能不苏醒吗？你动静那么大，虚空都裂开了，震得老道耳鸣。那下次我尽量小声点。不说这个了，李老头你来的正好，你不是擅长卜卦天机吗？这方面你在行，帮我算算最近阳间的运势卦象以及天庭。你也太看得起老道我了，老道我算不了，毕竟连胡三老太爷都死了，这等时代注定是大事。胡三老太爷也死了，赔我！胡三老太爷的事不是你做的吧？你当我那么闲？哼！
我今天走访周遭各地山神、土地公、城隍爷都不知去向，恐怕当今阳间的仙家神明都不见了。你说会不会是就是当天庭危难，天下众仙家将被召集集结？如果是天庭召集，火急火燎离开也正常。说起来，你的苏醒渡劫唤醒了不少人。老道我苏醒后，我派的当代宗师就邀请老道我帮忙，说是749局那边腾不出人手，毕竟能被你唤醒的那些必然是能窥得天机的人间红尘仙。咋感觉我这一觉醒来，可只是吵醒人，貌似无形中惹祸了啊！老道，我觉得你可以把感知去掉。如果再让他们知晓山神失踪，胡三老太爷身死，但是天庭出了乱子，恐怕他们将不再是蠢蠢欲动。他们都没工作吗？这么强？是。就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蠢蠢欲动。要我说找工作上58同城就成了。平台对企业职位多重验证过的，大企业好工作非常多，认准验真标，找工作放心。而且现在1万家大牌民企都在上面招聘 ，AI 面试超方便。我朋友的销售经理工作就是在58上面找到的，工作时间自由，提成高，大企业就是好。现在上58还能免费招聘，搜索试试课程，还有机会抽金条呢，赶紧去看看。确实，如果有工作，他们是不再蠢蠢欲动。现在没了天庭，可想而知啊，而是出山啊。吃瓜吃到自己身上，原来是这种感觉。罢了，既然或多少与我有关，我还是管一下吧。老可爱，你是要老道我去帮忙震慑长白山的古老大妖？老可爱，你知道的，我可以让小飞来帮我解决。就是怎么说呢，大夏各地的大山要图古老大妖被我唤醒个一二，那小飞的疲于奔波，一时半会也解决不完。但你要是帮个忙，那是锦上添花，正好还了我这个小人情。当我是空气是吧？都不用问我的意见了。那老道我就帮你一把，不过得以你名义出手，毕竟我派当代宗师也拜托过老道，但被我拒绝了。没问题。大夏东北长白山，此刻在这个农村里，正商讨着决定命运的大事。长老，一些客套话就不必了，说说长白山的状况吧。长老，自从胡三老太爷仙逝，东北5家仙那边便第一时间派了自家儿郎，密切关注长白山的动静。我们发现，长白山沉睡的古老大妖是一头2000年道行的大虫所为，事情很棘手。2000年，东北5家仙的老太爷们怎么说？这个时代的东北5家仙，探查情报能力过于单薄。老祖宗，你怎么来了？啊！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们信吗 ？No！ 古老大妖要出山了，这趟货比老道料想中的要麻烦呢。老祖宗，你不是去找夜之王叙旧了吗？怎么来了？老道，我来此是受人所托。啊！老祖宗，你说的受人所托，不是指我们吗？不是，是大秦夜之王嬴正经请老道我来此帮忙处理长白山一事。我堂堂茅山当代掌门，泰斗级别的大佬，749局的风云人物，不配是吧？李寒光老祖宗居然是夜之王请来的吗？他竟然是个好人呀！本会得汇报给局里，让局里给夜之王的档案上记载上，夜之王心系天下百姓，隐是大善人。此刻他只有感动，却忘记了全球异兽属性是谁引起的。老祖宗能来就好，有老祖宗在，这次震慑长白山定当顺利。不好说啊！根据老道掐指一算，至少有5道人间红尘仙的气息，他们都聚集在了一块。仙，这是古时对于实力达到一定强大程度的修道之士称呼，换在现在749局对修道之士便是泰斗，且不是一般的泰斗。这是目前老道所感受到的聚集在一起的气息。除此外，还有几道气息隐晦，似乎也处在苏醒的边缘。联系你们的5家仙老太爷、老太娘，让他们尽快赶过来。我已经来了。你敢？本仙先走一步了。等东北5家的老太爷赶过来，时间来不及，古老大妖出山在即，老道我先行一步吧。老祖宗，我跟你一起。整个院子只剩下刘老头，他同样没闲着，将事情汇报给749总局。长白山古老大妖提前出世，最少5头古老大妖，除了张老外，茅山派老祖宗李寒光老道长来了。不过根据消息，他不是张老请来的，是被一位称为夜之王的受托前来。涉及到古老大妖，涉及到10泰斗张老出手。5头古老大妖，有茅山派老祖宗李寒光拒了，不然张老就算再厉害一个人也应付不了。只要东北5家仙的老太爷们能尽快赶赴，加上李寒光老道长想来长白山一事，应该可以解决。这样看的话，应该不需要调派其他泰斗去长白山。
林总局，不好了，横断山脉那边有古老大妖出事，镇守者司徒劳先生要求紧急增援。横断山脉的古老大妖也出事了？你是说那头古王蜈蚣？对，司徒劳先生说古王蜈蚣突然苏醒了。司徒劳先生怀疑事情可能跟前不久哀牢山的事情有关，应该是哀牢山那位千年古人渡劫，雷劫惊醒了古王蜈蚣。通知云南镇守者司徒劳，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拖延住古王蜈蚣出山进入人类活动区域。另外通知距离横断山最近的泰斗，是苗谷女士，她现在在西双版纳那边。通知泰斗苗谷女士，准许她解放实力，务必最快速度前往横断山脉。至于沿途造成的情况，让她不用担心，局里会想办法帮她隐瞒。一系列吩咐下达，情报员快速跑去通知各个人员。以泰斗的实力，想要赶往横断山脉，时间不会花费太多，可能就半个小时的事情，甚至可能不到半个小时，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我们现在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只能寄托希望了。我还要再快一点。不自量力，区区半仙也敢妄扑对付本尊？吴仙君，你越界了！现在已经不是大清朝，不是你说出山就能出山。你既然知道本尊名号，还敢拦本尊，使得100年过去，本尊的脾气会变温和吗？不过，本尊要去哪里，谁敢拦？就算是当年清朝的皇帝都不敢下令阻拦，就凭你们这几个小崽子，拦得住吗？看在本尊刚醒来不想开荤，有多远滚多远。你这小崽子实力倒是不错，有着人间半仙实力。给你个选择，跟随本尊，做本尊的随从，与其当个守护，一辈子只能在人间半仙，不如伺候本尊。只要跟随本尊，本尊高兴了可赐你几招，助你登临人间红尘仙。人间红尘仙放在世俗，那就是陆地神仙。试问谁不梦寐以求？哪怕是放在超脱世俗圈子，亦是修道之士穷极一生的目标，做梦都想要达到。吴仙君的好意心领了，我还是喜欢当我的749级镇守者，保卫我大夏疆土人民安全。挺好，我很满足。拒绝本尊，本尊不要面子的吗？你可知拒绝本尊的下场？承蒙吴仙君厚爱，好意心领吧。但还是比起成就人间红尘仙，我更喜欢守护这片大夏土地。古王蜈蚣愣了下，他似乎没料到自己开出如此诱人的话，换在沉睡前，多少人间半仙为之趋之若鹜，现在居然会被拒绝。自本尊成道以来，没人能拒绝本尊的好意。你可知为什么？因为拒绝的人都死了，而你拒绝本尊一番好意，也该死。司徒劳瞳孔深邃，有心后撤拉开距离，却动不了。双方实力差距太大，半仙与仙皆带着仙，可一字之差，差之毫厘却失之千里。当时超脱世俗圈子的执掌组织，倒是培养了为好儿郎。外卖小哥。是你叫的外卖？尔等是谁？送外卖的。你们业务都那么广了吗？给我去。老板亲自下的单，不得不做呀。这位前辈，这外卖帮我拿着，里面是汤匙，别撒了。何方道友阻拦本尊办事？前辈，修行不易，不要拿自己开玩笑。主人有命令，任何横断山脉的古老大妖都不得出山，违者死。你在威胁本尊？威胁？那你就当我是在威胁你吧。狂妄小子！秒杀！航套3000年修为的人间红尘仙，竟然被秒杀！与我签下奴仆契约，帮管理横断山脉，不让其他古老大妖出山，我可饶前辈你一命。又来一位人间红尘仙。苗谷女士，哈，
小哥，你们太辛苦了，这么危险的地方还要给他们送吃的。是啊，这年头工作不好找，只能将就一下了。要我说，找工作上58同城就成了。平台对企业职位多重验证过的，大企业好工作非常多，认准验证标，找工作放心。而且现在1万家大牌民企都在上面招聘 ，AI 面试超方便。我朋友的销售经理工作就是在58上面找到的，工作时间自由，提成高，大企业就是好。现在上58还能免费招聘，搜索试试可成，还有机会抽金条呢，赶紧去看看。谢谢，等会我就去找。误会，不是这样子的，是他救了我们，是他打败了无限君。你是说是他解决了麻烦吗？早就听说外卖小哥无所不能，没想到这是真的。对，是这位前辈。这位前辈，感谢你帮忙镇压横断山脉。我是749局的苗谷，我代表749局，感谢前辈相助。不用感谢，我只是奉主人之命来镇压，不是为了你们749局。这也是前辈救了我749局的人，大恩不言谢。我叫苗谷，前辈如果有空的话，可以随我回749局，让我局好好款待你一番，以表感谢。我现在没空，奉主人之命，我还需要处理点事情，过几天吧。等等，你叫苗谷？是。你乳名是不是叫小谷？哎，前辈你怎么知道？你认识我父母？这乳名只有我父母知道。没什么，只是掐指一算。他没有过多言语，因钥匙太深，转身离去，留下苗谷一众人。这乳名都能算出来的吗？银尊叫我多体验体验这个时代，外卖员真是个不错的体验啊！这才刚开始，我找到妻子小谷了，千年轮回，他竟也成了修道之士，还达到人间红尘仙。预订单快到时间了。他下地府只是乃气运之子嬴正经而已。教育不对劲，12分有13分不对劲。牛头马面怎么都长在黑无常身上了？地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开挂，绝对开挂！黑无常怎么会牛头马面的技能？坤卦，普和车。来搬！土和车伤不到他，城隍印。啊！连城隍印都能啃食，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此刻，黑城隍终于不再眯眯眼了。他原本还想着生擒黑无常，想办法问出点关于地府失联的事情，但此刻黑城隍的任何手段，不是被黑无常所无视，就是无效克制。这是什么？我还没能杀死那嬴正经，我怎么能死在这里？为了活下来，黑城隍不放过任何机会，用尽全身法宝，只为有一线生机。自黑城隍被感染后，黑无常便没有继续进攻，如同不打不相识，又像是认出同类似的，没有对黑城隍进攻，随便找了个方向前进，直至远去，留下正在努力的黑城隍。另一边，大夏南昌市神霄派。师傅，这位外卖小哥是怎么认识神霄第1代宗师王文谦老祖宗？2年前，2022年郑州我大夏与日本九局一派的斗法。九局一派表面举办夏日祭，实则背地里在7个地方布下逆北斗7星大阵，以泰山府军纪，要窃取我大夏国运。好在说是传闻有热心市民意外从地图上看夏日祭的地点，正好7个地方连在一起，与日岛一样，事情才被发现。他知道这事后，直接杀到了日本九局一派总部，一剑斩了九局一派的核心底蕴，人员全部诛杀。最后，九局一派的首领磕头投降。这是什么热心市民，竟然这么厉害？没错，他也就是那位外卖小哥，就是那位热心市民。什么？传闻果然没错，没点本事都没资格说自己是外卖小哥。傻小子，你理解的方向是不是错了？师傅，如果他就是那位热心市民，那他是不是很有本事啊？没毛病吧？横断山脉长白山一事，天庭、地府一大堆是奇处。怎么样？还有没有兴趣跟嬴尊大干一把？以他的性格，不该会无缘无故插手超脱世俗圈子的事情才对。黑老弟有话不妨直说。于是黑雾一段输出之后，便这就是他说的不无聊的时代吗？这似乎有点过分的不无聊。老祖宗，你这是要出去吗？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事，直接去叫后山的那几个小子帮忙。王文清留下这话，便是一步迈出，身绕神符，有天雷激动，刹那遁入9天。同时的后山里有数道苍老的声音响起：谨遵老祖宗吩咐。
师傅，老祖宗这是要去找叶之王吗？还有师傅，你说的那些是真的吗？就是山蛇失联，天庭出了岔子。事情你知道就行，过多别追问。以你现在的实力追问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好好努力修炼吧。一下子，他明白了为什么师傅突然说让位，明白了为什么早早要他见老祖宗。这是为神霄派未来可能面临的状况做准。如果天庭真出了大事，大概率波及阳间，危及大夏。师傅，我会努力修炼的。好孩子。胡三哥，难怪南天门会突然出现，原来是胡三老太爷自天庭归来。不过也是南天门想要降临阳间，势必要有仙神开启。如今胡三老太爷还活着，并从天庭回来，可以跟他问问天庭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等等，胡三哥好像有点不对劲。尽管心情激动归激动，但胡先辉发现走出南天门的胡三老太爷言行举止显得奇怪。这好像不是胡三老太爷，怎么看着像个丧尸？爷爷，我是小灰灰啊，您不认识我了吗？他已经不是你认识的胡三老太爷了，急急如命令。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不是说眼泪可以感动天、感动地吗？可是感动不了人啊！快来帮忙，别墨迹了。谁能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仙风道骨中又有譬喻众生之威，他扫过众人间红尘仙，最后落在李寒光老的身上，四目相对。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来的不是时候。王道友，快来助我等一手！胡三老太爷从南天门回来变异了，不再是胡三老太爷。啊！这是五雷秘法，原来所谓的王道长是他，神霄派的王文清，他居然还在世，这下子终于有帮手了啊！这是多看不起我们，我好歹也是10大太高。虽然长老、胡灰仙们也协助，但实力还是稍逊一筹。说是协助，其实帮不上多少大忙，反而现在还会拖累李寒光老道。不过王文清的到来，大大缓解李寒光老道的压力。王道，啊，来了，那个男人来了。嘿呦，外卖，小哥。这算是镇压住了吗？不好说，黑色液体太诡异，老道不确定能否封得住。不过一时半会儿应当是脱困不了，先联系749局吧，让那边派人过来加固封印。黑色液体有我的名字黑吗？啊！这黑色液体不像是天庭阳间该有的东西，不过应该是跟南天门被毁有关。胡三老太爷终究是死了，现在的胡三老太爷恐怕只是一个不受控制的躯壳罢了。老祖宗的实力比去南天门时强了，你确定吗？确定。老祖宗的实力我最清楚，他比去之前要强上不少。是黑色液体导致的吗？看来得搞清楚黑色液体是什么，或许能从中找出救胡三老哥的可能。此时众人已从9天上空下来，落在一处山头。如果事情如李道友所说，我等的封印恐怕不一定封印得住。王道友想法和老道我一样，胡三老太爷脱困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之前得尽快想出应对之策。说完，两人直接转身看向黑雾。咦，你们看我干啥？我只是个送外卖的，我也不知道啊。王道友，你有想到解决之策吗？老道我看你似乎有思绪。我想他应当有办法。有王道友这番话，那我就明白了，要不就请那位叶之王帮帮忙。说完，两人直接转身看向黑雾。咦，你们又看我作甚？我只是个送外卖的。只是因为天庭没信号，他便骑着小毛驴来回了人间。在下风。嬴尊，你电话。反客为主。李老头，你怎么这个点找我？是啥事情？嬴尊，是天庭的事情。胡三老太爷黑化了。叶之王，是天庭的事情。胡三老哥发黑变异了。黑色液体，胡三老太爷变异。是的，嬴尊，他们需要你去帮忙。
你和小王是想要我帮忙处理胡三老太爷吗？正是，王道友和老道我一时半会儿没办法解决这事，所以来问问你是否能帮忙。这个自当是如此。那老道，我先把胡三老太爷带去你那边，交由你封印。封印而已，不用带过来，给我封印。万一途中破风，容易节外生枝，我这边直接封印就是。李老头，你们现在的位置还在长白山吗？是。那就行，你们原地等我封印。林正经留下这一话，没有再去多说其他。他挂断电话，掌心一翻，天条牢笼出现在其手中。不愧是由天道加持铸成，只要天道不灭，天条牢笼便不存在，被彻底破坏。由你来关胡三老哥最合适。欧耶，全雷打！2000年没来桥边看海了，真怀念啊！对了，嬴尊，我们要去哪里？现在一个人，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好，我陪你去送外卖吧。嬴尊，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不妨试一下左下角这个上线，让你体验跟不同美女约会的感觉。无论是清纯学妹、娇羞萝莉，还是高冷御姐，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超过100款女友任你挑。左下角限时开放，抓紧点击试试吧。你有心了，等会我就去试试。不过你要超时了，你知道吗？预订单快到时间了啊！情况怎么样？他答应了，现在正在施展封印，要封印胡三老太爷。他这是在哪里施展封印？福建。怪不得那位黑武能奉其为主，这实力最少在人间红尘心中达到登峰造极限，或许更高。有飞碟，天条牢笼！我的老天爷，真的是天条牢笼！天条牢笼不是被历代京城土地公掌管吗？夜之王怎么会？那是还有封印，这个封印正经吗？不知道接下来夜之王要怎么处理胡爷爷。胡三老太爷的情况，我深表遗憾。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至少胡三老太爷从天庭回来，给我们带了重要信息。可以肯定，天庭也遭遇不测。我会派人去趟国外打听打听，看看是否天庭一事与其他神话有关。毕竟能让天庭都以此沦陷的原因太少。当然，如果事情与此有关，这将不再是神话间的争斗，大夏阳间必将参战。不管是为了大夏，还是为了胡爷爷，我胡家与此仇不死不休。总局今天的事情有：第一，陈教授女士已经抵达长白山，正进行多种方法尝试采集黑色浓稠液体，目前进展并不顺利。第二，石泰斗关星河已经前往探索地府。第三，等等，如果关星河还没去，让关星河去一趟梵蒂冈、希腊雅典那些地方，打听国外神话的消息。林总局，关星河在今早就前往阴间了。林德总局听了不由一叹，当即的他继续询问查看能抽调的人手。第三，石泰斗越王在把守丰都县，防止鬼门关有鬼怪出来。第四，石泰斗苗谷女士需要会客黑雾前辈，真武化身也被调派去长白山了，防止王文清、李寒光离开后南天门来强敌，怕张老顶不住。如果硬要调动，只能调动苗谷女士，等她会客完黑雾前辈。那就先安排几位守夜人去欧洲先行调查，如果查不出来，等苗谷女士会客完，联系让她前往欧洲一趟。突然，助理正直勾勾盯着平板，不知道是看到什么内容，脸色不佳，掩饰惊讶。你怎么还不去安排刚才的事宜？还有什么事吗？林总局，我们貌似不用派人去梵蒂冈，不只是南天门，天堂之门也打开了。林德总局没多做言语，注意力全在平板上。倒掉的上帝，被污染的天使，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天堂恐怕沦陷了。那天庭是否也变成天堂那样了？希望我多想了，毕竟真有谁能办到吗？让上帝都疯了。胡三老太爷，我是嬴正经呀，你还记得我不？我还没忘我。给你脸了，拜拜拜拜！此刻的嬴正经正在研究天条牢笼内被封印的胡三老太爷，他眼中没有半分清明，仍旧空洞无神。奇怪了，一个生灵变成脑瘫一样，排除脑子有问题。按理说，要么三魂七魄丢了几个魂魄，要么就是三魂七魄陷入沉睡。嬴正经，你在嘀咕什么呢？嬴正经，你这是在研究胡三老太爷吗？李可爱，小王八，你们来的还挺快，好久不见呐！见过嬴尊，千年的光阴。嬴尊别来无恙。嗨，小王呐，不是以前跟你说过吗？没必要这些繁文缛节，尤其这都21世纪了，好吗？见朋友握手就行。嬴尊还是跟以前一样随性洒脱，那我以后就这么做。两位，虽然你们的叙旧很感人，但老道我觉得可以先放一边。此刻应该先要救胡三老太爷。
李可爱说的是，你们过来的时候，我尝试了一些方法，发现他的情况却很特别，因为某些因素，他三魂七魄不是单独合并的，而是像各种豆子都磨成粉了，然后搅在一块了。怎么说呢？类似于 DNA 的共价键相当稳固，一旦进行拆解，将是破坏共价键，这也意味着 DNA 被破坏，而这个 DNA 就是三魂七魄。鹰尊，你说某些因素是指黑色液体吗？是。你刚说胡三老太爷大概率救不回来，是还存在救回来的可能性吗？有，虽然希望很渺茫，但存在于理论上能救回。你们不用考虑那些，我心中自有主意。等吧。如此甚好，老刀我也不能闲着。等这次回去，老刀我会和派中门人让他们联系749局，如果有感染的仙神出现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老刀。对了，银尊，黑老哥呢？因为黑雾找到他妻子小谷了，这回要去749局跟小谷见面。轮回转世千年，这么快就相会，难不成是受月老青睐，还是说银尊你做了什么？他们小两口的爱情情比金坚，命中是鸳鸯相会，注定要重逢。我也就是在三生石上尖尖的刻了他俩名字，加速这个重逢速度罢了。你在三生石上刻字，不会月老地府都不知道吧？这个嘛，李老头，你又不是不知道，找月老的话需要的流程太繁琐了，而且大夏结婚人数海了去了，月老多忙啊！这个时代社会压力那么大，男女宁愿单身也不想找对象，每年结婚的越来越少，月老轻松了。三生石刻字可不是什么小事呢。随即他没去过多去追究。事实上，在看到嬴政经的嘿嘿笑时，以李寒光老道对嬴政经性质的了解，便隐约猜到事实，这是嬴政经能干出来的事情。或许月老爷已被感染，毕竟就如嬴尊刚才所说，这个时代的男女越来越少婚配，少了月老的姻缘牵线，婚配确实会减少，不排除这一可能性。你们别多想，这个时代的男女婚配少，尽管不排除月老被感染的可能，但社会压力也是原因之一。也是，嬴尊，749局由黑老哥联系，胡三老太爷由嬴尊着手处理，我也不能闲着，我这就回神霄派，着手派人调查黑城隍动向。老道我也来帮一把手。小王还是这么急性子，明明跟黑雾从小玩到大，怎么学不到一点黑雾的沉稳？胡三老哥，千年时间过去，你我如今相聚，只是说好约定的1000年后相聚相约，你我夜下对饮当歌。现在夜空还是当初的夜空，你我也相聚，可惜你却不再是你。但即使现在的你不再是你，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治好你，完成1000年之约。这回咋？我就当胡三老哥，你答应下了。这一夜，嬴政经对夜独饮，身旁关押着诡异的胡三老太爷。已经这个时辰了吗？3更半夜这么去找小谷赴约，有点不合适。算了，等早上吧。黑雾伸出手准备抢外卖单子，虽然想到要跟小谷见面，黑雾难免心中激动，但他始终没忘记嬴政经要他多了解这个时代，而送外卖是他了解这个时代的方式，这能让他见识到形形色色的人。犯人都死光了吗？是，2层的全死了，没有一个活的。无论是人，还是前不久关押的地狱8亿恶魔，活神侍奉着。而第1层则是全封了。至于第3层，第3层已经成了地狱，就算是我也不敢轻易进去。就算这是曾经大天使米迦勒为我们梵蒂冈打造的地牢，连地狱君主都能关押，可我不觉得能关得住这人。他的笑声能穿透3层地牢，这在以往前所未有。你预计能关押多久？1个月吧。对了，我今早听说大夏那边被感染的是长白山的上古狐仙，得教皇级的神职人员才能应付。他被感染了，大夏这要大乱了。是，但大夏没有大乱。上古狐仙从南天门回来，虽然被感染变得实力更可怕，但我联系749局询问，说是有位神秘的古人出手，将上古狐仙封印关押。也上古狐仙受感染都能封印，要不我们也请那位神秘的古人帮忙。你的想法我也有想到，可我问过749局，林德说请神秘古人不是他说了算。那就让林德告诉我们神秘古人是谁，我们亲自去请，和教皇大人一同去请对方。林德说他自己也不知道神秘古人是谁，甚至对方长相、性别等等一概不知。胡扯，这怎么可能不知道对方长相？地牢大主教不出声，其意不言而喻。大主教最终忍不住了。老伦，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是的，就是你想的那样。狐仙身边的封印长白山那只上古狐仙，这古人是谁？古人难不成是五台山老佛陀、龙虎山老仙、秦始皇？
应该就是这里了吧？等等，这里外卖不让送进去。我不是来送外卖的，我是来找人的。保安听得一愣，下意识看向黑雾身着的外卖衣服，手中奶茶。黑雾前辈，没让您久等吧？您快请进来。免久等。对了，这个给你，冬天的第一杯奶茶。谢谢黑雾前辈的奶茶。没想到您居然知道这个时代的流行元素啊！也对，您连送外卖都会，懂这个流行梗也正常。黑雾点头承认，视线始终不离开苗谷女士。时隔千年，与轮回转世的妻子相见，即使登临人间红尘仙，心境不染凡尘，但其中红尘二字，注定脱不开人间世俗的红尘情。这杯奶茶里，我为你加了满满珍珠，愿甜蜜成为你每天的负担。另外，我点的是7分甜，不敢点太甜，因为你已经够甜。黑雾前辈，您这些话也是叶之王教您的吗？这些话并不是主人教我的，他只是在叫我送第一杯奶茶。我问他后续还需要什么样的浪漫，他说让我度娘，多的是，但别选错，度娘有不少是馊主意。瞧你的反应，我看来是搜索到的是馊主意。不是馊主意，我觉得挺好的，土味情话也是情话，我倒是蛮喜欢的。是吗？那就行。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走入大门内。保安将这一幕看在眼里，瞠目结舌在心里。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外卖小哥真是无所不能。黑雾前辈，感谢您大老远抽空跑来与我749见面，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备了酒菜招待，您可否赏脸让我们请您吃一顿？不用这么感谢，本来就是举手之劳。另外，你不必如此客气，直接称呼我名字黑雾，或者叫我小黑也行，不用用敬称。黑雾前辈怎么与高人形象不符？甚至不知为何，黑雾前辈还特别可爱呢。鹰尊命我来749局，询问关于天庭沦陷一事，他想要与天庭沦陷的一切相关信息。这个没问题，我手头目前就有全部的相关信息，我现在就可以共享给你和叶之王。因为这次也被委托参与天庭沦陷的相关调查，等招待完你，我就得外出。黑雾一听到苗谷女士负责参与调查，心头吓了一跳。外出调查天庭沦陷，你不会要上天庭吧？不行，这太危险了。而天庭，黑雾你误会了，我没说要上天庭，我说外出调查，并不是说外出去天庭，我是外出去欧洲调查。欧洲那是哪里？狗罗马是波斯吗？对，不过他们都灭国了，成了现在的其他欧洲国家。我此次外出，准备去往梵蒂冈。梵蒂冈，我倒是没听说过。不过你说参与天庭沦陷调查，为何是外出去国外？梵蒂冈和天庭沦陷有关吗？天庭的状况，我先不知具体沦陷程度，但就梵蒂冈传来的消息，天堂是几乎彻底沦陷，因为最高等的神秘上帝很大概率已经感染。天堂的上帝地位上放在天庭来说，属于玉帝的级别。我跟你一起去吧。苗谷女士听着黑雾突然的话，神色变得错愕，但不等她去过问为什么，黑雾话语再度传来。我跟你一起去吧，正好鹰尊叫我来与749局，本就是为了获取天庭沦陷的信息。欧洲既然有此线索，我自然也得去一趟。是吗？咦，好热闹！这是要过什么节嘛？林正经像是没见过世面的普通人，看到这条老街道，人来人往，热闹极了。小黑咋这么快来消息？这么快跟小谷会面完了吗？原来这都约会上了，还是去欧洲约会？连天堂也沦陷了吗？感染的神父小白鼠有了啊！嬴正经当即心念一动间，给黑雾传去信息。回完信息，嬴正经收起手机，不打算继续交谈，为黑雾与苗谷女士多腾出时间相处。随后拿起天条牢笼。胡三老哥有小白鼠能给我做试验了，高兴不高兴？老弟，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啊，你不会是跑来观光我们这的游神的吧？难怪这里张灯结彩的，还不少人买蜡烛、鞭炮，原来是碰上了南方地方的特色文化游神。对啊，来参观游神，这不是最近抖音经常刷到游神，就好奇过来看。我说呢，一看你就是来看游神的。最近抖音那些确实好多游神，一下让我们闽南这边的游神出名，好多人都特意大老远过来看。这次村委会商量了，要举办游神隆重些，准备多选几个鸡童，还有准备。老哥，你说的鸡童，我懂的，是不是请神上身？老弟，你懂挺多啊。是啊，这次要办很大的。老弟，你刷抖音应该看到过，在我们福建啊，你叫我们凌晨6点起来追星，我们起不来，但你叫我们6点起来拜神，我们能凌晨5点提前起床。
请神上身有点不妙啊！这要是能请得到，应该是请不到，毕竟我喊了那么多次土地公、城隍都没请到一个出来，应该不至于这么倒霉吧？黑雾前辈，其实你可以开快一点的。我想多陪你一下，哪怕是1秒。讨厌，黑雾前辈真是的。我说劳伦啊，你确定鸡血有用吗？大侠的古人既然能对付感染的上古狐仙，说明大侠的术法神通是有效的，这都有前车之鉴，我们不妨也试一试。所以你就别去质疑鸡血有没有用，这绝对是最正宗的大侠对付妖魔鬼怪的办法之一的。地牢大主教闻言叹了口气。我们堂堂的梵蒂冈红衣大主教，居然有朝一日要用东方的神术去驱鬼降魔！上帝啊，请原谅我们的亵渎，一切是为了拯救同胞。阿门。放开那只鸡！强敌，绝对是强敌，他的实力远在我们之上。这股压迫感是怎么回事？是华夏的那位古人吗？难道是秦始皇？你是749局说的那位神秘的古人。黑雾前辈，那2位就是梵蒂冈的红衣大主教，最左边是负责看守梵蒂冈地牢的大主教，实力倒是不错，步入了人间红尘仙行列，只可惜都是出入。你就是欧洲超脱世俗圈子最强大的官方组织梵蒂冈。不久前大夏也出现感染者，据说后来被一位神秘的古人出手封印，想来就是你吗？红衣大主教伸出手，当即要与黑雾握手，黑雾没有伸手，场面一下子尴尬了起来。小谷，你在看什么？我在查总部最近开发的一款新游戏，还是吸血鬼主题的，美术效果非常优质，里面的官装、骑士、教廷女角色非常精致，尤其是女吸血鬼，真的太哇塞了。看起来不错，要怎么玩吗？现在左下角就可以预约，赶紧去试试吧。没问题，我等下就去试试。对了，你认错了，那不是我，那是我的老大。原谅我可能没听清，先生，您刚才是说老大？黑雾给了一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领头大主教沉默，2、3秒后才憋出一句话：难怪那位古人先生能够封印上古狐仙。我这次前来是奉老大的命令，前来查询天堂的事情。另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带走那位感染的神父。你要直接带走我们那位感染的神父？没问题。几人原本还想要用什么说辞才能让黑雾说动他的老大，帮忙封印感染的神父，而现在好了，不需要去想了，人家就是冲着感染神父来的。看来梵蒂冈没办法封印感染者，现在想把烫手山芋给出，给到夜之王。此时，在大主教们快步带领下，他们已到地牢神父所在的地方。这就是被感染的神父笑声吗？是的，都说大侠的修道之士有正义之心，无惧黑暗与邪恶。现在见识到了，我想我们那位感染的神父能被你们带走，对他是一种荣幸。荣幸不荣幸，我不知道。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我带走感染的神父要办什么手续吗？我百度过，好像是需要盖章办什么绿卡是吗？鸡童妹妹请神下凡。来者可是哪吒3太子殿下。黑雾渐渐离去，圣经眯起眼睛，看清了身影的模样。狗头，哮天犬，哮天犬结合哪吒，这么算下来，二郎神是不是该跟托塔李天王争夺抚养权？嬴政紧随宝塔，那还是出手。双指有仙般飘渺的气气涌动，气气飞起一起。大夏据史经最早的修道之士记载，乃于先秦时期，名曰炼气。一修道之士被称之炼气士。哪吒3太子殿下，哮天犬，你们可尚且留有残存神智，若有回应我。哪吒的法相天地没给予任何言语，只有手持火尖枪、混天绫、乾坤圈。看来不打不行了。母亲，母亲，这里好美。开头是一小男孩，但若有超脱世俗圈子的人在这里开了天眼，将看到小孩子的不同之处。这名小男孩双眼是一瞳。秦广，我不是你的母亲，我跟你说过，你对我觉得亲切，这是因为实地阎罗印，它是你的仙神象征。母亲，你不要我了吗？终究是一缕残魂。秦广现在的神智太低了，如同5岁孩童。鬼后大人，秦广王大人这副模样，还有恢复的可能吗？不知道，那等黑色液体的侵蚀，即便是地藏王都难以招架。秦广王能保住一缕残魂，已实属不易。想尽快恢复秦广王的神位，难度太大。先走一步看一步。母亲，那边，母亲，那边有好熟悉的感觉，是不是父亲？鬼后胭脂闻言一愣，顺着小秦广王所指，注目看去，看到的只有远方的城市，但看不出有任何异样。你确定那边有熟悉的感觉？
是跟见到十殿阎罗印一样的感觉吗？是的，感觉差不多，但是更亲切。母亲感受不到吗？十殿阎罗印是秦广王大人的随身象征，这应该是与他最亲近的事物了。怎么还会有比十殿阎罗印更熟悉的？难道是那黑色液体？秦广王大人该不会是感受到有感染的仙神来到阳间？感染仙神来到阳间，时间比预计要早，真是该死的。如今夫君就在阳间享乐，要是感染仙神降临阳间，这要我夫君怎么享乐？走，去看看怎么回事。差不多了，终究不是真正的仙神下界，实力发挥不出来。而且再继续请神上身，哪怕他是玄根华盖，也承受不住仙神力量，终究不是修道之士，只是个普通人。哪吒三太子殿下，哮天犬，你们是否还有神智尚存？回应我。是谁？哮天犬，天庭发生了什么？你们怎么如今变成这般模样？不能说。什么意思？什么不能说？你是说我问你的问题，你不能说吗？为什么不能说？天庭遭遇了什么？是其他神话进攻天庭吗？还是什么原因？面对嬴政经的追问，哮天犬张了张嘴，似乎很想说什么，但口中吐出的黑色浓稠液体灌满喉咙，令他挣扎几次后，还是说不出口。哮天犬，你是不是想说你有不得已的原因？这个原因让你不能说？果然是这样吗？你们无法说出天庭沦陷的原因，是这个黑色液体导致的吗？让你们无法去直接说出真相，直接表达任何相关。一旦说出这一切的源头，会得知。哮天犬仍然没开口，保持着双眼盯着嬴政经。嬴政经见状，心中明了，事情被他猜测住。类似于上帝的万物倾听，只不过放在天庭沦陷的源头上，反而变相性成了不可名状、不可言语吗？此时，哮天犬依旧没回应嬴政经说出的话。嬴政经不再去犹豫，直接中断姬腾的联系。随即拿出手机呼叫李可爱给749局处理后续。同一时间，远在大夏阳间之外，天庭凌霄宝殿，这里曾经是仙神聚集地，阳间修道之士一生向往之地，但如今，诸位仙家得罪了。聒噪！这座地牢毕竟是梵蒂冈的财富，我就不整个切割搬走了，只切割感染神父的牢房，如此一来也方便押送。地牢大主教想抽自己一嘴，怎么都没想到自己随口的一句话，黑雾当真了。关键当真就算了，还办得了？要阻止吗？怎么阻止？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现在反悔岂不是让人看笑话？这个牢房我就带走了。这个自然是没问题。黑雾没有久留，便在大主教们目送下离去。回往大夏的路上，希望大天使米迦勒不要怪罪。你似乎看起来很开心，这是在笑什么？我只是在笑。黑雾，你其实误会了凡尔斯大主教的意思。他一开始说能带走地牢，可以让你带走，那只是客套话，并不是真想让你带走。只是没想到你还真信了，当真了。我其实听懂了，只是不打算当作客套话。我之前说过，我一身本事乃是主人所教，但不止一身本事，就是所受的教育理念也是主人所受。主人从小教育我，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做人做事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我看以后劳伦大主教们跟你说话得再三斟酌，不然万一说错话，指不定你又当真了。你这么理解也行，不过欧洲的神明也被感染，将存在危险。我担心我不在你身边，你有危险的话，我将救不了你。若是发生这等情况，我会后悔终生。十分直白的关心话语，苗谷女士愣住，她怎么都没想到，看着成熟的黑雾，言语如此之穷。夜之王这是不只教了你本事、教育理念，还教了你怎么撩妹啊！主人确实教过我怎么撩妹，但他只是告诉我，喜欢一个人就得说出来，就得主动追求，因为天下没有白道的馅饼。这就像是菜放那边不主动动手做，怎么可能菜能做熟？菜将永远是生菜。除此外，主人还说过一句话，那句话我一直不能理解其中真谛。他说等我哪天悟出来了，将在情场无敌了。什么话？主人说主动追求可以，但要有个度，千万别舔，因为舔狗不得好死。我一直不理解这句话，你能理解这话的真谛吗？果然古时的老祖宗们很聪明，在古代就已经悟出这个道理了。感受着气氛变化，与苗谷女士的关系拉近，黑雾意识一下。同一时间，天堂，上帝的后花园，凉亭坍塌破碎，四分五裂，
遍地小水洼般的黑色浓稠液体，还有横七竖八的天使尸体。除此外，还有一个6翼天使，双目通体漆黑浓稠，口中流淌黑色液体流水。如果领头大主教在此，定然会发现这位天使的身份：大天使鲁加洛。鹰尊，这是你要的感染者，小心些，他的笑声很诡异，听久了心底里会滋生负面情绪。林正经随手将牢房丢入天条牢笼内，比起天使铭文的牢房，在天条牢笼中，笑声瞬间被彻底扼绝。不愧是天条牢笼。正常，米迦勒刻下的天使铭文虽强，但天道铭文是诸天神佛一同刻画，而且画的还是属于天地意志般的天道铭文，自然没有可比性。对了，小谷呢？小黑，你不是说你跟他一起回来的吗？这不是没有经过鹰尊同意，我不敢直接带小谷一同来见鹰尊，所以我找了理由，让小谷在其他地方等我。等你和小谷熟络了，重新续上姻缘，再带小谷来见我。好久没见到小谷，不知道这个时代的小谷是长什么样。很漂亮啊！你这话我不信，毕竟情人眼里出西施，等我亲自见了先。好，我会尽快跟带小谷与鹰尊见面。对了，鹰尊，你这是在这里做什么吗？为了方便近距离接触鸡童，我就跟过来观察一下。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你忙你的，跟小谷去欧洲调查天堂沦陷就行，记得行事小心些，连上帝都疯了，那边的状况不比天庭好多少。那行，鹰尊多加保重。与此同时，鸡童三女随着一次次的跳动舞动，她们身上升腾起一股气，肉眼不可见，但充满神圣，如同供奉的香火气。开始请神了。随着时间的流逝，鸡童三女升起的气变了，原本如佛香般，却在此刻变得诡异，令人不适。金灿灿的颜色也变了，染上一层黑色。还真的请神到了，只不过请来的是感染的仙神，我倒要看看被天庭正神被感染后是何本事。科系神天庭被感染，2郎天仙神阻止感染仙神越过南天门时，三只眼，你看着挺吃瘪呢。孙猴子。三只眼都说了，叫我斗战胜佛。都多久了？自从沉香救母那时，都好久没见你堂堂天庭2郎神吃瘪了。都成佛了，还这么牙尖嘴利。我父讲究追求真我，俺老孙就是俺老孙的性格，改不了。孙猴子，你怎么会来支援我这里？这是西天大雷音寺那边战况缓解了，怎么天蓬的仙兵被你拿来了？天蓬呢？老猪死了。尽管只有简单4个字，孙悟空眼中的光都是暗淡。世人只知齐天大圣有母，面对漫天神佛，10万天兵天将无惧，不曾有过求饶，不屈于霸主。而如今斗战胜佛红了眼眶，说来可笑，他是为了救俺老孙死的。三只眼，你说好笑不？俺老孙有朝一日需要呆子救，八戒你这呆子，俺老孙想你了。与此同时，2郎神听着孙悟空的话，没有多言语，他能很理解那份哀痛，因为陪伴他的哮天犬也战死，亲眼见到哮天犬被感染。黑压压一片六又成千上万感染的仙神，为列仙班的仙家、仙君、天兵天将，数量多的头皮发麻。理智当年孙悟空大闹南天门的阵仗都要打，感染的仙神数量又增加了。三只眼，你我联手守住这南天门，你可别比俺老孙先死去，不然就是羞脸，丢了天庭第一战神的面。你才是，连齐天大圣的名号都用上，也丢了面。放心，不会的，俺老孙不会让感染仙神踏过南天门。老猪，我先走一步了，别让他们去了阳间，那里可是有老猪的高老庄。另一边，大夏福建南平，韦后胭脂大手一挥，布下巨大的鬼打墙，将这片区域笼罩。普通人一旦进入，无法靠近其中。一身火红古代官袍，生得抱头环眼，铁面裘鬓，双肩插了勾魂锁，后背插满钟馗剑，伤口处流淌出黑色浓稠液体。钟馗失手的不是南天门，是地府。殷统领让殷逼护着秦广，别让钟馗他们靠近秦广，我来对付钟馗。鬼后大人不等其他统领到来吗？来不及。
胭脂怎么在这里？这么多年没见，胭脂实力精进不少呢。拿着10点阎罗印便可抗衡勾魂笔，可惜了，如果不是钟馗感染后实力不同以往，否则钟馗的被胭脂暴揍。同一时刻，小秦广王似乎有所感悟，察觉到大厦上有熟悉的感觉，抬头往大厦顶端看去，双方四目相对。突然，当看清小秦广王似曾相识的容貌，当看见小秦广王的右眼浓稠漆黑，嬴政经顿时眉头一挑，这小孩秦广王感染者，不对，半感染者。是父亲，父亲，父亲，你是我父亲啊！我什么时候有孩子了？我怎么不知道？什么父亲？你在乱说什么？我都说了，我不是你。夫君。此时的嬴政经被小秦广王的话给闪了腰，尽管鬼后胭脂盖着红盖头，但嬴政经能感受到鬼后胭脂的那份嫉妒。钟馗，尔敢！这就是越王说的鬼后吗？果然跟他说的一样，恩人老祖宗是他的密邻。关星河，好久不见，你又帅了不少。不是，我在这里这么久，你没看到我是灯泡吗？不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现在钟馗降临阳间，不能再让情况恶化了，你快帮帮鬼后。不用担心，这里我来处理。啊！钟馗这就被镇压了。在阳间，夫君为了不伤及无辜百姓，从不会去施展过多本事；而在阴间，他没有这等顾虑，可以肆无忌惮动手。胭脂多年不见，又漂亮了啊！嬴政经看向盖着红盖头的鬼后胭脂，双眸攒动，仿佛能透过红盖头看穿红盖头下的鬼后容颜。真的吗？夫君不觉得我人老珠黄吗？你这与人老珠黄4个字可搭不上边，平时没少保养吧，哈哈。不愧是夫君，一下子就猜出我这1000年来一直有保养皮肤，因为我不想1000年过去，夫君再见我时，我却人老珠黄。直白的爱意，丁丁统领看得有些哭笑不得。尽管过去1000年，自家的王面对谁都霸绝霸道，唯独碰上嬴政经，判若两人。然而关星河却是待不下去了。恩人老祖宗，等我跟局里那边汇报完，到时候找你。啊！为了不当个灯泡，关星河瞬间离去。嬴政经注视小秦广王，尤为注意其右眼。我还以为秦广王找不到抑制感染的办法，这么看来，他如今的半感染状态，可能是种种机缘碰巧下造成。找到秦广王时，我便由此猜测，或许是玄根一缕残魂轮回等等因素下导致，但具体是什么，无法去尝试。毕竟前提尝试之人需要被感染，并且得及时分出一缕残魂，还得进入轮回转世，而这也不一定能保证转世后的人还是否有记忆。我想起来了，我也姓秦，父亲也姓秦，姻亲差不多。然后父亲是王，母亲是鬼后，所以我认出了父亲是父亲。你这小脑瓜子够脑洞大开的，不像秦广王以前那么呆板。我准备接下来带秦广王多去他去过的地方，看看供奉10殿阎罗的庙宇，看能否唤醒其他记忆。需要我跟你一起吗？夫君现在手头有要事，你先专心忙要事，秦广王这边我能处理的。夫君，希望再见面时，你愿意掀开我的红盖头。原来你还记得这个约定吗？当然，所以夫君，我等你掀开我的红盖头。行，不过在这之前，我还需要你和我做一件事情。个律，仙家泡泡，这个时代不是古代，即使相隔两地，也能彼此联系，咱们可以先异地恋。1000年的专情，嬴政经就算是铁石心肠，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他默默掏出手机，将鬼后胭脂的微信备注改未婚妻。我还活着，虽然变得令人厌恶，但是不错的感觉。嬴政经，真得感谢你这该死家伙呀！没有你，我不会下到阴间，竟然让我获得这般变化。为了感谢你，我会好好招待你的。林总局、地府那边的消息我都告诉你了，没事的话，我先离开了，回去养养伤，消化下这次的收获。去吧，多多消化这次收获，尽快把实力提升上来。虽然这次地府感染的阴神降临阳间是你导致，但我想用不了多久，那些感染的仙神很快将降临阳间，尽快提升实力。另外，你要是想去地狱之谷，直接去，我已经跟欧网那边知会过，你可以随时去。行，地狱之谷我如果有需要会去的，如果没人选去地府，我去也行。人间还有这个地方，
这是什么人？威压如此强大，要是能吞噬他，岂不是能打赢那个嬴正经？滚！幸好装了 AI 智能声控，不然吵醒正哥就危险了。也不知道是谁竟然敢打正哥的主意，下次要装个监控才行。哎，星河呀，这个时间点来我这，你那么闲吗？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了？那么闲？恩人老祖宗，你跟阎罗王很熟吗？何出此言呢？祭祀九局那边有档案记载，当今的阎罗王乃是包拯。没想到749局这么发达，这都知道。没错，我确实是认识的阎罗王。1000年前一不小心救了包拯，又一不小心帮包拯上了阎罗王之位，你信吗？关心和笑容仿佛被冻住，在这刻选择沉默。确实是一不小心惊呆了我啊！恩人老祖宗，你这是怎么帮包拯得到阎罗王之位的？这可是神位呀，还是阎罗王的仙家神位。对了，星河，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啊！我说什么了？我怎么没听懂？我帮啥了？我知道该怎么救胡三老哥。关心和猛地完全不明白嬴正清的言语意思。仙家神位，恩人老祖宗，你是说生灵感染的不应该说是感染的仙神，他们确实肉身3魂6魄都融在一块，但并非自身全部。还有一样是例外，就是仙家神位。按现代话来说，就是类似塔防，要保护好。恩人老祖宗，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的？因为我最近在玩一款名叫《潮汐守望者》的塔防策略手游，它可不同于以往的塔防游戏，不仅画面人物精细，而且玩法丰富，副本抽卡 PVP 自然不用说，就连英雄的专属装备和装备洗练也都统统安排新了。最重要的是30多个特色种族加100位英雄自由组谷，让你能在游戏里尽情挥洒策略与计谋。我才玩了1天就了解了，要不要试试？真的？那我可得回去玩一下。与关心河的交谈，嬴正经找到解救感染的胡三老太爷办。恩人老祖宗，你这是打算现在要前往阴间吗？会不会有危险？放心好了，我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我可是前几天才刚办了医保，不能一下子把医保卡给刷欠费了。恩人老祖宗做事真是雷厉风行呢，我也不能闲着，回去就闭关修炼去。要不要叫正哥一起呢？算了，还是不麻烦了，吵醒他不说，以他的脾气，到时候来个什么要征服全世界神明不说，还要我忙死，还是等我搞定诡异源头再来叫醒他吧，免得打扰他修炼。我真是个大大的好人呀！什么？嬴尊你要去阴间？这不太好吧？就算是为了救胡三老太爷，如此行为也是冒险。我自有分寸，跟你说这些不是让你担心的，而是要跟你说，我不在阳间的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什么事情联系我。另外你在欧洲的调查如何？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多疑了，我觉得这边的人很情绪化，这里的百姓能被随便一个简单的脑残理由就被煽风点火起来情绪，而且还有个什么群体把自己弄成男不男女不女的，觉得这很酷。小黑，你说的群体名字是不是叫 LGBT 宫？他只是送了几次，就跟白月光到欧洲吃浪漫晚餐。小谷，这个好吃，你看你都瘦了，要多吃点。黑雾前辈真是的，这么会说话。叫我黑雾或者小黑就行。嬴尊，怎么样？我这样可以吗？孺子可教也，别光顾着调查，记得多追一追小谷。我让你调查，但别因此耽误你们恋爱进展。记住要主动点，你要记住，郎有情妾有意。你主动了，对方也会去迎合；反之，你主动，对方还无动于衷，说明对方并没有喜欢你。主动是相互的。谢谢嬴尊教导。实不相瞒，我没有忘记追求转世的小谷。有 DeepSeek 查攻略，我用我之前在大夏跑外卖的钱，预定了欧洲一个餐馆，约小谷共进晚餐。他说这在国外叫浪漫晚餐。如此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先挂断电话了。小黑，你去忙约会吧。没想到小黑进展这么快，我也要加把劲才行。经过一段时间忙碌，嬴正经扎好了2对童男童女，无论是纸人童男还是童女，只扎得歪七扭八，仔细看还挺像早起的沙雕人物。多年没使用，生疏了，扎得貌似有点丑。1笔点开青龙眼，2笔点眼四海明，3笔点深深自在，点眼眼睛，点脚脚灵，点手手伶俐，点头头精灵，点你365骨节，名有四海行，圣容朝圣显威灵。你俩男的教养左，女的教养右，留在阳间。至于你俩，也是男的教阴左，女的教阴右，随我下阴间。是长官。咦，阳间还真是平静，就是不知道能平静多久。是谁胆敢进入我的洞府？都说天下修道隐士千万，当属终南山隐士最多也最强。今天见到这位前辈，名不虚传，不愧是由终南山古今第一隐士尸身的龙骨所化的妖龙，即便被斩半身，气势仍不逊色于上古大凶。虽然你的马匹抬得很好听，但是吴伯君，你
无需在傍晚末将说出你的来意。既然龙前辈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来此乃是想借龙前辈之手杀死仇敌。借灯杀人，不过得不出武松满意的回答，我不介意帮你早点投胎。凭我与龙前辈的仇敌为同一人，叶之王嬴正经。简单一句话。左龙颈内在震动，妖龙的龙，那双硕大无比直勾勾盯着黑城隍。常言道，仇人的仇人苦命。龙前辈，您乃尸骨的龙骨，吸收日月精华，历经100年诞生灵智化妖。您这等天地奇物生灵，修炼为逆天而行。要想化龙，需历经9次雷劫，方可成仙作祖。就在你第6次雷劫，因为屠杀百姓，被他镇压在此上千年。您难道就不想出去？你是谁？鄙人的名字不足为奇，倒是名号可能有些人知晓。黑城隍。你是夺取城隍香火的人？正是鄙人，没想到龙前辈知道我，真是荣幸之至啊！行了，这等话术大可不必，连县家册封的城隍都敢取缔，我可不觉得你会是溜须拍马之辈，确实有点来势，但要对付您正经还差了点。龙前辈，您理解错了，我是说过你我有共同敌人，但可没说我要与您联手一起去对付嬴正经，我是想借您之手对付。我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我不行，不代表龙前辈不行，我来此只是想助你一臂之力，助你恢复伤势，甚至助你实力再攀高峰，只要你愿意的话。黑城隍指尖渗出黑色浓稠液体，妖龙瞳孔一缩，虽然不知道黑色浓稠液体是什么，但作为强大生灵的本能，全身乃至心灵都在此刻预警。是不是那头妖龙要出来了？老翁跟他的赌约，对他和我们都是最好的处理。老翁想不出他有何理由毁约，想来刚才的异动多半是妖龙也在为赌约的事情做准备，因此引发了些动静。毕竟，仙翁前辈，这准备的动静是不是太大了？有点不太对劲。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妖龙出了锁龙井，而且这怎么回事？妖龙被感染了。他没有继续说下去。现在在他实力大增，恐怕就算终南山仙翁也难以是对手。但即使如此，终南山仙翁冲天而起，直面迎上席卷而来的妖龙。终南山仙翁一身实力，以获取一时能匹敌妖龙的力量。终南山仙翁之名，早苍天之上，高终南之山，今日承借终南山之力。仙翁前辈，宇宙最强镇守者看不懂。作为镇守者，他只会看不出终南山仙翁此举，其在炸弹去极致升华自身实力，以获取一时能匹敌妖龙。我今日出事，看在终南山一难与吾有渊源，你现在离去，吾可以放过你。如果你还念及终南山一脉渊源，便别杀生无辜，否则老翁不会离去。既然如此，我一定拿你是如今的身手。都说每一代的终南山仙翁都是无敌般的存在，今日是见识到了。只可惜这里不是终南山。咦，怎么有股令人生气的气息出现了？宇宙负责人已然明白上空的情况，终南山仙翁恐怕凶多吉少。随时间推移，终南山仙翁苍老的容颜越发苍老，根根白发和白须越发白皙，白到不再是圣洁的白，成了惨烈的惨白。但尽管临近生命终点，终南山仙翁脸上却无一丝害怕，有的是惋惜。不过不是惋惜自己时日无多。相逢即是上上签，大家好，我是新人博主小黑，今天我当一集的主角也不是不行，你们的生死由我做主。黑雾，外卖小哥，你点的外卖？不是，一身外卖装，骑着小毛驴，难道他是749总局说的黑雾大人？他就是超越人间红尘仙的黑雾大人，他不是在欧洲梵蒂冈吗？怎么来到了这里？你退后，让我来。你的气息令我有种想要杀你的冲动。聒噪，要打就快点打，我还赶着回去梵蒂冈陪我的小骨呢。
小心别被那黑色浓稠液体碰到，会被感染的。这就是银尊说黑色浓稠液体嘛，确实会让我有种近乎疯狂的冲动，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体质的原因，还能控制。你牛批，还能这样玩是吧？找人先试探那该死的家伙是对的，他果然对天庭、地府的事情了解，连克制方法都找出，得换个人选啊。龙前辈并不是对付那该死的家伙的最佳人选，不过也罢，好歹试探出他的一些本事。这气息果然是黑城隍搞的鬼。黑雾大人，夜之王是不是找出克制感染，还有了对付感染生灵的治愈办法？只要实力强过感染生灵，以超越治愈速度去不断攻击，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感染生灵治愈。钟南山仙翁和宇宙最强镇守者看着黑雾那表情，两人露出复杂之色。以上很明显，意思是我们太弱了，是吧？可惜了，这是只适应于夜之王的方法，必定需要实力强过感染生灵才行。这边就交给你们了，我还赶着回去梵蒂冈调查上帝的事情。对了，老人，你的伤势还没恢复，快回家休息，这里风大，容易着凉哦。我堂堂人间红神仙，还怕这个小小的风大，还怕这凉？嬴政经抵达鬼城宫殿上空，俯瞰向下方的宫殿长廊。此刻，损坏的长廊有3道身影，他们脖子被拴着长长的，随着走动，铁链在地上拖动出噼里啪啦的金属声响。天使，情况有些糟糕啊！这就是被感染后的天使吗？貌似还不错啊！前面的靓仔，快跑啊！他们是被感染的天使，会杀你的！没等吊死鬼说完，嬴政经直接就有一个掌心挥过去，他阿姆都不认识。佛陀不对，活人不对，小心！那些感染的天使有诡异的治愈手段，他们死不掉。感染的天使呢？Made in China， 这锁链竟然是国产的，是谁这么会玩？不好意思，这是我头一次杀天使，有点激动，用力过猛了。你应该分辨得出吧？那3坨屎状物是天使。认得，别说是屎，他们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感谢这位大人的出手，不知道您怎么称呼？我是这座鬼城的城主，吊死鬼。夜之王嬴政经，你能说说这里是什么情况？阎罗王还在不？夜之王好像在哪里听说过。原本在大约半个月前，我鬼轮地狱得到地府联系，说是发生了西方生灵袭击，因为事情涉及到西方生灵，地府重视，第一时间派去地府阴神与阴兵去镇压对抗。但短短2天时间，哪怕地府也是节节败退。后来地府那边也从中弄清楚，并非西方地狱对东方阴间发起进攻，而是一些奇怪的生灵。那些感染的天使是吗？还以为他们是你们抓来玩 cosplay 的。是，就是那些感染的天使恶魔。而地府也意识到严重性，并通知阴间各大鬼统地狱将事情缘由，包括这些生灵也在攻击天庭。但 cosplay 什么意思？你看 Made in China， 这不是人为的吗？我操，还真是 Made in China， 这何止是人为的？这些锁链还来自于阳间吗？是现代人干的？是不是来自阳间还不能确定，但应该是现代的生灵干的，毕竟这几个英文只有现代的才有。这是有谁已经研究出操控感染生灵的办法，还是说这是感染的源头干的？不知道，唯一能确定只有一个，便是锁链可以控制感染天使。你还要折腾到什么时候？没看见我在忙吗？你要的阴间女鬼，我给你弄来了；你要的天使，我也给你找来；你还想要天庭仙女，我也给你带来了。能满足你的，我都满足了。你也该履行你的职责，造出我等想要的东西，而不是鼓捣反过来克制我等的锁链，更不是继续在这边做浪费时间的事情。小时候我就常和我姐听家里长辈讲《西游记》，都说齐天大圣孙悟空脾气火爆，耐不住性子。现在看来，你个六耳猕猴，除了模样跟齐天大圣一样外，
就连脾气也跟孙悟空一样火爆。难道你和孙悟空真的是各方面都真假难辨吗？我不是孙猴子的冒充品，历史从天庭沦陷的一刻起终被改写，以后的齐天大圣将是我。你这话我爱听。其实吧，小时候家里人对我和我姐讲《西游记》，我就不喜欢孙悟空，我更喜欢六耳猕猴。你所谓的忙我没看出，只看到你不断在浪费时间，不管是找仙鬼神的女子，还是古岛的锁链，都是无用功。不，这你就错了。我做研究之前都喜欢先发泄身体需求，以刺激我的大脑能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方便我有效且高效进行研究。说吧，你需要什么办法可以加快进展？我等会为你弄来。我要一个阳间的女人。又要？罢了，如果你是需要试验对象，我等会想办法给你弄来。不，六耳猕猴，你误会了。我这次要的女人，确切的说是我需要她作为我的助手。她很聪明，虽然比不上我，但她也有本事，可以做我的助手，协助我研究，这样我就能加快研究进展。你说的女人是在阳间？没有她，你没办法加快进展是吗？废话，六耳猕猴，你应该懂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啊。所以你要找的人在哪？放心，我姐很好找，她在超脱世俗圈子很出名，人称陈教授女士。你只要逮住个修道之士，基本上都知道。看来今天撞大运了，碰上了个重度感染者。叶之王大人，你在说什么？什么重度感染者？具有神智的感染生灵便是重度感染者，就比如他。齐天大圣，他可不是齐天大圣。我说的对吗？我是齐天大圣六耳猕猴。他六耳猕猴只是想要当齐天大圣。我让你当齐天大圣。哇，打得好精彩，好赛雷呀！你这般人不可能默默无闻冒上你的名号。叶之王，嬴正经。叶之王，阳间的朝代皇帝吗？我不是皇帝，我皇兄才是皇帝。而且现在已经不是封建皇朝制度了，现在是民主制度时代。另外，六耳猕猴老铁，看在你名字也带六的份上，额外告诉你个消息，有关于如今我东方大夏的消息。什么消息？大夏前不久发明6代战机了。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应当是厉害的东西，但这与我何干？自然是有关系，因为6代战机不是仿制品，是第一个6代战机。而你，我觉得不该追求齐天大圣之名，以你本事也可开创先河，何必拘泥大圣之名？住口！六耳猕猴并未听得嬴正经的劝，发出震荡阴间天上地下的喝吼，威武身姿在这无限的放大。10丈、100丈、1000丈，这一刻，六耳猕猴显化法相天地。我说过齐天已死，我为齐天大圣。天地无极，雷法万千，佛法成仙。好赛雷呀！六耳猕猴这是在跟谁交手？连法向天地都施展出，这是那些流传民间的天庭仙神驾到地府了，是杨戬吗？好弱的鬼，不过居然是具备神智的感染生灵。糟了，被发现了！见过金屋藏娇的，头一次见到金屋藏娇的，没想到六耳猕猴，你口味这么重。你敢？我倒要看看，区区一个厉鬼，让堂堂六耳猕猴挺身庇护。还愣着干什么？离开这里！六耳猕猴张口吐出一字，然而仙术神通定身法施展，嬴正经却是周身亮起雷光，定身法就像是块玻璃般，轰然破碎开，无法起到定身作用。仙术神通定身法吗？得亏我从小读过《西游记》，知道孙悟空有此神通，想过要是被定身法控制，我该如何处理。不过我觉得你的威力不如孙悟空，定身法的威力应该是这样的：定。动不了了，这怎么可能？开挂，他绝对开挂！我的 SM 锁链。你和六耳猕猴什么关系？你要是放了六耳猕猴，我可以回答你问题。你看我觉得我像傻子吗？
不像，你看着很有古代帝王面相。那你就没必要问这种话题。那你也没必要问我，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两者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拉扯着。嬴政经对此并不生气，反而饶有兴致关注陈渊泉。为啥有种感觉他们聊得好尬？快回去通知阎罗王大人，叶之王大人去鬼轮城。叶之王大人去鬼轮城有什么问题吗？六耳猕猴出现在鬼轮城，他已经被确认为重度感染者。我想叶之王大人就算遇到六耳猕猴，应当是也能处理的。要知道叶之王大人1000年前便与阎罗王大人旗鼓相当。我知道叶之王大人强大，1000年前他便是官爵阴阳两界，就是阎罗王大人都不能保证胜他。但是六耳猕猴也不是盖的，如今成为重度感染者，阎罗王大人都觉得他现在的实力或许已能真正媲美斗战胜佛，而阎罗王大人可不是斗战胜佛的对手。你们一惊一乍的样子在谈什么？新一轮的感染生灵群来了吗？阎罗王大人，阎罗王大人，叶之王大人来阴间了。他终于来阴间了吗？比预计要早。薛礼、陆游，你们随我一同前往鬼轮城一趟。转轮王大人，平等王大人，转轮王与平等王同阎罗王为10殿阎罗，实力不下于阎罗王，由3位10殿阎罗前去援助嬴政经。孟婆与黑无常心中不禁放心。嬴政经已前来阴间，目前就在鬼轮城。嬴兄到来，以他的本事，必然助我的府对抗感染生灵。我等赶紧前往鬼轮城相助嬴兄。我若没有记错，鬼轮城周遭除了有六耳猕猴，还有另一重度感染者是吗？包拯，你让我与薛礼一同前去相助嬴政经，是否已经查出来另一位重度感染者身份？在你等疗伤期间，来无常谢帝安，他与判官陆指导魏征查出了他的身份。另外，也几乎可以肯定，间接害死我等同僚蒋欣的幕后者正是他。他是谁？西方的恶魔之王别西卜。无论他是谁，对我等10殿阎罗动手，动我地府先生，终要做个了断。这是何等生灵与六耳猕猴在交手？六耳猕猴不是风斗大姬的对手，这里明显是单打独斗。10殿阎罗又不是六耳猕猴的对手，出手的并不是地府先生，难道是那些残留的天庭先生吗？我说怎么耳朵嗡嗡响？原来来的是西方的苍蝇。西方苍蝇，你很狂啊！既来我东方地盘，那我也该尽一尽地主之谊。但是如来光，七劫佛陀，你是如来啊？我有头发。一句话，只有4个字，但却让别西卜怔住。你不是如来，那你怎么会佛光？金光闪闪5个字。不对，这不是西方佛光，这是地藏佛光。我想起来了，当初叶之王与地藏王一战，他当场习得地藏王的大日神通，这是大日神通。那是嬴兄的气息。重度感染生灵，六耳猕猴，1000年时间，嬴兄已经强大到如此程度了吗？阎罗王大人，转轮王大人，平等王大人啊！阎罗王不对，还有转轮王、平等王，见鬼了！阴间不见鬼，难道见活人？如此弱小的重度感染者，果然丰都大帝与我等之前的推测没错，成为重度感染者，并非是实力强弱决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特别之处啊！我这么普通的小鬼，竟然还能被认出来？不是你一直盯着我看作甚？我可不禁看啊！你这个样子让我想起风靡全球的塌房 RPG 手游《潮汐守望者》新出的英雄白胖，那么丑。谁说颜值代表实力了？他是指高中才者，抬手接年岁战场，加上《潮汐守望者》那高清电影级画质，可以带领你体验颠覆性战斗。这么厉害，在哪可以体验？就在左下角，现在点击就可以一起和白胖一起守护泰亚大陆了。我马上去试试。薛礼、陆游，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感染者如何成为重度感染者，是什么原因？恶念。有点不妙啊！
阎罗王似乎发现了我等重度感染者的情况。一直以来，我等推测生灵被感染只是最原始杀戮的生灵，但却有独特的生灵，他们纵被感染也能保持神智，被我等视为重度感染者。现在我才明白，我等一开始就错了。感染生灵三魂七魄融在一起，并非沦为最原始的杀戮，而是最原始的恶念。恶念生灵本就为恶，纵然被感染，他们自然也就保留了神智。不，或许保留的不是神智，而是他们本就是恶念，本心为恶，恶何来改变？顶多是放大了恶念，所以重度感染者才会感染后越发强大。不是，你们说就说啊，别盯着我看可以不？我需啊。到底是谁？神体西天的金蝉子唐三藏。我说了，我有头发，不是会神佛术法，便是佛陀。他本是学习2年半的西方苍蝇王别西卜，这个学有成就的他正常记着。耶！云南有钟打开防护罩，我们来拜仇。Battle 啊，好像挺好玩的。我会火莲，你会吗？看到别西卜被镇压，阎罗王与平等王、转轮王对视，皆是看到彼此眼中的喜色。太好了，就是要这样干死这西方的臭虫。这次迎凶下阴间带来的震撼，可比1000年前来的更多。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嬴正经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是吗？那再给你一个惊喜，秦广王，我在阳间碰到了，还认我为父亲，让我喜提一个孩子。未来要是蒋兴恢复了记忆，应该会羞得见不得人吧？把对手认作父，有趣，当真有趣。你们怎么笑得出来？秦广王认我做爹，对你们可不是好事。此话怎讲？因为秦广王可是10殿阎罗之首，现在最强大的10殿阎罗认我做爹，你们这些比他小的10殿阎罗辈分在我之下啊！来吧，包拯你们还不赶紧叫我一声赢叔！不斗你们这群老不死的了啊！包拯，你们上级的交谈我都听到了，重度感染者是因为恶念。阎罗王没有去卖关子，快速将重度感染者的发现说一遍。你也被夜之王击败了吗？他叫夜之王吗？他是夺天地造化之人，不在历史洪流记载中，很特别。我不是他对手，不过我可是为了拖延你来救援，把自己都搭上，你还是被抓到了，垃圾！怪我？还有后手吗？你最好是快点，否则以那陈渊泉的性子，他大概率会将我等的事情抖出。你想要得到回答，可是事关重大。我要是说出去，即便我现在是重度感染者，我也会下场很惨。我知道，但这不是我该考虑的。真是个绝情的修道之士，对我们弱小生灵都没有善心吗？你都说我绝情了，我哪里还需要有善心？真想看看你要是被感染了会如何。你是想说恶念吗？哦，你连这都知道了。不过你们要对付感染生灵，我的 SM 锁链是最合适的克制物。你做出来了？差不多吧。自从发现锁链，我就觉得是好东西，下了点功夫研究，怎么样？这位原厂家，你对于我这条山寨或作何评价？你花了多久时间做出来的？2个半小时。陈渊泉没有言语，只是看了眼仿制的锁链，又看了眼天条牢笼。有没有天理？你说有没有天理？老子可是花了2年半才研究出来的。你说仿制就仿制，没放弃超越啊！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研究6耳猕猴要我做的事？6耳猕猴是要你做什么事情？将感染生灵全部转化为重度感染者，甚至一切生灵转化为重度感染者。他果然还是说了，我突然有些讨厌我等的本质了，本性为恶，真的什么混蛋事都干得出来。就像是提到上帝，无论在任何地方谈到，连在天堂的上帝皆能倾听到。西天乃至是天堂与西方地狱，有一道道身影镇住，他们双目通体漆黑，散发着恐怖，几乎与儿童侧目，接受到共振嘶鸣。谁在教我等的邪邪道中？地府的方向啊，泄露了秘密，即便是我的同伴也该死。东方，你如今王总能找他。真惨啊！跟我的合作代价这么大的，都烧焦了。他只是跟嬴正经合作，告知了诡异源头，下一步七窍流血，直接开花。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
惨啊！跟我的合作代价这么大的是奥秘被知道了吗？还敢偷窥老子！今天我不杀生，但我记住了。林正经就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就这么注视着陈渊泉。虽然陈渊泉开花了，但并非死了。重度感染者的强大治愈下，即便爆成血雾也能治愈。喂，小黑，帮我查个人。同一时间，欧洲梵蒂冈一处星巴克咖啡店。好喝吗？好喝，你也喝看看。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没事，我不重要，你喝得惯就行。黑雾男人看了眼手机百度出的聊天话术，但刚回应完，骚扰电话就来了。叶之王在找你吗？是，主人找我办件事，需要我调查一个人。这个我749局在行，是要打下人还是外国人？我局有全部人资料，无论是谁。一个叫陈渊泉的死人。我认得他，他是我749局研究部负责人陈教授女士的亲弟弟。你主人找陈渊泉，有可能是寻仇吗？你放心好了，虽然主人没有明确说调查陈渊泉是为什么，但我可以肯定不是寻仇，因为主人跟我说过，报仇不能隔夜。果然大佬还是大佬，做事这么风行雷厉的。苗补女士闻言心中松了口气，随即直接联系749局。另一边，此时别西卜诡异地伸出无数漆黑触手，传播着某种信息。西天、天堂、西方地狱，一道道诡异而恐怖的身影，就像是灵魂与灵魂的交流。在这刻得到了属于别西卜的记忆。别西卜与六耳猕猴交谈的陈渊泉一事，遵循源头意志，我的记忆与之共享。说完，诡异触手缓缓抽离别西卜脑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这就是你的后手吗？当然，不过这次后手的事实让我发现了一位新同伴。六耳猕猴眯起眼睛，火眼金睛攒动。你现在是别西卜吗？我可以是别西卜。行啊，道出你的来历吧。既然别西卜共享记忆给我等，并在这时让你能与别西卜链接，你也是我等一员。现在别西卜刻意将你拉来与我交谈，不要浪费别西卜共享时间。行吧，我叫黑城隍。没听说过的名号，不过黑城隍这名号，你是城隍爷？不对，城隍爷不会拥有恶念，所以你不是真正的城隍爷是吗？你是取缔城隍爷之位，还是强行夺取神位？差不多吧，不过比起在乎我，你是否应该先跟我说说现在的状况？这位传说中的六耳猕猴大人，尽管六耳猕猴如今狼狈，但黑城隍同样判断出六耳猕猴的身份。同时，两者快速交流了番，两人的敌人都是嬴正经，又同为重度感染者。黑城隍和六耳猕猴没有过多保，将各自想知道的道出。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别西卜会将你合名过来，你竟然在阳间。既如此，你既与我等同为重度感染者，便为我等同伴。现在有一事需要你去办。因为那个叫陈元的大夏女人吗？不错，你该知道陈元的重要性。陈渊泉暂时脱离掌控，现在不能再让陈元也脱离我等掌控。这个事我会帮，不过你们也该出力。在阳间只有我一位，我需要帮手，因为我不干没把握的事。毕竟这可是跟那该死的家伙作对，但凡有点不小心都得翻车，我可不想被搞死。我等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我等同伴会想办法降临阳间协助你，或者你协助我等。那就好，你们想要做的事我并不感兴趣，也不在乎，但若想要搞那个家伙，随时可以联系我。我还以为我是独特的感染生灵，原来还有具备神智的感染生灵，重度感染者嘛，这个称呼还不错。你现在是别西卜吗？是，我已经将黑城隍的事情与我等共享。至于后续他们谁降临阳间，我不知道。不过如今除了天堂外，西天西方地狱天庭的反抗依旧激烈，想要轻易从那边降临阳间，可能性不大。该死的孙猴子还在反抗吗？那就只能从天堂打开缺口，降临阳间。这便是驱使天条牢笼的术法。这是 SM 锁链，以让地主能更好对付感染生灵。好东西，如果有此等法器，我们将能更好对付感染生灵。即便是面对上别西卜那等重度感染者，我们也能有机会对付病症呀。不说这些了，给你包拯，这俩交给你了。另外，小心点，六耳猕猴和别西卜终究是重度感染者，具备神智，他们就算被束缚，些许行动，但保不齐有后手或者逃脱的办法。你放心吧，有丰都大帝在，即便他们再厉害，也掀不起风浪。
对了，嬴正经，丰都大帝要我给你带句话。他说，如今他与地藏王暂时脱不开身，被感染的上帝被引到了西方地狱，不排除被引到东方阴间，所以他们无法离开阴间边界，必须镇守在那边，防止被感染的上帝侵入阴间。所以没办法亲自找你要抓捕的感染生灵，只能交代我来送，还望莫见怪。好，包拯，你到时候替我跟丰都大帝说一句，这些都是小事。咋了？嬴兄这么急着想回阳间抓黑城隍吗？不是，我只是想喝蜜雪冰城啊。他俩这是，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我说，你们能不能注意一下场合？你就是陈渊泉的姐姐陈苑。嗨，我前辈，我就是您要找的陈岩。另外，我不知道叶之王与我弟是否有什么怨言或过节，要是有什么得罪之处，我可以。不，你不可以，我一生只中意小谷一人。他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黑无前辈，真是的，羞死我了！你弟弟陈渊泉于阴间被感染，已成为重度感染生灵，现对主人有大用，所以将你所知陈渊泉一切，望全数告知。我弟成重度感染生灵了，认真的吗？认真的。主人除了刚才要我带的话，还有一话要我在你得知原因且平复好情绪告诉你。嗨，我前辈，您说，我情绪稳得住。主人要我跟你说，你弟的坟头可否告知于我？你弟的灵位可否给予我？这里就是梵蒂冈吗？头一次走出东方，这边的建筑风格倒是些许有趣。这位先生，这里不是对外开放的观光区域，还请你换个地方拍照。如果你感染生灵，主教及神父想要求救，将感染生灵出现的消息传出。然而黑手套不马击黑色浓稠液体凝固，他以生命为己。带我去天堂的神灵留下的教堂物品处，李家乐留在人世间的一根天使羽毛。黑城隍一手拿着本圣经，一手拿着米迦勒的天使羽毛，伴随许许念叨出圣经。米迦勒直勾勾隔着遥远看着，然后米迦勒动了，带着疯狂笑声，米迦勒冲向天堂之门，最终撞击在其上。我的孩子，住手！闭上你的嘴！你只是一缕耶和华的残念，你阻止不了我们进入人间。犹大，我知你对我的怨恨，但人间是无辜的，迷途知返吧。你现在回头，还有重返光明的机会。闭嘴！耶和华，光明与黑暗不是你说了算。等我染指人间，我说什么是光明，什么便是光明。圣经历史也将由我改写，而你耶和华只能沦为圣经中的罪人，连耶和华本尊都成了丧家犬。你一个耶和华残念拦得住吗？伴随着天堂之门的缓缓打开，感染天使们疯狂挤破头似的往门外挤。大教堂内，教皇正握着十字架项链，对天祷告着。却是下一秒，教皇似有所感，走开，往着教堂外的夜空看去。天使的气息不对，好斑驳杂乱，这是感染天使。天堂之门开启了。小谷，你留在这里保护陈教授女士。根本不给苗谷女士去反驳。黑雾男人抬手一挥，笼罩整个高级餐厅乃至整片周边区域的巨大障眼法施展出。黑雾姐妹，西方教皇、红衣大主教、梵蒂冈的圆桌骑士长、12审判骑士，只要是在梵蒂冈的，悉数抵达古老教堂。大天使米迦勒，黑雾男人一身在其中，如此的阵容下，也不得严肃起来。主教及神父在最外围，所有圆桌骑士随我一同杀敌。他们不再是天使，是恶魔。为了上帝，为了天堂，为了梵蒂冈，不要留情。此时，黑雾男人空中踏行，挥手间全力出手，所过之处，感染天使似秋风落叶，速速重创。小心，那是主天使，他了。
啊！你们有毒啊！经费燃烧那么严重，你还的那么卷，打坏我的屏幕，这个月从你工资扣，而且必须降低成本，立刻，马上！我的逼格没了。我在担心什么？他需要我担心吗？我不应该担心自己吗？他的实力难道跟教皇大人一样，达到了做天使级？东方的仙术法向天地。有办法关闭天堂之门吗？有，不过需要时间。我可以尝试沟通天堂之门，将门户关闭。多久？半小时。大天使米迦勒要在上神级的仙神面前坚持半小时吗？他是这半小时慢有点小难度啊。另一边，预为了避免订单波及到陈快到了教授女士时间了。生命安全，苗谷女士第一时间带着她动身远离梵蒂冈。陈妍姐，总局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去就近的意大利，局里跟意大利联系，乘坐那边的飞机回大夏。不行，这是最好的亲眼见到，乃至接触感染生灵的机会，不能错过。这有助于感染生灵的研究，说不定能就此攻克之前的难题，找出对付感染生灵的办法。不行，梵蒂冈现在太危险了，大天使米迦勒他都被感染了，梵蒂冈那边想要对付可能性太低了。不是有真武化身在吗？虽然不在我大夏地界，真武化身实力达不到最强，但对付我知道的命令是保护你，第一要务是保护你，而不是帮梵蒂冈。如果我留在这里，我就会有危险。你要了保证我没有危险，不就得出手帮梵蒂冈吗？陈教授女士不愿意放弃难得的研究机会，企图找理由留下来。然而下一秒，你留下来就是危险。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带走你才是最好的保护。真武化身，大天使米迦勒出天堂之门了。虽然保护你是第一要务，但守护大夏守一生的职责。感染生灵在梵蒂冈扩散，世界必定遭劫，注定会波及到大夏。我不会袖手旁观。那是顺其而至，斩向了天堂之门，并精准斩在了大天使米迦勒上。原来当初日本九居一派被灭的真相传闻是真的吗？大夏传说中的真武化身真的存在？那就是银尊说的真武化身嘛。当国运强盛到一定程度，将诞生庇护一国的特殊生灵。上一次出现还是在炎黄统一华夏。奇特的东方生灵，难怪我等同伴会在那片东方的地方受挫，难怪来自东方的同伴需要我来协助。又一上神级仙神犹大，他就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确实是与那幅《最后的晚餐》画里的人长得一样。东方的特殊生灵，你管得太宽了，天庭与地府都自顾不暇，你一区区阳间生灵，还敢插手我西方的事？天庭与地府乃我大夏神明之所，以为我大夏领土。你如我大夏之地，我不会无动于衷。不要离开这处红圈。好，真武化身，你放心去对付犹大，我不会走出红圈的。让你不出红圈，只是因为在这周围还有一个具备神智的感染生灵。这个感染生灵盯上了你，一直不曾离开。为确保万无一失，我才画此红圈。真武化身直接坐下，专心对抗犹太尔族。太陡级的感染生灵吗？不对，我都感受不到，难道是东风奏极境呢？黑城隍，我还以为有西方的同伴帮忙，事情会变得容易，果然还是天真过头了。没想到存在于传说中的真武化身，竟在这个时代存在。黑城隍不是在大夏吗？怎么跑来欧洲？还是冲着我来的？是因为我弟，可是我弟不是在阴间，在夜之王的手中。不过要是真因为是我弟，难道感染者之间难不成除了能融合，还能彼此产生不为人知的联系？黑城隍并未动手，停在与陈教授女士一定的距离的路边。他四下打量周围，双手摊开，左右掌心各自流淌出黑色浓稠液体，看着陈教授女士身旁不断展出剑光，与之远方夜空的犹大碰撞。我现在出来，有被逮住的风险。不过真武化身，你与我同伴的交手，我如果干看着也不行。你干看着不行，那是不是我干看着也不行？该死的家伙，
夜之王。银尊伴随着嬴政金光影被认出，就连交手中的真武化身女犹大，两者仿佛心照不宣，皆停手，忍不住往嬴政金光影看去。好像不是东方的神灵，为仙为神的力量，却满是人间烟火气息。难道他居然是还属于人世间的人？原来是他嘛！夺天地造化之人，不入神级仙班，却有如此实力。另一边，尽管注意到犹大与真武化身的注视，但嬴政金毫不在意，而是盯着黑城隍，那恐怖的安全感，让黑城隍有种莫名的压迫感。又见面了，黑城隍，这是打算做什么？远渡西洋留学吗？现在不兴这套了，外国人可过得比我们大下苦。嬴政金打趣说着，接着似有所感，向老教堂看去，看着梵蒂冈与感染天使群大战。确实苦，不止午餐带，还有天使款待。对于嬴政金的话，黑城隍虽听不懂，但也听得出嬴政金在打趣他。黑城隍对此并未生气，直接一个技能招待。这个时代的小谷，待在圈内，不要离开。在阴间活动久了，一下子没能收住实力，破坏民用房屋了。算了，反正房屋破坏不破坏也一样，房地税该交，房贷也照样要还。嬴政强，你这都没什么伤害啊，打架是这么打的。一下子没能收住实力，又破坏民用房屋了。算了，反正这里不是大夏，而且749局会搞定的。嬴政强，你不是人，你已成仙登神。虽然你说话挺不好听的嘛，你要这么认为也可以，但是我还是喜欢做个人。钟馗粗烈。谁乃公滚回去？回不回去不知道。钟馗被踢中，身躯爆开。苗谷女士看得心惊肉跳。苗谷，夜之王这是位列仙班了吗？位列仙班是突破了人类界限，超过了人间红尘仙，登宗造极境之上。根据洪荒体系中，位列仙班是从凡仙开始。按照大侠749局记载的洪荒体系中，钟馗黑白无常是地仙之境，夜之王能轻松压制他们，肯定真仙之上。封锁阵困禁囚，驱使漆黑浓稠牢笼困住嬴政金光影。发言封仙诀，让我猜猜，你是融了鬼统地狱的镇北鬼王是吗？定死你妹的，我还没读完。这确实是不错的术法，但你可能不知道，镇北鬼王的发言封仙诀是我当初教给他的。煞费苦心了你。想用8字封仙诀困我，趁此用黑色液体感染我，想法挺多，但你对我煞费苦心，我可不是光等着你来报复。嬴兄，你这是在与谁交手？转轮王探向面前，就见一个个与嬴政金模样相似的陶土娃娃，其中一个染上黑色浓稠液体，当场被嬴政金果断生气。和黑城隍交手，你觉得黑城隍能毁掉我几个陶土娃娃？我不知道你的陶土娃娃具备你的多少成实力，但黑城隍为重度感染生灵，还融了钟馗与翠玉，我想还能再毁掉你4个陶土娃娃吧。嬴兄，你这陶土娃娃怎么有点和传说中所描述的女娲团土造人之术相似？我游历史去过女娲所居住过的女娲洞，在里头待了3天，我突发兴致，在里头以泥土做陶器，想用陶器生火做饭，然后炸炉了，令女娲洞由此受到刺激，重现出上古时代女娲在此创下古老神通术法团土造人之术的景象。这难道就是手握剧本的男人吗？这种缺德的好事都能碰到？侥幸而已，我就是运气好，正巧瞎猫碰见死耗子。若这算是瞎猫碰见死耗子，我也想成为瞎猫，就算让我自抠双目真瞎了都行。女娲创下的团土造人并非无敌，和其他神通术法也有着局限性，犯不着为了学此而自抠双目。我就说说而已，你还当真了？黑城隍，你变强了。然而对于嬴政金的夸奖，化身妖龙的黑城隍却并未高兴。把我杀了不下10次，要不是因为已经成为重度感染者，拥有不死不灭的身躯，老子已经成为荷包蛋了都。不行，36级。黑城隍，同样的错，我可不会再犯第2次。那锁链难道是我弟制作的锁链吗？竟连具备神智的感染生灵都能灌呀！中国制造就是厉害。就见黑城隍被锁困住，脸上并未有慌乱，而是还是笑眯眯。不管是1000年前还是1000年后的现在，你总能让我栽跟头。谢谢夸奖。不过你也说了，同样的错你不会再犯1次，而我也一样。黑城隍，你的比克大魔王表演很精彩，但还不够啊！
耶！嬴正经，看到没？我又逃出来了。黑城隍，你的比克大魔王表演很精彩，但我可是看过七龙珠的啊！看着眼前的漆黑大阵，黑城隍明白，嬴正经找到他并非偶然，而是早早就蹲点在此准备舔包了。1000年前是如此被你封印，1000年后还是如此吗？黑城隍，跟我比，你还是太年轻了。你在地上，而我在大气层啊！被他抓住了吧？林希普再三强调，要我等不要小觑来自阳间的嬴正经。我现在明白了，他确实是我等降临阳间的最大阻碍。黑城隍被镇压，犹大没有了留在这里的理由。嬴正经光影自有所图，朝犹大注视而去。待我等降临阳间，将会与你清算一切，无论是别西卜一事，还是金玉一事。既如此，我送你吧。叶之王前辈，感谢您这次的出手相救。当我这次回去就去取我弟的灵位给你。至于我弟的坟头地址，我等会告知黑雾前辈。如此甚好，我给你个保证，我暂时不会对你弟做出危害。另外，这个给你。谢谢叶之王前辈，有了这些感染天使，我可以更好的去感染生灵的研究。你给我想要的东西，我不会白占你便宜。我镇压黑城隍时，我观你眼中有兴趣，但黑城隍危险性大，无法赠予。不过这些感染天使倒是可以，当是作为你给我想要东西的回馈。叶之王前辈，小谷，或者该说苗谷，我知你心中有许多疑惑，但不要去彷徨。你即是你，也是过去的你，也是现在的你，你就当是过去失去的记忆便可。嬴正经光影一直点在苗谷女士眉心，一抹光芒没入其中。小黑他做事一向直男，我与他有聊过，他很喜欢你。我作为小黑的主子，理应给你点见面礼，只是今日来的仓促，只能给予你微薄小见面礼。我想你会喜欢的。苗谷女士有些愣神，正当她摸着眉心，下意识看向黑雾男人想询问时，唤醒前世记忆。不对，原来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小谷，你沉下心去感受眉心，就是你之前跟我说过，科学对于修道知识的研究，那个被你们现代人称为松果体的脑部组织。苗谷女士闻言点头，出于好奇，沉下去感受。而此刻，苗谷女士再一次浮现记忆景象，与一个小女孩对着青年撒娇。嬴尊，你说这世间最厉害的修道宗门是什么？罗虎山、茅山，还是五台山这些啊？哪有什么最厉害，在我眼里都没我厉害。嬴尊说的对，嬴尊最厉害。小谷会夸人就多夸点，我爱听，哈哈哈。小女孩与青年谈笑着，苗谷女士静静身临其境倾听，直到小女孩说出一句话：可惜我是草根，没有玄根，当个尼姑都不行，不然我要是学个嬴尊的一些本事，肯定也能变得跟黑哥哥、王哥哥一样厉害，成为世间最厉害的修道之士。是黑哥哥、王哥哥，是黑雾前辈与王文清前辈吗？原来我在1000年前便与叶之王认识。小谷，世上哪有什么废物与天才，这些只不过是世间生灵对于天才与废物的定义而已。不要因为外人的定义就否决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天才，找出你的天才之处，你就是真正的天才。嬴尊，你说的对，我就是天才，不过我不是修道天才，我是翻花绳天才。我翻花绳可厉害了，不过也可能是其他天才。等以后发现了我是什么天才，我跟嬴尊说。好，我等着那一天，到时候给你个奖励。好，一言为定。那嬴尊来拉勾勾，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虽然1000年前我是什么天才不知道，但现在我是阳谷的天才。话音落下，其话就像是一把钥匙，开启一道闸门。嬴正经留给苗谷的关于古诗、古虫的术法与学识全部涌入脑海。苗谷没事吧？他即便是有事，也只是好事。无论1000年前还是1000年后，主人都不会伤害苗谷。全员发现，苗谷虽然实力没增加，但却多了种实力强大变化。嬴正经，黑城隍采访你一下，重新回到天条牢笼，感觉如何？是不是有种回家的感觉？世人是不是有病？刚好你们3个人可以组装斗地主了。斗地主是什么玩意？难道他要对我们用刑了吗？他这个建议不错啊。嬴兄看你这笑容，这是已将黑城隍抓住了吗？是的，薛礼老兄，先不聊了，我出去一趟。啊，嬴兄还要出去做什么吗？去提升实力，正好趁着在阴间把之前未渡完的劫渡了。之前在阳间放不开手脚，现在在阴间可以放开了。
天堂和上次的后花园一样，同样遭遇危险。不少岛屿烧黑土，原本该铁看状元，如今犹大，为何回来的只有你？名为陈月的东方人呢？失败了，我在人世间受到了阻碍，没能带回陈院。谁阻碍了你？这个时代的人世间西方又诞生了鱼尾一样的英雄王吗？就算是诞生了人间王，也不至于达到阻碍犹大的高度。这次不止犹大前往，还有我等在阳间诞生的同伴，与他里应外合，如何能被阻碍？我身上的国运力量非英雄王留下，而是我遭遇了特殊生灵真武化身。这时代的真武化身，我能感受得到。很年轻，不足100年的岁数，但我却需融合上帝12门徒才可与之一战。难怪你会被阻碍，此等真武化身将是我等降临阳间最大的阻碍，必须抹除。真武化身是强大，但是问题还不是很大，还有一阻力才是我等降临阳间的最大阻碍，他就是夜之王嬴政经。镇压了别西卜的夜之王，接连2次阻碍我等，令我等让所有感染生灵成为重度感染生灵的计划无法照常进行。他该死，我等或许该去一趟东方阴间，将阻碍扼杀。天庭久攻不下，西天也陷入僵尸，不能再让阻碍扩大，该处理了。犹大随我一起前往地府，抹杀了夜之王。在我东方有句古话，养虎为患。我等不会就天庭与西天战事而去搁置处理夜之王。刚才你将人世间的事情讲述，我便与我坐骑白额虎联系，命他通知我等在天庭的同伴天启4喜瘟疫，由他里被感染的我东方瘟神投放地府。我等虽暂时不能腾出手对付夜之王，但也不会让他就此安逸过日。难怪封神时期姜子牙都能差点着了你的道烧毁封神榜，申公豹你确实有智慧。夜之王难以被我等感染，但他终究是凡人之躯成仙登神，并非如我这般天生神灵，亦或是真武化身这等特殊生灵。凡人之躯终有生老病死一说，既然我等感染不得，确实可用传染病魔，我倒看看他将如何对付诸般病魔死机。这个地方不错，是个渡劫的好地方。他只是在渡劫，却因为无聊一直在跟黑城隍找谈人生。黑城隍这个雷劫帅不帅？要不要来点？嬴政经，渡劫就渡劫，能不能别烦我？如果你告诉我为何你会盯上陈元，并和天堂的犹大里应外合，我可以站远一丢丢。我是被重度感染，并不是得了脑膜炎。你觉得我会傻到回答你这些吗？万一呢？总得有个不是幻想。再说了，你看我俩关系多好，我亲手送你进去，让你有个房子住，还是比城隍庙都高级的住房。这高级的牢房，我可不稀罕。不过这都是过去式了，之前我实力不够，别西卜确实对我是潜在威胁，但接下来不算威胁了。话音落下，嬴政经迎来了第99道天劫，然后第100道。该死的，超越99级数的雷劫，我还有希望报仇吗？我需要融合多少生灵才行？他到底达到了什么实力层次？这一剑天成地下，即使身处18层地狱，雷鸣亦贯穿18层地狱。被转轮王倾听到。我的老天爷啊！已经开始了吗？嬴兄，这就是你的雷劫。转轮王大人，嬴政经大人读的是何等雷劫？恕我学识匮乏，我不记得有这等级数的雷劫。不是你才疏学浅，而是嬴政经的这等雷劫，古今不曾记载过。越王，这是出什么变故了？怎么震动这么大？是不是鬼门关出什么事了？这是天劫雷，而且是从鬼门关那边传来的。难道地府内有人在渡劫？陈院，你对超脱世俗圈的记载了解深刻，是咱们局里行走的超脱世俗圈的历史图书馆。你知道什么级数的雷劫可以呈现出阴间似有巨龙腾空，横跨银河摘星揽月的兆头景象的吗？星空浩瀚的雷劫景象吗？这个倒是有印象。说来听听。就是说，这是雷劫。好了，你别说了，越王，我们继续。好。这是第几道了？算了，不数了，跟我没关系。
还好是在阴间渡劫，这要是在阳间，我真不知道要在哪里渡劫可以避免巨大伤亡和损失。我可以去自由的美利坚，那边加州大火都可以不在乎，而且昨天还猛降了1夜率。哦。现在的阳间竟发展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了吗？连这等雷劫都可以不在乎？加州，这是哪个地方？你们可知道在哪？我知道徐州、福州、荆州，头一次听说加州。我觉得或许地名已经改了。你这么一说，难不成加州是赤壁？加州大火，我记得在那个蜀汉时代，曹操有过被火烧赤壁，那次损失可是巨大来着。哦，就在地府大火交谈时，嬴政京还在持续沐浴雷劫，雷劫数早已超过99道。嬴政京心中数了数，已然来到第599道。99数级已达到，看来是要奔着999道，又或者象征33重天的3000雷劫嘛。哇，好像700-800道，这等雷劫无法复刻。就算复刻，也得想想会不会被雷劫劈死。可惜嬴政京的实力在我之上，否则真想以生死簿窥一窥嬴政京上一世是什么生灵。怎么，这与嬴政京现在有关系吗？有，怀疑他避雷针转世。999道雷劫，正好把我肩膀酸痛的毛病治好了。这是什么雷劫？这么绿？与时俱进，稍微改变了一下雷劫颜色。哈哈哈！好气人！天选之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嬴政京，你现在感觉如何？感觉很好，就像是吃了炫迈一样。好，嬴兄你当真了得，竟真的抗下了感染生灵的侵蚀。不，薛礼老兄，你理解有误。那是。这下理解了吗，薛礼老兄？嬴政京，你如今的实力？薛礼老兄，你是想问我的实力是吧？不用在意繁文缛节，我如今的实力嘛，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具体多少。我等为登峰造极之境之上，乃为列仙班。但古时候阳间流传说法，为成仙登神之境，诸天神佛皆为此。而1000年前你便是地仙，1000年后见你，我等为真仙，你却已在我等之上，怕是已进入到真仙之上了，是吗？不错，其实我刚苏醒，那会便是步入真仙行列，之后醒来渡了一次劫，应当是步入真神之上，就是不知具体曾是何次，是镇元子那一列的道君，还是二郎神那一列的神君。不过我虽对天庭的仙神不熟悉，但我对你们地府阴神熟悉。如果要做个对比，若以1000年前为例，我有自信1000年前我有如今这般实力，对上老光头我会赢。众地府阴神怔住，看着嬴政京，死一般寂静。多一次劫就跟开了挂一样，要不是我不是避雷针转世，我都想去抗一下那等雷劫了。超900道的雷劫，这要是劈我身上，到时生死簿上我的名字得被划去了，直接去地府报道。堂堂阎罗王被雷劈死，还别说，我想看。要不包拯，我想办法助你引发雷劫，你尝试看看，到时候成功了，我是第一个免疫感染的人，而你就是第一个免疫感染的地府阴神。你当个人吧，这等鸿福，本王可无福消受。越是强大的仙神，所渡雷劫越强大，达到玉帝与丰都大帝那等层次，可不好承受。不过就算想要尝试，也无法尝试。就是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就像开了个大挂。传说中的东方蟠桃果然非凡，3000年开花，3000年结籽，3000年成熟。若是加以感染下去，食用感染蟠桃者，将立刻沦为与我等一般无二的重度感染生灵。怎么，天庭有变故吗？我这就过去。天庭暂时还未多生变故，我前来只是主人要我跟你交代一句，待天庭瘟神赶赴阴间地府，传染夜之王。夜之王关押我等同伴别西卜、六耳猕猴的东方阳间人吗？为何是要我传染，而不是感染？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原来是这样，无法轻易被感染的人，难怪会来找我。既然如此，我便带东方瘟神去一趟地府。主人要我跟你说，莫要轻敌，犹大此次降临西方人间，别栽在夜之王手上。新同伴黑城隍还被镇压。我明白了，你这次回去顺道告诉申公豹，让他通知我等同伴，感染蟠桃珍贵，慎重筛选出同伴进行感染。东方的斗战胜佛，他是个不错的同伴人选。如此甚好。夜之王有意思，既然无法让你成为重度感染生灵，那我瘟神出马，必让你霉运连连。什么玩意？这是瘟疫吗？难道是瘟神？给我反弹！你不要过来啊！你就是4骑士中的什么瘟疫？
就是你想跟我谈人生？没错，就是我。那就好办了。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到底是啥意思？这个意思。没爆装备，又是一具分身，这群人怎么那么怕死？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没什么意思。对，没意思。西方的老鼠总是喜欢做这种偷鸡摸狗之事。接下来嬴政敬你无论如何都要多加小心，即便你如今实力足以与地藏王匹敌，感染生灵多少有点脑筋，多加小心为妙。说来嬴政敬你准备什么时候回阳间？准备了，如今前来阴间所要办的事情都完成。嬴政敬你如果回阳间，帮我等办件事。秦广王，不错，你之前所言，蒋欣失去了记忆，你此次回阳间，若蒋欣还无法恢复记忆，我寻思着可让蒋欣回阴间地府，兴许能借此唤醒记忆。行，我这次回去，到时候跟胭脂说说。不过这些还是得依据秦广王的意思来。虽然他失去了记忆，但如今的他也是秦广王。不过现在的阳间可是充满诱惑，秦广王可不一定会乐意回来。也是，这个时代倒是有意思，对百姓保护得很好，难怪会诞生真武化身，难怪嬴兄你会想早点回在这个时代的阳间。想当初几十年前的大夏，我可是记得清楚，那时的亡魂数量急剧增加，皆是忠烈，皆为当时的大夏抗争。而今短短几十年，已经不再弱小了。现在可不弱小，现在可是强大。这不，我下阴间前，西方的豪强，因为我大夏发布领先全球的 AI。你们不懂 AI。你们可以理解成世间已知知识全浓缩于一张纸，且你可以自主询问，从中得到解答。这可是大夏世俗之人所制作出，牛逼吧？好，这才是我炎黄子孙的铁骨铮铮，干得漂亮。可惜如今地府受损，百废待兴，我等还在与感染生灵对抗，否则我定当与丰都大帝交涉，恳请在生死簿上填上一笔，为这些人的寿命增加个10年。就这样，一阵霹雳吧，阿巴阿巴之后，嬴政敬便离开了地府。什么意思？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中文10级竟然都无法通透，这是什么意思？可恶！损失了一具分身，夜之王无法被感染，无法被瘟疫，这个人必须除掉，否则将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天庭，不周山，作为偌大的天庭，仙域仅存完好之处。山上聚满天庭残存的众仙家，四方天兵天将皆在此。山下却是遍布密密麻麻的感染天庭仙神，海量的感染仙神上不周山，及不周山凝聚的8点4。阿弥陀佛。来了吗？他果然还是从南天门过来了吗？看来南天门是出事了，我等同伴并未阻拦住丰都大帝驰援南天门。他就是东方传说中不入西天的神佛地藏王。我倒是有些明白了，为何地藏王被撒旦尼所看中，想要将他感染成我等同伴。他有被提名的资格。地狱不成空，地藏王永世不踏上西天雷音寺。他在西天的地位特殊，受西天诸佛尊敬，不下于如来佛。若将他感染成我等同伴，将是对西天一次大打击，也能为我等增加一位强大同伴。外边吧，我。丰都大帝，你来的正是时候。玉皇大帝说着，注意到丰都大帝腰间别着漆黑牢笼，感受着玉皇大帝的目光。丰都大帝随手取下天条牢笼，牢笼内关押着别西卜与六耳猕猴。丰都，你居然抓获了重度感染生灵，而且你这天条牢笼的材质还是国产的。这是我此次冒险前来与你会合的目的。一位阳间人捕获了重度感染生灵，并且从中效仿出沉渊拳，炼制出可操控感染生灵的锁链。重度感染生灵不是你抓获，阳间人，阳间竟出了如此了得的人，他是谁？竟连重度感染生灵都能抓获？一位被称之为夜之王的阳间人，乃阳间大秦时代得夺天地造化之人。这一天条牢笼的材质，正是他随手捏的。夜之王是谁？你们认识吗？天庭有这号人吗？真是顽强啊！但正当他准备打破西天大雷音寺时，被感染的恶佛帝释天突然一愣，往不周山的方向看去。这是南天门的阻拦没成功，让丰都大帝与地藏王杀入了不周山与玉帝会合了吗？此时，重度感染生灵们聚集在不周山外，
与之遥遥相望的一座仙岛上。现在的重度感染生灵，经过黑城隍的分享，再加上西天传来的4骑士瘟疫的消息，已知晓嬴政经免疫感染。叶之王得处理掉，留下他将是我等最大的威胁。即使是酆都大帝、地藏王驰援天庭，这些不重要，但嬴政经免疫感染，这是重中之重。感染是我等最大的依仗，也是最大的底牌。就算是玉皇大帝都拿感染无济于事，叶之王将改变这一结果。我们需要再一次商议，对叶之王出手。想要对他出手，只有我等降临阳间，但办不到。酆都大帝和地藏王跟玉皇大帝会合，我等已经无法彻底围困他们在不周山。一旦我等有大规模降临阳间的意图，天庭与西天将疯狂反扑。申公豹，说出你的想法。我知道你的想法很多，无需在此默不作声。黑城隍提出，我等同伴间的相容可以孕育更可怕的重度感染生灵。固然此举可对付叶之王，但一旦不成功，将削弱我等同伴数量。我等新同伴黑城隍，他的方法可尝试。我反对两个具备神智的重度感染生灵融合，没有谁知道最后留下的神智是谁。虽然我投的是反对票，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句，融合的结果没人知晓，可能是一方融合一方，也可能是双方融成新生的灵智。或许可以找源头尝试，它是感染的源头，将更容易产生所谓的感染进化。找源头不是不可以，但自从源头感染了上帝，将我等聚集在一块，他便不知所踪。师父亲，灵尊，我来了，没超时吧？可以呀、你是懂卡点的，来的刚刚好。父亲母亲，这就是你们说过小黑叔叔很厉害，是指他送外卖很厉害吗？果然，网络上说的没错，每一个外卖员都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小秦广王直勾勾盯着黑雾男人的外卖衣服，黑雾男人瞠目结舌，满脑子都在父亲二字上。国外时间流速和国内不一样嘛，我这才离开多久？嬴尊你和鬼后连孩子都有了啊！小黑你想什么呢？参见少。参毛线，他不是我和胭脂的孩子，也不是什么私生子干儿子，他是10殿阎罗秦广王。等会我再跟你解释。陈教授，既然小黑在带你来时告知你见面原因，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现在就安排你与陈渊泉见面，如何？不介意，我随时可以和渊泉见面。那我先带秦广溜达。黑五，不介意的话，带你和这位女子一起随我陪同秦广，我正好告诉你秦广的事情。转世的小谷居然走上了修道知识一路，终是如了当年小谷的心愿。很快，随着众人与鬼离去，嬴政经也带着陈元进入了仿制天条牢笼内。姐，好家伙，叶之王你果然调查出了吗？我还有个姐姐。就像你当初说的，我要查你信息很容易，如今我将你姐姐带来，怎么说？有何感想？激动不？感受一下什么叫血脉压制吧。姐，没想到我还有见到你的一天。是啊，我也没想到，我本以为你死后将因生前罪行下18层地狱勇士不得超生，没想到再见你成了重度感染者。没办法，毕竟常言道祸害活千年嘛。不过看见你能出现在我面前，还跟咱这位伟大的叶之王在一块，怕是我的同伴们不给力哦。也不知道派了哪个刁毛同伴来降临阳间，是一个叫犹大的刁毛。上帝门徒犹大嘛，没想到派了他都失败了嘛。是不是刷新对我的认知？是。突然，陈渊泉愣住了，目光逐渐转变，最终变得一脸见鬼似的。嬴政经，你对你自己干了什么？你为什么给我一种我根本无法感染的错觉？哈哈哈！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够变态疯狂了，没想到叶之王你更变态。叶之王你居然直接拿自己做感染实验了吗？还真给你成功了，彻底免疫感染。被你这个杀人魔夸奖，我怎么感觉一点快感没有？我这话可不是夸奖，只是说事实罢了。当然，你要当做我拍马屁也行，我不介意，只要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免疫感染，我愿意每天拍你马屁。陈渊泉漆黑双目灼灼，仿佛有光要射出似的。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你如此夸人。我不夸人的原因，姐你自己清楚，不是我不会夸人，而是在座的各位都是渣渣。不过现在有个例外了，叶之王前辈，他这人是个神经病，你可别答应，因为他真的为了得到想要的研究学识与结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这弟弟是不折不扣的神经病，是反社会型人格。
姐，你这么说自己的亲弟弟，你才是反社会型人格吧？太伤人了。你是个什么东西？我清楚的很。渊泉，你是不是想要知道叶之王前辈怎么做到免疫感染的？是。那你就等价交换，给出或者说出与之对等的价值事物，比如我们所不知道的关于重度感染生灵的信息。陈元突然的套话，林正经心中笑着点头。他请陈教授女士来的目的便是为此。别想着拿假情报或者无足轻重的情报糊弄，你我都是研究学者，我相信你了解我看待情报的分析能力。陈元泉眼见还没说出口的话被识破，不禁啧了一声。看来叶之王找你来，这是让你来套我话了。你可以这么认为。行了，赶紧的给出答案。你现在还只有2分50秒的时间，2分49、2分48。上一次看姐弟相争，姐姐血脉压制，还是在抖音，今天亲眼所见了。另外我提一嘴，陈教授你大胆放心去问陈渊泉，一切情况由我承担。好的，叶之王前辈。有了嬴正经的亲口承诺撑腰，陈教授女士更加有底气。渊泉，你还有2分10秒、1分30秒，你再不做出决定，可就无法得到叶之王前辈如何做到免疫感染，也无法知道其他了。渊泉，你还有1分01秒、59秒、5秒、4秒、3秒。感染并非从天堂开始，存在着源头生灵，一切从源头感染的上帝开始。源头生灵，渊泉，你这话什么意思？说清楚。陈渊泉没有第一时间回应，此时的他满脸狰狞，仿佛承受了无法言喻。感染惩罚，感染源头并非被任何生灵所缔造出，一切感染从源头感染上帝开始。叶之王，我这条信息足够有平等价值，别忘了你我的约定。但我之语，告诉我你的免疫感染。天堂开始，存在着源头生灵，一切从源头感染的上帝开始。他只是剧透了一下，就被爆浆了。不就是剧透一下吗？用不用这么狠？谢叶之王，不用谢我，保护你是应该的，本身就是让你替我办事，自然护你周全。看着陈渊泉黑色浓稠液体缓慢蠕动，陈元一眼辨别出陈渊泉伤得惨重，恐怕没个10天半月恢复不过来。陈教授，你觉得如何？陈渊泉说的存在感染源头，以我对渊泉的了解，他虽然心眼子多，谎话连篇，但碰上想要的研究学时，他是尽一切想要。比起去保住感染生灵的机密，他更在乎研究学时，感染生灵在他眼中都纸玩具。好，不过我建议关于感染源头的事情，我不建议外传。感染源头感染过上帝，再加上胡三老太爷和陈渊泉透露消息，显然源头已有着上帝倾听万物的本事。所以关于感染源头，我顶多只和林总局述说，你看可以不？行。同一时间，岛国最大的港口东京港，一位工作人员嘴里一直念着要保护城隍神像。就这样，工作人员背着主神雕像，在岛国漫无目的行走着，最终看向一侧山林亭下，里头摆着一光头和尚式的石头雕塑，是岛国的土地公。搬开岛国土地公神像，将之替换上黑城隍的主神神。就在这时，岛国土地公睁开双眼。岛国土地公神像化为了一道神明虚影，注视着黑城隍主神雕像，通体漆黑，且在此刻散发出的令人不适的气息。私はどうして私の心臓を勝手に動かすことができますかと言って、僕は私のアマテラス神国が支配している人間の番ではありませんが、どれであれ、大胆に私の神棚を占領をして、罰を受けるべきです。神明虚影一直点出，径直落在黑城隍主神神像眉心，然后没有然后了。他预想中黑城隍主神神像没有爆碎开，只有指尖触碰处渗透出一滴黑色浓稠液体。下一秒，神明虚影变成了首位被感染的岛国神明。垃圾就要待在垃圾堆里。小黑怎么样？调查黑城隍残余有进展了吗？嬴尊找到了，黑城隍石像丢失，749重视，也办事效率很高，很快查到监控录像。根据最后拍摄到的城隍神像，以及调取各个路口监控，查到前往了海口，登上了前往岛国的大型货轮。岛国黑城隍倒是会找地方。我如果没记错，天庭与高天原是相邻的，这是打算藏于岛国，顺便也从岛国的高天原前去天庭，与其他重度感染生灵汇合嘛。高天原，铁之王前辈，你是说岛国神明的居住地天照生国吗？对，是有小股什么高见吗？不妨说说，我应该过会就会离去，去一趟岛国那片弹丸之地。黑神皇藏匿去岛国，或许真可能如叶之王前辈猜测的，借高天原去往天庭，
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1、2个月前正是岛国的神无月之日。神无月，岛国1年1度众神明齐聚高天原聚合的日子是吗？是的，没想到夜之王前辈也知道这个吗？看来这些海外的神明并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呀，他们也在关注天庭、天堂的情况。1、2个月前，正好临近天庭与地府遭遇感染生灵的时间。小飞小虎，我去一下岛国。德川家康，原来是他啊！国人死后供奉成神，属于是岛国的城隍了。这帮妖怪胆敢阻拦东照大权县的路，速速让开！东照大权县，这就是德川家康在岛国神道的称呼吗？很中二，很有逼格啊！不是我国的人，你是谁？你们是要前往高天原是吧？是的话，正好顺路带我去一趟。德川家康心头狂跳，他发现自己别说出手了，连眼皮都没办法眨动。不要激动，你打不过我，我只是有事需要去一趟高天原，借你搭个顺风车。另外，我这不是在跟你请求，而是在告诉你，我要搭顺风车。当然你可以拒绝，但我不会听。德川家康听得眼皮直跳，这是他自成为东照大权县以来头一次被如此威胁。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老大，你以后就是我老大，我愿意当您的车夫，请不要把我当人。你也不是人啊！走吧，带我去高天原。可以。老大，那就是我天照神国天照大神所统御的高天原之地，怎么样？与您天照的神灵居住的天庭比起来如何？我想不会逊色多少吧。我没去过天庭，不懂高天原和天庭是不是差不多？不过我可以问一下小黑。好。他们说你们高天原跟天庭比啥也不是。叶之王，你换手机啊？是啊，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好划算，像我这华为 Mate 60就只花了3500，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这么划算，靠谱吗？放心，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电脑也只要1700多，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原来如此，不过叶之王，你没去过天庭吗？你这等层次不应该飞入天庭了吗？难道你去往的是地府？谁说成仙登神就得去天庭或者下地府，在阳间不挺好，快活4神仙？德川家康沉默，见鬼似的看着嬴政经，他再三打量嬴政经，感受得出嬴政经的气息古老，来自于古时。德川家康作为生前世人，死后供奉成神，他无比清楚在阳间成仙登神的含金量。不去天庭，不下地府，于阳间变成仙等登神，那个我能否问一句，叶之王阁下难道是十分久远时代的人吗？天朝商周人，我来自大夏大秦时代啊！太疯狂了！大秦时代灵气已匮乏，叶之王阁下已经能成仙登神，不对，也可能你是后续更匮乏的时候成仙登神的，也不一定。老大，能否再问一句，以您现在的实力，你觉得对付我的话，需要用到你几成实力？啊！你确定要我回答？随后，德川家康便看到嬴政经竖起了一根手指头。您只用1成就能对付我吗？这难道你已经达到？谁跟你说这是1成的意思？德川家康愕然住，霎时似想到什么，眼皮直抽动道：“一根手指对付我？不是，是一个喷嚏。”对不起，打扰了，我现在就送你去高天原。天照大神召开此次神在月，嬴政经为了寻找黑城隍，化身胡氏，参加了此次大会，一起入击碎岛国神明。还有谁？叶之王，控制一下，麻烦控制一下好吗？我不想这么高调啊。你若不想繁琐交手，可直接选择与我交手，只要你在我手上撑过一定时间，便是合格。剑狱雷神大人，剑狱雷神好像有点耳熟，之前看749局给的日本神明资料，这家伙排得挺靠前。那如果打败了你，算合格吗？哈哈哈！多数时大会总会时不时出一些黑马，没想到我这才来主持第一次，便碰到了黑马。不过也不一定，具体是黑马还是刺猬，还得观望。好的，在这一刻，嬴政经一腿打出，轰在剑狱雷神的身上，一拳，无敌的剑狱雷神就被火成渣渣。整个高台找不到半点剑狱雷神的碎片，感受着被瞩目，嬴政经却并不在乎，心中咕哝。都忘记了，我压根不知道胡氏的术法，日式仙法。算了，我直接一腿，应该问题不大。毕竟自古妖兽本就肉身牛逼。叶之王，低调低调。堂堂天照神国的战神，众部雷神，被一位胡氏给轰杀了。德川家康大人，这是从哪里培养出的胡氏？这也太强了！难道是含有苏妲己一族血脉的狐族？神明高台上，剑狱雷神化身，在上面赫然落着新的剑狱雷神化身，
我算合格了吗？合格，非常合格，你通过了。你是我见过的，除了天照大人的随身图以外，最强大的狐仙。等大会结束，按照惯例，我会带你参加此次的神在月。不过在这之前，我问你几个问题：你是我高天原的本土狐仙，还是来自人间的狐仙？来自人间。哦，果然是人间的吗？不知是谁举荐你来的？德川家康大人。咦，这是我头一次如此不想被称呼为大人。我记住了，我在天照仙宫等你。夜之王阁下，走吧，我带你去天照仙宫。记得你可别太出风头啊，不然可得遭封场。我是来办事的，可不是来砸场的。你就是。听说了吗？这次神事大会出了一个很厉害的狐仙啊，说来听听。一位狐是把剑狱雷神大人给一拳灭了，我还特意跑去神事大会，想看看是哪个狐仙所为，结果人家已经走了。一拳足以杀死剑狱雷神大人的化身，这位狐仙来头不小吧？你还真没说错，确实来头不小。我咋听说的是那个狐是，乃是德川家康大人为了讨得天照大人开心，前往玉藻前的领地找玉藻前求来的狐仙，只为献给天照大人。岛国神明巴拉巴拉。黑城隍兴致不减，反而更加感兴趣，微摸着下巴，回忆起来时对岛国神话的了解，心中喃喃道：我记得玉藻前似乎就是苏妲己的化身吧？商周封神大战后，苏妲己本体死去，以化身逃亡倭国，化名玉藻前。不过这机会不就来了吗？真好参加此事打比，将天照大神给感染了。那就是剑狱雷神吗？如果你能躲过我这巴掌，我可以考虑让你合格。可惜你不能，赶紧的吧。下一位，我得先提醒你们一句，不是谁都能像德川家康举荐的狐仙一样强大。别以为他能打碎我，你们觉得自己也能。狐与狐亦有差距。剑狱雷神话音停住，只见一位狐仙站在神明高台，分明是要挑战剑狱雷神。你确定要来？我说过了，挑战我可不是好决定，一旦输了可是会直接失去资。剑狱雷神大人，我知道，但是我想试一试，我选择挑战你。我不知道你是自打还是自信，不过你既然都决定了，那就开始吧，我就让你看看差距。我的天照大神啊，又一个！剑狱雷神大人，我算合格了吗？合格了，你是我天照神国的神明狐族。是的。好，我天照神国真是人才辈出，这一届的神事大会是最璀璨的一届，没有之一。我心甚慰，你下去吧，等夜晚让老侍从带你去神在月聚会。是，剑狱雷神大人。天照仙宫，无数的神明汇聚。被选中的狐士们抵达天照仙宫，此时黑城隍瞧着过往神明，扫视间眸光团动，挑选着想要感染的目标。就像当日与重度感染生灵们所言，黑城隍将天照神国当成了巨大的培养温床，天照众神皆是养料。突然，黑城隍感受有目光投来，不由顺着视线看去，与嬴正经四目相对上。找到你了，黑城隍。嬴正经，有必要吗？你居然都追到高天原来了。有必要，都是老乡，咱们就要相亲相爱，一家人呀。作为全场瞩目焦点，嬴正经与黑城隍一举一动备受瞩目。够分，强者惺惺相惜呀！好像不是强者间的惺惺相惜，我咋感觉火药味这么浓？就在这时，神在月会场骚动，嬴正经似有所感，收回对黑城隍的目光，朝着的仙城看去。来了吗？岛国最上位的神明之一，统御地狱的皇权之主伊邪那美，同时也是生育出天照大神、须佐之男、月读大神三位旷世神明的古老神明。见过伊邪那美大人。听闻此次的神事大会出了2位了不得的狐仙，出来让妾身看看。伊邪那美大人。哦，这么主动较劲，怕不是有猫腻啊？此次的神事大会倒是和所听传闻一样，出了2个好神事，妾身很喜欢。那么依照惯例，开始争夺吧。你们是打算一起侍奉来取悦我，还是分开来？分开，一起。我与这位狐仙相见如故，有种忘年之交。我觉得一起为一位神明大人侍奉最好，除了一左一右凑对子，正好也能彼此互相竞争，形成良性循环。天鬼呢？相见如故，确定不是对彼此恨不得刀剑入骨？你提出分开的理由是什么？他身边那个长脚的，让我想起最近风靡全球的潮系守望者新上线的召唤流辅助增益法师羊头英雄，别西补，他太丑了。
是潮汐守望者这款游戏对吧？里面的画面真的是电影级别的，每位英雄都有各自的 CG 动画和独立的故事背景，英雄技能、装备和神器等可以多种策略组合，甚至还可以 PVP 对战。你说的没错，如此精美的魔幻塔防手游，感兴趣的赶紧来试试。对呀，所以我们可以3个一起。回忆耶娜美大人，固然在一起可以互相竞争，但终究是多了一位，需要我们所侍奉的神明大人都付出一份培养资源，这对神明大人未尝不是种负担。说得好，我赞同，但你听没听过2个字羁绊？你要相信劲敌羁绊。你在天照神国，所以不知道在人间可是有着不少劲敌羁绊下诞生的强者，比如宇智波、佐助与漩涡鸣人，比如樱木花道与流川枫。宇智波佐助是谁？漩涡鸣人又是谁？很厉害吧？是阴阳师吗？感受须佐之男等周围神明目光，德川家康心中有苦难言，硬着头皮上。是很厉害的鸣人。漩涡鸣人在与宇智波佐助两性竞争下，被冠以了火影之名，且受到九尾狐的青睐，将九尾狐的力量都借给了漩涡鸣人。九尾狐能被玉藻前青睐，这个时代的人间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呢。这个家伙来追杀我时，对这个时代的岛国也是做了了解吗？漩涡鸣人那是谁？我竟然没查到。7次9局，这是给了他更机密的档案资料吗？小样，跟我斗，你在2维，而我在3维。就在刚刚，飞城隍为了让岛国神明大开眼界，让伊邪那美看中自己，岛国神明伊邪那美，成为我等同伴吧。这是东方的地府神通阴北斗之术。曾经我去过一趟东方的阴间，偶然情况下，有幸得到一位阴间王的青睐，偷学到地府一点皮毛神通。如果诸位神明大人还想看，我还可以献丑再表演几个。难怪你能击败剑狱雷神的化身，原来你还有这一手经历。我等九幽地狱的地府体系也是效仿的东方阴间，没想到一个神明狐族居然也和咱们地狱的鬼神一样，从东方学到过阴间术法。一时间，飞城隍成了焦点对象，在岛国众神眼里成了香饽饽。突然，大气。巧了吗？这不巧了吗？我说怎么有种一见如故如同老乡，相见恨晚，原来是这样。我也去过东方的阴间啊。这个该死的家伙，谁是你老乡？这一地府神通好像是东方的阴间王鬼轮王的神通。大日阴天，当初地藏王见鬼轮王有慧根，与鬼轮王统御鬼统地狱1000年时，所赠予鬼轮王的地府神通。神通不神通我不知道，但是叶之王，你能不能先暂停一下？你这个光污染太严重了。这岂不是说这是地藏王的神通？劲敌羁绊呢？恐怕那个叫漩涡鸣人的人，就是在劲敌下促进成长的吧？德川家康在旁一听，差点口水吐出来。须佐之男投来的目光。须佐之男闻言一副果然之色。老乡，劲敌羁绊。他最不想遇见的局面还是发生了。就在他准备忍无可忍直接出手的时候，天宫一行出现，现身天照仙路上。天照啊，阅读，你们俩怎么来这么慢？和阅读一同去了一趟天照神国边界，所以耽搁了点时间。天庭似乎出了点问题，我和姐姐便是去边界查看了一番。怎么，天庭情况也岌岌可危了吗？东方的天庭现在也遭受感染侵蚀，上古神明祝融被感染，上古神明公公成为重度感染生灵，感染生灵的可怕程度已远超可控程度。我与姐姐本以为是神话迭代，但如今天庭沦陷，远超预期，这一定不是神话迭代，而是吞并，无法再置身事外。所以我与姐姐的想法只有2个，要么与感染生灵同流合污，加入他们，瓜分吞并一切，要么走上与天庭天堂的对抗之路。紧接着，在阅读大神霹雳吧阿巴阿巴下，将所了解的感染生灵分享出，众神惊吓。德川家康想到什么，朝着身旁的银正经看去。其实我有一话不只讲不当不讲，我与感染生灵打交道过，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呢。高田原貌似被感染生灵入侵。为什么这么感觉？因为银正经，我一定会回来的。感染生灵，令人不适的气息，诡异的黑色液体，是感染生灵没错。没想到他竟然就是你口中的重度感染生灵啊！从未见过如此感染生灵，感染的气息收敛，无法察觉到。用感染爆发，扰乱岛国众神视线，趁机本体逃离嘛！黑城隍想抓你这家伙，不费点脑子不行啊！
与此同时，天照神国高天原距离天照仙宫一定距离的地方。该死的家伙，果然跟你这该死的家伙作对，我必须永远要留了一手，得换一个计划了。呢喃间，黑橙黄双目变得漆黑浓稠，感染生灵的共鸣施展而出。申公豹，是我在高天原被发现了。那个嬴正经竟然从阳间追杀我到岛国高天原。你想要我等怎么帮你？计划终究走向最糟糕，随时做好在边界接应我的准备吧。我这就让我等同伴安排，你潜藏起来，不要被夜之王所找寻到。必要时候离开天照神国，没有天照神国，我等也有办法为你塑造本体，融合感染更强大。那家伙手段很多，你们多注意，别接应不成，反而也陷入其中。我会想办法与你们会合。你打算派我等哪位同伴前往接应黑城隍？水神共工。是公道，找我何事？我说过，我们近期先战抗禁忌，我非要紧事，不要轻易找我。就在刚才，我差点感染了弥勒佛，只有感染了他，西天正遭遇重创。共工，我知你等在西天的状况，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什么事情比令西天产卵更重要？就我等同伴黑城隍。我又活过来了，这里的灵气这么充足。嬴正经，你上天堂了。我不在阳间，这会在高天原。高天原，你居然去了岛国神明居住地。好家伙，你不会是得知我大夏近代史了吧？所以来高天原报复吧？你这话说的，我有那么大胆吗？你有就没有，你什么不敢？我是这种人吗？我又不是正哥。算了，这些不重要。我要一切你所知道的源头信息，当然你如果有可以与之相较的等价信息也行。你的要求还挺高，不过我不想再受折磨了。感染惩罚可是相当痛，我可不是受虐狂，每次都要爆浆一次。你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隐晦我，以便不遭到感染惩罚，怎么样？放心，我很聪明的。讲故事嘛，这个方法不错。在讲故事之前，我给你先讲个话，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问题困扰了不少知识分子。但是呢，对于我等研究学者，对于修道之士，其实这问题并不难。在我等修道之士、研究学者眼中，没有所谓的先有鸡还是有蛋，而是有了生蛋的鸡这一生灵。因为万物孕育都是有始有终，没有先后顺序，有的是这一生灵的出现。而天的诞生出生灵，是因为天地需要有生灵诞生，去创造世界，去孕育出生命，让天地焕发生机，去壮大天地。你说的没错，《道德经》有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修者若执着于先后之变，便如凡人试图用手指丈量星河，终究难窥真谛。说到这，嬴正经话音一顿，看向陈渊泉，眸光攒动，隐隐明白陈渊泉要表达的含义。源头的出现有原因，不能顺追究去，而是追究原因。陈渊泉没有去回答嬴正经，只是微笑面对着。那么开始故事吧。从前的从前，有一棵白色的树，树上住着一群鸟。这些鸟有一个领头的，领头鸟搞出了许多鸟出来，各种各样的。它们在大树的下方地面也创造繁荣的蚯蚓。白色树，伊甸园的树吗？鸟，天使是吧？你还真会讲故事。而大树下的地面和蚯蚓是指西方和西方人吧？我怎么感觉有被冒犯到，把人比作蚯蚓？我其实想比喻成蛆，因为鸟以蛆为食，正如西方信徒信仰天堂、供给信仰之力一样。蛆嘛，我觉得可以，毕竟人啊，一旦碰到神，哪怕是现实中的男女神，只要人跟他们的女神、男神搭上话，哪怕是微信里搭话，那都得半夜兴奋的跟蛆一样，在被窝疯狂蠕动扭曲，哈哈哈。哈哈哈！而除了这棵树外，还有一棵金灿灿的树，上面也住了一群鸟。天庭。呵呵，原本一切相安无事，可以就这么持续下去。但突然有一天，一件事情在两边的树上发生。白色大树上一根树枝上出现了一颗黑色的果实。你是想说天堂这片天地孕育了源头？话才问出，嬴正经立马看到陈渊泉轻摇头，继续说起故事。领头鸟都被果实恶臭影响，变得喜怒无常。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领头鸟发现这个黑色果实是大树生出的没错，但大树之所以结果，是因为吸收了大地滋养。你之前说的鸡和蛋是想要表达有始有终是吧？大树扎根大地，大地给了大树养分，滋养了大树，让大树能结出丰厚的果实。所以你是想说感染生灵的源头是出现在天堂没错，但其实原因来自于阳间。不愧是我认可的人，夜之王，你果然能理解我的故事。难怪你要用大树比喻天堂，用鸟比喻天使，用人比喻蚯蚓，这一切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天堂与人间的生态圈。我记得你口中的故事，另一个金色大树上也有果实吧？在白色大树结出黑色果实时，金色大树的黑色果实也在生长，但长得不大，与白色大树的黑色果实结果速度不一样。后来，白色大树的鸟儿们
去了金色大树那边，并且结合双方的情况，发现在白色大树的黑色果实生长时，金色大树的黑色果实则是缩小消退，反之相反，就像是摄取了对方的养分，就像是一个老鹰，最终一个窝只能活下来一个。天庭和天堂虽然是不同的地方，但说到底，统御的阳间是一个世界，属于同一个窝，所以感染生灵要降临阳间，是否多多少少与此有关？因为源头真正的根本原因来自于阳间。你想说这个是吗，陈渊泉？哈哈哈，叶之王，你果然是让我越看越巴适，这么快就举一反三了。看来这阳间说什么都不能让他们降临啊！自从发现黑色果实属于同一个窝，只有一个活下来，白色和金色大树上鸟儿们都清楚，这种一个窝出一个崽的争夺必定是猛禽，比如老鹰。之后金色大树鸟儿开始集结，主动前往白色大树查看。只可惜等黑色果实的成长速度太快了，白色大树的领头鸟被影响太多了，等金色大树的鸟儿们赶过去，为时晚矣。但尽管最后金色大树鸟儿们联合残存的白色大树的鸟儿对抗，甚至杀到了黑色果实所在树枝，但没有发现黑色果实踪迹。你不会是想说黑色果实跑了吧？还是说黑色果实也消退了？那它会在哪个大树上出现？好了，没人知道它哪里去了，但它所带来的影响没有就此消失，反而蔓延向了金色大树。之后的故事后续，我想你清楚吧？叶之王，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找领头鸟？带上我，我可以帮你找，你我双剑合璧，天下无敌。不过到时候研究领头鸟，或者说研究黑色果实，我得参与。找上帝的事情不着急，现在他一点消息没有，我要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啊！当然，如果真去找上帝，我会带上你。我相信以你的本事，多多少少能给我帮上忙，只要别给我使绊子就行。使绊子？不，怎么会呢？你给我带来的价值太大，我没有理由给你使绊子。相反，我会帮你一起寻找领头鸟，有你这话就行。到时候我坐等你的帮忙。随着俩人噼里啪啦阿巴阿巴，嬴政经后续没有墨迹，将免疫感染的过程说给陈渊泉。10几分钟后，嬴政经结束了陈渊泉的聊天。难搞啊！感染源头不知所踪，感染生灵要降临阳间，手不人够了，要不要把郑哥叫醒，然后让他自己守护阳间？不行，要是他发现阳间已经不是大秦了，那咋整？我还要给巴拉巴拉。叶之王找到黑城隍了。哦，我去，老乡，别跑啊！嘿嘿。我这份款待如何？黑皇只要抓住你，这些感染神明就是你的下场。嬴政经，我要告你，你有暴力、猥琐、威胁之罪。你懂不懂的？这里可是天照神国。再说了，你可不是人。对了，你果然是个危险又该死的家伙，你居然有了杀死感染生灵的手段。杀死？不，我这是救你们啊！将感染生灵从感染中解决出来，怎么样？黑城隍，你现在被感染了，你放心，我会既往不咎，好好治疗你，然后将你变成正常生灵，这样就能弄死你了。你真该死！黑城隍，我来接应你了。只见黑城请问正流淌黑色浪潮液体，散发的气息强大，令这片天地战栗。阅读大神、虚祖大神、各金大神飞速追赶而来。我呢？我不配是吧？叶之王，我等来助你啊！我需要你们吗？算了，不过他们既然想出手，那就交给他们吧，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地盘。没事吧？不碍事，我等快离去吧，避免节外生枝。叶之王出来阻拦了吗？这一点无妨，我这次有备而来，即使叶之王现身，那便连他一同带走。说话间，水神共工手一翻，掌心出现一巴掌大骨炉。尽管黑城隍第一次见骨炉，但凭着感染生灵的感应，一眼认出骨炉。感染生灵的骨头所致。申公豹，他和我等同伴商议，我等同伴各自取出自身一块炉，共同炼制出这一担燃炼丹炉。其炉以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法制，专门用于对付叶之王。如果叶之王赶来，便将他炼入感染炼丹炉。他不是免疫感染吗？那就将他炼到被感染，成为我等感染生命的丹药。公公，在边界，我等奈何不得你。但这里是在天照神国的领土，乃我天照国土，你们跑不掉。在神力加持下，天照大神强盛无比。这一次，他的太阳光辉炽盛，不再是照耀大半个高天原，而是囊括了整个高天原。
就算是踏入一方神明领土，有一方领土神力加持又如何？以水淹没没事。我为水神共工，有水之地，我不可战胜。咦，这么快？你们岛国神明时间这么短的吗？不应该呀，我记得好像挺长的呀。我感觉有被侮辱到，但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夜之王前辈，麻烦你救救我的神明。对上融合了火神祝融的水神共工啊，这个估计有点小难度，有点小问题，不过应该问题不大。该死的！联系申公豹他们过来接应，如此下去，我俩只会被拖垮在此。一旦我被抓捕，我很难再找机会跟你会合。无法过来接应，我将为爱赴弥勒佛担任，西劫已经疯狂，而从西间出逃的唐三藏已抵达不周山，与地会合。现在一旦我的同伴有所行动，全军和西间必定有所察觉。即使做出反扑，将应付不及。我独自仇视你开也是极限。难道就这么僵持下去吗？但话才说出，没等黑城隍述说想法，突然，黑城隍心头一震，只见水神共工看了过来，漆黑双目悠悠。坚持的结果是你必定被抓走，这不被允许，我也不容许事情发生。与其你被抓走，不如我融合了你，带着你的记忆和一些，成为我的一部分回去。该死的！和同类相残。嘿嘿，你想法果然和我一样。水神共工，这是打算融合同类啊？冒险融合，产生理论上的感染进化，重度感染生灵的融合。我原本也有过想法，只不过六耳猕猴他们不让我瞎鼓捣，只想要我搞出别的，不想我搞如此危险的想法。但现在他们这是被你逼得不得不如此做了呀，去干这种危险事情。怪我了。离席。这逼格，这速度，这剑气，不错，就是他了，是前辈。这不是面瘫脸吗？夫君怎么也把他拉出来了？黑雾胭脂，我们已经找到黑城隍的供奉神像，君上要我交给您保管。主人有联系过我，交给我吧，我会保管好的。不过没想到前辈你也出山了，你实力恢复了吗？高你应该问题不大。没想到黑雾前辈也会吃瘪的时候。你就是小骨吧？你很好看，小黑没看错人。谢谢。前辈你就别逗小骨了，还有顺便你也可以学学现代知识，都什么年代了，还穿这一身装备，不符合社会风气。这样吧，我上电脑帮你找现代化的衣服给你。黑雾前辈，你这个电脑挺新的，你以前那个旧的呢？卖了呀！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补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我那台苹果电脑叫转转上门回收，还卖了5200多。他家现在回收品类很多。那我这个手表也可以回收吗？可以的，像耳机和手表这种智能穿戴、平板、笔记本之类的数码产品，转转都能回收。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聂大侠看着黑雾，又看了看小骨、鬼后，最终又走向黑雾，心中有了主意，最后转身。好了，小黑你小心点，黑城隍诡计多端，你保管的时候可得悠着点，实在不行，我可以一剑把它切成2半。不必，鹰尊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保证完成，不会让任何人得到这个城隍爷雕像。就在聂大侠准备离开的时候，啪的一声，黑城隍的供奉神像毫无征兆的裂了，从脖梗裂开，在场众人被眼前情况搞蒙圈。不是我干的。咋回事？黑城隍的供奉神像这么脆弱吗？因为是古老的古董神像原因吗？完了，我们是不是没保管好黑城隍的供奉神像？夜之王大人会不会责备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黑城隍受到生命危险，甚至可能是黑城隍死了？哦，对，如果是城隍爷的主身神像，这般的损伤程度，城隍爷必定被判定为死亡，并且神魂俱灭。手和水神共工为了击败这个强行融合的实力爆发，在这一刻之间有了绝对的自信。夜之王嬴正经对上现在的我，就问你怕不怕？
哈哈，反派专有的台词是吧？我懂的，按照剧情发展，接下来就是你的打脸时间了。哈，来，我们开始第2回合。该死的家伙，从我的身体滚出去！黑城隍，成为强大的我，你不应该感到高兴吗？这是多少弱小者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恶而不为乎。我命由我不由天，休想控制我！在这里，我就是男二，谁也不得抢。刀犯奸党，生死关头，你在乎你是男二，你只是个弱小者，没有话语权。林正经，他们跑了，你不追吗？你怎么看水神共工感染融合黑城隍？这就是你放走他们的原因。不好说，我上一集都在思考分析此事，黑城隍死的可能性在9成。哦，还有1成可活，那我去抓他回来。按照我所了解的感染生灵信息，理论上重度感染生灵互相融合，危险性在于神智的碰撞。感染生灵没神智，很容易融合，不会影响到重度感染生灵神智。但是重度感染生灵互相融合就不一样。水神共工离开的身体异样表现，不排除是黑城隍在其体内挣扎反抗，也就是神智对抗。就像是一山不容二虎，现在水神共工的身体有着水神共工和黑城隍2只虎，现在就看谁能争夺出山中归属权了。理论上有4种可能性：一是水神共工神智融掉黑城隍；2是反过来黑城隍神智取代水神共工；3是双方融合出全新神智；4则是双方神智融失败，成为一个神智混乱的可怕怪物。你觉得会是哪种可能性？管他是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过比起猜测，不如实际问问来的实在。怎么问？孩子，科技在进步，不能只专注于研究，要及时享乐才对。预订单快到时间了，银尊在联系我，应该是问黑城隍的事，不是我干的。面瘫脸将黑城隍的供奉神像送到你那边了吗？送到了，然后他就跑了。这面瘫脸给他上镜的机会，怎么就不好好珍惜呢？银尊，供奉神像出了点问题。我知道，是不是供奉神像出现了裂痕，甚至崩裂了？黑雾男人愣了下，顿时有着果然之色。果然，银尊你也知道吗？这是银尊你干的吗？算是吧。具体跟我说说吧，黑城隍的供奉神像损坏程度。果然是君上干的，我就说怎么护送好好的，供奉神像裂开了，吓死我了都。看来夫君用了某种手段将黑城隍杀死了。他们这边说着，黑雾没闲着，将黑城隍的供奉神像损坏情况道出。好，我知道了，你将黑城隍的供奉神像交给陈教授女士吧，看看她能否研究出点东西。我这就交给陈教授女士。对了，鹰尊，你去往岛国没多久，鬼门关出现了感染生灵，短时间内连着出现2包感染生灵，我怀疑是地府可能遭遇了危险，所以我和鬼后胭脂大人去地府走了一趟，看看具体情况。情况如何？情况不是很好，地府遭遇了许多次感染生灵群的进攻。阎罗王推测，可能是酆都大帝与地藏王去了天庭，给重度感染生灵造成了麻烦。这个可能性是有的，毕竟6耳猕猴他们要我鼓捣的东西，同样是想转化更多同伴。我知道了，地府那边的状况需要我过去一趟吗？暂时不需要，我和鬼后胭脂大人去了一趟，帮忙抵御了一次感染生灵群的进攻。目前阎罗王大人有生死簿、孽镜台等地府神器，暂时抵御得住。另外，我已将此事跟749局讲述，那边打算召集人员前往阴间援助地府，共同对抗感染生灵。如此甚好，你们也把闷骚男也叫过去吧。另外，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会出手。我才刚出来，怎么就要干苦力了？这就是出镜的代价吗？不知道那舔狗嘎了没？有没有好好保护陛下？这感觉怎么回事啊？这感觉是水神公公，好像不太对劲。水神公公这是怎么了？出事了！共工，你这是干了什么？刘大看着全身涌动黑色浓稠液体的水神共工，仿佛有什么东西随时要从水神共工体内冲出，真是不要太可爱。和黑城隍感染融合了，感觉如何？爽不爽？刺不刺激？好不好玩？现在不是追究共工和黑城隍发生了什么，现在是想办法弄清楚共工的状况。去攻陷18层地狱，快！我要融合，融合！
这是在争夺神之归属权吗？不管是什么原因，先去攻陷地府18层地狱。既然是水神共工或者黑城隍想要，那我们便要有求必应。那我们得确保他们的要求。这么爽，搞得我也想试试了。要是你想要拥有双重人格，你也可以。算了，我不配，留给共工黑城隍吧。不够。共工去的方向好像是，那是西天的方向。伴随着相继发现水神共工去的方向，正是西天所在方位。申公豹不禁舔泪。犹大，你去18层地狱感染其他生灵，我分出一部分人马紧跟水神共工，他这是要去感染西天，亲自感染出同伴进行融合。现在的水神共工状况异常，或许才是我等打破现有平衡的时机。地府18层地狱接连的感染生灵频繁进攻，尽管抵御成功，并未被攻破18层地狱，但依旧损失惨重。这次伤亡不算大，我们逐渐召集散落在阴间的各个阴间王与阴间王残部，却是如今重整了旗鼓，有了再次跟感染生灵一较高下的人马，可照此消耗下去不是个办法，还是得尽快想出破局之策。感染生灵进攻频繁，明显背后有具备神智的重度感染生灵在指挥，就是不知道是谁。当初是别西卜与六耳猕猴，如果不弄清楚对方的实力与信息，贸然出手，或将造成上一次边界大战的局面。看来没必要去搜索了。阎罗王大人，感染生灵群又来了，而且数量太多了，目测最少5万。通知所有地府阴差阴兵，即刻抵御感染生灵。是，阎罗王大人。在搬！伴着阎罗王下令，所有阴兵、阴差、鬼怪将兵器放在身边。现在命令一经下达，直接抄起鬼兵。地府18层地狱入口所在地，广阔的阴土大地，经历一次次大战洗礼，俨然曾经的地府净土沦为惨烈的阴间战场，鬼气、感染气息、戾气弥漫。那是天启寺骑士，重度感染生灵们这是打算总攻，做了完全的准备。立万于于秦，我等该拼命了。今日不论如何，哪怕拼得神魂俱灭不入轮回，都必须抵御住感染生灵进攻。孟婆，范无咎，别忘记战前我等地府阴神的约定，不要让老婆子我成为累赘。就算是成为感染生灵，也要继续抵御感染生灵。自从嬴政经的 SM 锁链能控制自己，地府便流传出了一个规矩：如果被污染为感染生灵，为了继续守护阴间，为地府争取一片净土，地府阴神自愿被同伴奴役，成为受地府同伴驱使的感染生灵。他是好帅啊！看到赃物了，好恶心。天启4骑士将周围景象尽收眼底。不只是黑城隍，陈渊泉对我等也具备重要价值。没有他的法器，我等此次进攻会顺利得多。成王败寇，陈渊泉成为我等对付你们的手段，乃是我等抗争所获。你们的阴谋诡计，终究将被我等逐一瓦解，包括今日一战。是吗？你等不惜从天庭下界而来，进攻我地府，注定是天庭的战士一时拿不下，只能从我地府18层地狱吸取新鲜血液。只要阻止了你们，等候天庭战士的胜利，我等东方神明必将赢得这一感染战争的胜利。今日一战由我率领，我乃象征战争的神明生灵，你等何敢谈何可以战争胜利？人数、实力，这一切都是我等担忧。谁言地府无至于？鬼后言之，真武化身。今日继续，如我大侠该死。莫要以为你是特殊生灵，就敢言是杀神明。今日东方该失去你这尊守护生灵，不在阳间的东方，你没有胜算。在梵蒂冈你也说过，但结果你知晓，斩你西方恶神，无需在大夏。狂妄！上次需顾虑到抓捕的对象，这一次可不用。我为大夏孕育而生，大夏胜，我则强。即使你是神明，今日我以大夏弑神。
不同于玄体力量，却又有玄体的效用。或许该将真武化身列为仅次于夜之王的威胁。谁言我地府没支援？如今支援我地府的是千万的大夏国民，他们铸造盛世国运，他们不乏拥有玄根。如今冥冥中以真武化身承载国运相助。你有源源不断的感染生灵，我等有大夏慈悲。重度感染者进攻地府，大夏照此情形下去，别说是打沉18层地狱，就是进入18层地狱都困难。开门放瘟疫。啊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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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不要吸入瘴气。平等王变色，一个瞬不拉开与瘟疫触及，一个眨眼不到，瘟疫周身形成了成片雾霾般瘟疫瘴气，感染生灵触及发火，变得越发靠谱。只是正当要触及阳间生灵时，黑雾前辈。小谷，这里交给我，你站后一些，我出手包动可能有点大，会伤及到你。黑雾前辈，你便是主人说的拥有特殊感染手段的瘟疫吗？没人能验证的。黑雾男人跨越感染生灵大军，现身在瘟疫所在战场位置。这衣服，这装备，难道他就是大夏传说中无所不能的外卖小哥？不对，你主人是谁？我是你祖宗。没想到阳间除了夜之王、真武化身，还出了其他棘手的人。果然我等的早点降临阳间，将夜之王等一切的隐患灭杀。就凭你等也想消灭主人，连我都对付不得，谈何杀死银尊？痴心妄想！夜之王是你的主人，不错。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堆里。你说的对，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堆里。平等王无灵大敌，黑雾男人更是第一时间反应，黑色雾气将之拉出。漩涡金光点点，充满着不祥与诡异，从中走出一道身影。漩涡内，身影后方，一道身影被其拖拽。虽然不知道来者是谁，但平等王他们认出一道道相似身影的身份。上帝化身，还是10个上帝化身？所罗门王，你怎么来了？撒旦回去后，申公豹询问了大概，他根据情况不放心你们，命我前来协助。我来的还挺是时候啊。这就是所罗门王吗？看起来有点棘手了。胭脂大人，你和十殿阎罗一起联手对付所有上帝化身，需要多久？1个时辰，不确保能否活着。毕竟所罗门王带来的上帝化身们，终归是同于一方神话的主宰神明，哪怕是化身，不是我等轻易可以对付。好，我们拖住他们，等银尊到来。卑鄙，这等境界也搞偷袭！阳间支援来人，皆是对我等感染生灵克制的玄根，但玄根固然是克制，也必将遭遇威胁，他们都将成为感染生灵所要攻击的对象。我们前来支援地府，早做好了格的准备，只要我等能撑到黑雾前辈鬼后前压住一位上帝化身，便是我等逐渐的反攻。呵呵呵，来支援却葬送了自己，可惜可悲。我说星河，你怎么跟你老祖宗一样，那么喜欢奉献呢？诸位，本君来了。银尊，父亲。他不是在高天原吗？终究是放不下地府。夜之王该死的变数还是来了。
天堂的天启4骑士，没想到也沦为了感染生灵的走狗，也是成为走狗也正常。嬴正经的实力超出了二郎神那一列的神君范畴了吗？老严，他们就交给你了，记得用 SM 锁链锁住，不然他们还会复活。放心，这个我在行。咦，他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在里面？又见面了，犹大老兄。夜之王。开挂，这数字绝对开挂。当日在梵蒂冈，我只是化身，发挥不出全部，但现在可不一样了啊，犹大老兄。那就是夜之王的真正实力吗？嬴尊好像又变强了。我这要如何追赶上夫君的脚步？犹大老兄，你不是说下一次见面便是清算吗？你与真武化身联手对付我，有什么好叫嚣？联手对付确实胜之不武，但你心底里清楚，即使我独自对付你，你也不是我对手。犹大法相沉默，尽管不愿意承认，但就如嬴正经所言，犹大自知还是低估了嬴正经实力。如今的嬴正经比起梵蒂冈那次强大太多。为今之计，只有所罗门王速来助我。大了。这是所罗门的72柱魔神法典。72柱魔神听令，去帮助犹大抗敌。犹大，我知道你急，但是你先不要急，再给我点时间，我等马上获得新同伴。犹大交给你了，那边交由我。恩人祖宗他能对付吗？所罗门王是夺天地造化之人，西方曾经的古老英雄吗？夺天地造化之人，古往今来没有一位不强大。所罗门王的强大是毋庸置疑，但夫君可不只是夺天地造化之人。不止？恩人祖宗还有其他过人之处吗？他是我主人，他是我夫君。你敢信？所罗门王召唤72主魔神进攻地府，魔神还没出来，却被一个人越扛了进去。老外，你别跑啊！我们好好谈谈。你把我72柱魔神都打得生活不能自理，我觉得我们没有谈的必要。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夜之王。你敢信是夜之王是我？别这么激动，火气大容易伤肝。我说所罗门王，你朝我丢泥巴干嘛？这些可感染不了我，你忘记了吗？我免疫感染。那个，我知道你急，但是你先别急，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我还是喜欢你上一集桀骜不驯的样子。因为说正经的，同为夺天地造化之人，所罗门王你的实力有点让我失望，你没能让我尽兴。嬴正经和所罗门王交战的动静很大，整个18层地狱都在震动，但动静来得快，去得也快，没一会便是停止。让你们久等了。现在明白了吗？我的夫君，即便是夺天地造化之人，也不可匹敌。不愧是嬴尊，连夺天地造化之人都可夺其天地造化，72柱魔神也已被主人夺走。老严，地府损失多少？这次感染生灵大举进攻，18层地狱基本遭遇所罗门王感染，很多一部分都被所罗门王传送出去。这样呀，这可不妙。等我忙完这边，我们商讨前往天庭讨伐感染生灵吧。嬴正经，你要前往天庭讨伐感染生灵？是啊，如今地府危机解除，镇压了犹大，是时候主动出击，该转守为攻了。夫君，你准备何时出发？需要我将部将从阳间调动过来吗？稍安勿躁，前往天庭讨伐感染生灵，此事关系甚大，去之前得做好万全准备。毕竟感染生灵在壮大，这次18层地狱遭遇所罗门王感染，虽然说迟则生变，但也不能过于毛躁急躁，先整顿，做好准备。主人说的没错，从长计议，如此，这般。怎么只有你等？所罗门王没回来。申公豹看着面前一群新生的重度感染生灵，眉头皱起。随着时间流逝，他意识到了不对劲，
所罗门王没回来，在将我们送来时，还和鬼后胭脂以及一个不认识的阳间人，还有一个外卖小哥大战了300回合。或许不用等了，所罗门王应该是遇到麻烦了。犹大他们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天祭司骑士更有不少上帝化身，那等阵容，我想不出地府拿什么抵御，除非出现了变故。如今不周山没动静，应该玉帝他们不知情。至于西天水神共工，或者说是黑城隍，他在西天出手，西天正遭遇进攻，不可能腾出手。西天那边的状况应该马上就能拿下吧？马上了，我这次前来就是来告知你们喜讯。就在我离开前来告知时，观音菩萨已被水神共工感染，他已经和上帝化身们杀入了大雷音寺。如果不是所罗门王一事耽搁，我这会就要回去帮我等同伴拿下西天。说完这些，西天佛魔红莲佛不再停留，转身前往西天。撒旦，我记得你说过不久前一个西方神明找了你是吗？叫什么来着？北欧的邪神洛基。邪神洛基很强大吗？这一名字有点印象，挺熟悉，他与我臭味相投。如果要我说出哪些生灵被感染，必定成为我等同伴，我会毫不犹豫选洛基。他一旦被感染，必定成为我等同伴。另外，他不是叫邪神洛基，他叫洛基，北欧奥丁的结义兄弟，诡计之神，人世间称其为邪神，最古老的北欧神明之一。北欧神王奥丁的结义兄弟，实力不容小觑啊！他这是对感染生灵感兴趣。不错，他很感兴趣。我将感染生灵的事情与他讲述，邀请他加入我等行列，成为我等的同伴。他没有拒绝，说是要考虑考虑。我想他会答应的。他虽是北欧的神，我乃西方的神，但我对他太了解，他心怀的恶念比我只多不少。上一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飞进来了？想要成为我等的同伴吗？厮杀吧，互相吞噬吧，杀到最后一个还能站在场上的，我等将接纳他成为新同伴，并且我尽力给予他培养，让他成长起来。新生重度感染生灵蠢蠢欲动，他们都是18层地狱出来的恶鬼，但终究没有说谎。心怀恶念的他们最擅长的本就是杀戮，几乎是心照不宣。成王败寇，是荣登神位，还是堕入瓦石？看你们造化了，诸位没意见吧？东方的养蛊之法，不错的主意，我同意。这有什么不能同意？弱肉强食本就是世间最永恒不变的黑暗森林法则。申公豹等人看着众多新生小虾米各显气派，展现自己，使出浑身技能，只为出道出圈，让众多领导看。就这样，养蛊的绞肉场在此刻的感染先导上演。与此同时，西天大雷音寺，曾经这里佛光普照，此时这里佛光暗淡，流淌黑色浓稠液体，散发着漆黑的黑暗佛光。水神共工，你感觉如何？没事吧？叫我黑城隍。黑城隍的脑袋看向恶佛，漆黑双目勾魂摄魄。恶佛与之对视，下意识后退一步，生怕被黑城隍也一并感染。想抢夺众多感染生灵的神智为己用，终究是弱者的抱团取暖罢了。弱者抱团取暖，怕了便说出来。你不断感染融合众多感染生灵，不就是想夺取他们的神智，为你所用，以将我镇压？说的好像只有我如此做而已，你不也是如此想法？两者说话间没闲着，时而变成一条龙，时而变成水神共工模样，时而变成一尊佛，时而变成黑城隍模样。但无论怎么变化，黑城隍和水神共工的脑袋始终都在。我勒个豆！原来这就是他们要重度感染生灵的原因吗？重度感染生灵间，果然不能轻易感染融合，这已经成了争夺地盘。而其他重度感染生灵被他们融合，等于是他们招兵买马。阿弥陀佛，魔佛慈悲，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招兵买马中有异军突起。呵，没想到你这么快适应了我等。魔佛慈悲。
胡三老哥，让你久等了，答应救你的承诺，我今日履行承诺。复活后的胡三老太爷满是感慨，他被嬴政经所救，虽然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但至少有被嬴政经镇压的记忆。千年不见，嬴老弟，你已成长到我要望洋兴叹的地步。我成为感染生灵，实力今非昔比，却是伤不到你分毫。你现在恐怕超越阎罗王了吧？胡三老爷子，嬴政经现在不是超越我，是不输于地藏王大人。胡三老哥，别听阎罗王瞎说，我哪有什么不输于地藏王？我分明是稳赢地藏王，好吗？我现在超强的。叶之王，你这家伙是真对我胃口，不谦虚，实话实说。胡三老太爷感慨的神色添加了分惊异，已然不知道该去震撼嬴政经的实力成长，还是震撼嬴政经与重度感染生灵技能合作。你现在变得令人陌生了，嬴老弟。哪里陌生了？和1000年前没区别吧？也就强了一点点。你这个一点点，是我认识的一点点吗？其实还好啦，我只是天赋比你们高一点点，所以修炼速度快一点点。咦，他们聊的，我怎么有一点点听不懂？是本阎罗王跟不上时代了吗？你敢信阎罗王为了了解现代知识，竟然出了地府，前来阳间学习？阎罗王，我是你的粉丝啊！你可知您当年那张铁面无私、黑里黑气的包大人形象，正是我身为749局局长学习榜样。说完，局长拿出随身笔记本，一脸期待地看着阎罗王。嬴老弟，他这是签名哦。我懂。哦，舔狗！局长拿到签名照后，满意的露出了激动的脸，然后看向了另一个人。介绍一下，这位是阳间统御大夏众妖的东北武家胡家胡三老太爷。原本我还想喊真武化身前来，由他和胡三老哥一起代表阳间商议联合讨伐。不过小黑跟我说，真武化身说交由胡三老哥来就行。原来是东北武家的胡家胡三老太爷，久仰大名啊！真敷衍。胡三老太爷也不墨迹，作为亲身经历天庭遭袭者，将所知的天庭状况告知。之前玉皇大帝命二郎真君为我开路，通过南天门前往阳间报信。虽然二郎真君护我，抵挡大部分感染生灵进攻，但奈何感染生灵有所察觉，我再进入南天门时，不幸被感染，这才有了我被嬴政经所抓。而我在离开天庭时，当时天庭众仙家在玉皇大帝带领下，于不周山抵御，至于西天，听说也遭遇攻击，而后续阳间没降临感染生灵，想来多半是二郎真君和其他天庭仙家镇守。或许也有酆都大帝、地藏王大人也在其中，他们不久前也去往天庭支援，想来比起西天，天庭应该更加易守难攻。叶之王阁下，你怎么看这次讨伐？是否先前往天庭，还是先前往西天？或许没必要考虑前往西天。闷骚男，你终于发话了，果然换了皮肤就是不一样，都开始走高冷路线了。葛先生身为鬼谷弟子，是不是有什么见解？闷骚男，你是说水神共工和黑城隍那是吗？葛聂用同一个懒得跟你说的眼神看向嬴政经，随后噼里啪啦解释了2个半小时。决定了，如果西天危机，便去救西天，否则便准备去天庭。对了，局长，你与其他神话的神明熟悉吗？我与其他神话的神明交流甚少，不过也就一通电话的事。叶之王阁下，你是想要扩大盟友吗？倒不是扩大盟友，而是我感觉黑城隍这家伙不知道是幕后文看多了，还是永劫无间玩多了，总喜欢做老阴笔。上一次黑城隍成为感染生灵，那会我还未免疫感染，当时他便喊了一条妖龙做帮手，企图联手对付我。联手不了其他神话，那便感染他们成为同伴吧，可能性很。希腊12主神火神克菲斯托斯，我认识他。闷骚男，可以呀，你这些年你没有白忙活。我经常跟他比剑。那是你贱还是他贱？他贱，是他贱。克菲斯托斯最喜欢铸造神兵利器，我跟他聊得来，还是因为他和我都对神兵利器喜欢，有时候还帮他测试铸造的神器强度来着。叶之王先生，我跟赫菲斯托斯联系上了，现在便可去奥林匹斯神界。哦，这么快吗？要相信科学。这是手机利用信号，如此，这般。哦，这就是科学。原来是这样，如此，这般，这就是科学的力量吗？我学到了。别打哈欠，今天可是有贵客要到来。你这个懒散样子，万一让贵客看扁我们奥林匹斯，届时12主神大人们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被这么一顿呵斥，打哈欠的奥林匹斯守卫正襟危坐，
挺直腰的。这才对吗？把神矛握正了。话说来的贵客是谁啊？我听说是赫菲斯托斯大人的客人。听说有2名贵客，他们来自人间。海绵，你没开玩笑吧？人间，我奥林匹斯都多少年没迎接过来自人间的贵客了？难不成宙斯大人去人间恋爱了，又诞生了堪比赫拉克勒斯大人的半神？头转回去，站直了。这里就是奥林匹斯神界嘛，漂亮是漂亮，就是有点冷静，难怪希腊12主神天天想下人间。没见过世面。是我断更太久了吗？我竟然被这厮给教育了。奥林匹斯神界，我来了。来者何人？这里禁止跑酷。还有，将停车费交一下。不是，这是共享单车，也要交停车费。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以前就有个来自东方的人不交停车费，车子还在那里放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君上，站前一点。为啥？哥聂，你这个鸟人！哦，我又不小心射到谁了？这次是射到主神大人了吗？见过赫拉克勒斯大人。两奥林匹斯守卫连忙行礼，赫拉克勒斯却是没理睬，径直向他们身旁的滚翼嬴政惊看去。终究还是小人物，没半点存在感。不行，我不能堕落，我要。我说是谁能挡住我锻炼投射的长矛？原来是葛大侠。赫拉克勒斯，好久不见啊！是啊，好久不见，有120多年没见面了吧？不过葛大侠风采更盛啊！赫拉克勒斯，你误会了，刚才的光之长矛可不是我拦住的，是他。好啊，君上都不叫了，这次自从换皮肤后就开始倒反天罡了。看长相不像印度的，更像是东方天庭那边的，难不成是玉皇大帝私生子？和我一样私生子，同我一样的办什么？赫拉克勒斯阁下你好，我叫嬴政敬，来自阳间大夏，没神明血脉，也没妖魔血脉，纯度100%的凡人。不是半神，原来是夺天地造化之人。我说呢，难怪足以拦住我的攻击。你很强大，夜之王阁下，我叫赫拉克勒斯，宙斯那老家伙的私生子。赫拉克勒斯，这都多少年了，你怎么还对父亲这么大怨念？而且就算有，不是跟你说了吗？在外人面前别老说。赫菲斯托斯，你居然走出降神殿了！嬴政惊看着赫菲斯托斯，想起来史葛聂对他说，赫菲斯托斯因为生得丑陋，所以比较自卑长相，不喜欢出门，几乎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宅在家里。你就是葛大侠说的那位朋友吧？夜之王阁下，百闻不如一见，你长得很帅啊！赫菲斯托斯阁下夸张了，我才是百闻不如一见。你好强壮，恐怕奥林匹斯神话中与你力量比肩的，除了赫拉克勒斯，应该没多少神明了。啊！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厉害，只是一个打铁的。不说这些了，夜之王阁下，我们回去聊。这位夜之王阁下很会夸人啦，赫菲斯托斯哥哥都被夸脸红了。话说他这个长相，你有提前跟赫菲斯托斯说吗？可别让阿佛洛狄忒看见啊，不然赫菲斯托斯又要头上长绿草了是吧？长绿草啥意思？没见过世面，这是人间对于妻子对丈夫不忠，称呼为头上长青青草原。啊！我记得东方那边是一夫多妻吧？而且你确定夜之王阁下能扛得住阿佛洛狄忒的美貌吗？她的美丽，我想即便是东方人也扛不住。你放心好了，现在的东方阳间早已不是一夫多妻，现在是一夫一妻。而且他有心仪的对象，他是绝对不可能被诱惑的。哦，在外面，君上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大夏，只要是个男的，都讨厌自诩女神的小仙女了，他也不例外。啊，现在东方阳间讨厌仙女，这是反感神明吗？这不是葛大侠吗？好久不见呀！你今天怎么跟赫拉克勒斯一起来？该不会是来看我的吧？阿佛洛狄忒。那就是赫菲斯托斯的妻子，希腊12主神之一，爱情与美丽的女神阿佛洛狄特。难怪说阿佛洛狄忒是奥林匹斯最美丽的女神之一，现在算是长见识了。阿佛洛狄特，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我不是让你去拿冥府之石吗？我是要去拿，不过我去的时候才想起来，忘记带见面礼了。阿佛洛狄特笑盈盈走过来，试着玉足踩在内殿玉砖上，留下一个个爱神脚印。美丽的女神双眸顺着视线落在了葛聂身旁的嬴政惊身上。糟了！
今天是有客人来拜访吗？赫菲斯托斯怎么不跟我说？可不能怠慢客人了呀！女神级的玉女啊，这个好，这个好啊！同为大罗金仙，他怎么这么能装？我说阿佛洛狄特，你别没大没小的，这是我的客人。你都说了，来了客人，我作为你的妻子，自然应该招待你的客人呀。有这等好事？这位殿下，您在说什么？您是天庭神明吗？生得如此英武不凡，俊朗，难道您是那位传说中的二郎真君？我在说，赫菲斯托斯阁下的夫人不愧是爱神，长得当真绝美。按照我人间的说法，您是女神中的女神。不过您误会了，我并不是二郎真君。您来自人间，东方的人间，稀客啊，真是稀客啊！夜之王阁下他们是突然到访的。原来这位殿下叫夜之王吗？难道是当今东方人间的皇帝陛下？陛下，最后陛下2个字，音拉长，酥酥麻麻。或许当初碰纣王仗妲己，无外乎妲己也是如此，无怪乎纣王会沦陷。阿佛洛狄忒夫人，你误会了，我不是人间的皇帝，顶多算是个皇亲国戚。别叫我夫人，显得我长得很老。难道夜之王殿下觉得我很老吗？阿佛洛狄忒脸庞靠了上来，与嬴正经的脸，两者只有1个拳头的距离，一双绝美的蓝色眼瞳直勾勾往嬴正经身上瞥，来回看，充满含情脉脉。夜之王殿下，你说我这样的容貌，在东方人间女性里算什么水平？应该足以跟夜之王殿下一个水平，可以跟夜之王殿下门当户，对吧？来了，暗示不行，直接来明示了。阿佛洛狄忒姐姐，你这样的容貌在东方人间那是明星网红，你发个短视频，轻松千万级数的粉丝。短视频那是什么？嬴正经点开短视频，介绍起短视频，从短视频介绍到直播，然后录了一个舞蹈视频。区区一个小铁块，却能连通整个东西方的凡人，还能将自身模样记录在其中，顶级神器啊！确实是顶级神器，非常的有意思。这东西不知道需要如何制作，需要何等神明材料？制作很简单，不需要神明材料。这个有点贵的，要几千块钱，这是人间的货币单位。你们可以理解为只需要指甲大小的金子就可以购买到。啊，只需要金子？这等神器的神器，造价竟如此的廉价吗？才指甲大小的金子价格，你确定是金子，不是神明9彩仙金或者黄金羊毛？啦，粉丝数目动了，这是不是说明我有10个信徒了？又涨了，好快，15个信徒了。不对，这叫粉丝是吧？这个时代的人间太有意思，信徒的积累不需要出门，就这么用个小铁盒就能收集呀。又涨了，夜之王阁下，这些信徒好热情。我想问问，我能不能再发点那个什么视频？对，视频可以呀，不过的快点，因为我现在需要和赫菲斯托斯阁下商讨天堂一事。一旦感染生灵染指人间，凡人将被感染，沦为感染生灵，届时人间的秩序大乱，到时候估计短视频将不复存在了。呀，短视频不能没，这是人间的瑰宝，谁敢染指都该嘎。夜之王阁下，你说的没错，必须尽快想办法阻止感染生灵降临人间，不应该是讨伐感染生灵才对。我觉得也没必要跟赫菲斯托斯商量了，直接一同去12主神殿，将事情和宙斯、赫拉们讲述。阿佛洛狄忒姐姐，你的意思是你同意联手讨伐吗？当然，不光我家赫菲斯托斯也同意，是吧？赫菲斯托斯亲爱的。是的。而此刻，距离洪荒宇宙国几十亿光年外，青青宇宙国正被鬼宿大军入侵。小灰灰，青青宇宙国是否存亡就靠你了。美丽的女神，可以帮我交一下停车费吗？叶凡将，我就是你的女神。真怀恋啊！真是的，什么停车费那么贵的？阿佛洛狄忒，你有听我在说话吗？你手中拿个铁块在干什么呢？这个叫手机，不是叫铁块好吗？手机那是什么？算了，这不重要。你突然召开12主神会议，这会却在玩东西。如果不给个说法，你应该知道严重性。哇哦，又增加了1万个信徒了，好开心！
阿波洛狄忒感受得到，在场的12主神皆在这一刻瞩目向他。坐在神王王座的神王宙斯，其目光如雷电，直视向阿波洛狄忒。威严的神王之音在12主神殿荡开。阿佛洛狄特给个说法吧，你很清楚12主神会议的含金量有多大。东方人就是这里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欠你们1万年停车费的那辆黑车。1万年了，我整整看了1万年的车。啊，那也得看不是吗？我看到它，心累。这颜色，这逼格，这不是夜黑的车吗？怎么会在这里？不应该在泰山吗？夜之王阁下，自从他来这里停车之后，就再也没有过来取车了。你能不能联系上他，让他过来提车？停车费交一下，还有保养费。为了防止他老化，我每天都给他用上天然的山泉水保养剂，花光了我的积蓄。兄弟，你路走宽了。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想交停车费了吗？你误会了，我想说的是看好车，等他满级回来，你会有一场天大的机缘。天大的机缘？那我是不是也有机会成为12主神的守门员？哎，大胆一点想，别这么肤浅。那我可大胆想了，我想成为12主神，这才对嘛！好好看车，相信哥。这个饼又大又圆，真好吃。发生了什么？竟召开了12主神会议？这已经多久没召开了？这是12主神齐聚了吗？看来因为感染生灵的事情，12主神都在奥林匹斯神界待着，随时做好准备。这不是挺好的？直接一口气说服他们，以免还需要挨个索取意见，趁早联合在一起。就怕不好联合在一起，因为他们的高傲嘛。是啊，他们的神明骨子里透着高傲与高贵。就算是赫菲斯托斯也一样，他是长得丑而自卑长相，但自身也有着高傲。葛大侠说的没错，我奥林匹斯神明都是高傲的，我是面貌自卑，但我也有属于我的高傲之地。在各自的权柄领域，我们不会轻易认可人自诩为最强的。其实你别看阿弗洛狄特对你很热情，他是喜欢拈花惹草，但并非饥不择食，有着自己的选择。赫菲斯托斯阁下，你出来找我们，这是奥林匹斯12主神们商讨出结果了吗？没有，父神他们有考虑合作，但是夜之王阁下的东方人间，他们还是看不上人间呐。你不用道歉，这事情我能理解，不就是需要我展现出合作的资格是吗？倒是很符合奥林匹斯刻板印象。这就是独属夜之王和12主神的气场吗？有朝一日，我海绵小兵也会身为海绵主神。让我们一起擦。终究还是个打工人。果然还是都是柱子，这就是独属奥林匹斯神界的简约美吗？贵客到来，奥林匹斯神界，我等奥林匹斯诸神欢迎贵客的到来。你好，你好。我听将神赫菲斯托斯讲述，2位贵客远道而来，乃是寻求合作，共抗兴起的一方神明级神话，暂且称之为感染神话。他说，夜之王有资格与我奥林匹斯神界合作，即便是来自于人间，请勿怪我等诸神对人间的偏见，但在本王的印象中，人界即使人才辈出，但终究撼动不得，不至于达到可与我诸神相提并论。不知道夜之王可有何说服我等的说辞或行动，让我等奥林匹斯诸神放下对人间的偏见，选择与你东方人间合作。我觉得神王宙斯阁下说的很对，要不打一架？我说，东方的凡人，你要挑战奥林匹斯12主神。没错，神王宙斯阁下，你对于弱小与强大的定义是什么？足以令奥林匹斯众神重视，放在任何神话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二郎真君斗战胜佛，当属最是符合定义的东方神明。大约300多年前，我曾去过一次天庭，与二郎真君比过1-2，他很强大，值得被我奥林匹斯诸神尊重。战神阿瑞斯阁下，你和二郎神比斗过？不错。那便战吧，战神阿瑞斯阁下。阿瑞斯乃我奥林匹斯战神，并非谁说挑战便可挑战，至少需要这资格。神王宙斯
阁下，现在我可以找战神阿瑞斯阁下赐教1、2了吗？可以。1000年了，还是改不了这个人装的毛病。接得住父神的闪电神枪，至少这一点上，你已超出大部分人间的人范畴。来吧，来领教1、2，看是否真如你所言，你足够比肩二郎真君。那么精彩的剧情要记录下来才对。咦，你换手机了？你之前那台呢？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好划算，像我这台苹果14才2300，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那我这个平板也可以卖吗？可以的，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平板也只要2400多，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那我等下就去看看。咦，那是什么？是阿瑞斯，我是不是眼花了？阿瑞斯怎么战争铠甲穿上了？他这是要打谁？话说，海绵小兵，你要不要这么卷？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你说的很有道理，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咦，既然要解开对人间的偏见，我用的术法只会是人间的术法啊。从异秦国古战场习得沙尘白起的术法，如今我以沙尘白起术法结合五雷正法，孕育五雷杀神术。啊！今日便让诸君瞧一瞧，纵然人间法，谁言人间人不可与神明比肩？世代的偏见该改了。好。哈哈！人间的术法，登峰造极，媲美神明之法。凭他这一手，值得我尊敬。东方那一片人间，果然卧虎藏龙。曾经出了一位半神的二郎真君，半魔的哪吒，如今又诞生了不下于他们的凡人神。真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果然强大。父神是我等唐突喇夜之王的实力已是二郎真君斗战胜佛一列，我觉得他有资格与我等奥林匹斯神界合作。夜之王，我以奥林匹斯神王之名，向我等对你的偏见致以歉意。你值得我等奥林匹斯诸神尊敬。神王宙斯阁下言重了，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定律，就算在人间也有相同的偏见。你我只是做了各自都觉得对的事情，无对错。都闻东方的人间出口成章，如同西方人间的吟游诗人，诗情画意。今日从夜之王的口才见识到。差点忘记这次来的目的，我等该商量商量合作，讨伐感染生灵一事。感染生灵啊，他们确实是非常邪恶的特别生灵，每一个都是心怀恶念。如果刚才赫菲斯托斯带来的信息是真的，确实不能放任他们继续成长，否则他们一旦彻底吞并天庭，西天天堂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大神话——感染神话。无论如何，感染生灵已经成长起来。从天堂毁灭、天庭沦陷开始，他们已成长到不容小觑的地步。一旦讨伐他们，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神话战争。就算是我奥林匹斯神界也得重视，稍有差池，都将是万劫不复。我记得你说过，除了你以外，暂时没有任何生灵，包括神明，都无法抵抗得了免疫。可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有。我手中就有一位特别的重度感染生灵，如果诸位想试一试被感染，我可以让重度感染生灵感染，试一试能不能抵抗得住。啊！你们好啊，希腊神明们。你敢信奥林匹克12主神想要体验黑化强势斗是什么感觉？不对劲，这气息怎么如此令人不适？他们这是发生什么了？难道是感染生灵？感染生灵进攻我奥林匹斯神界了？不用担心，只是一次简单的会议召开，诸神无需担忧，事情在掌控中。神王宙斯的声音从12主神殿荡开，响彻奥林匹斯神山。奥林匹斯神明们瞬间压麻呆住了。你确定这是简单的主神会议吗？神殿内，12主神每个人都无比庄重，看着被感染的战神阿瑞斯，立马躲着远远的。这就是重度感染生灵吗？
诱惑，果然奥林匹斯神明也不能免疫感染，不过看起来实力好像提高了不少。小说成不欺我，黑化强10倍，洗白弱3分。诸位有谁想要尝试看看？无需担心，我之前说过，与感染生灵的交手多次，我有办法将感染生灵救回来。12主神们，你看你，我看我。一直没有选择上场尝试感染生灵，感染自身，事关生命。无论是神明还是其他生灵，没有一个不惜命，不可能轻易做出冒险。谁也不想做那个脑子有河的神明。哎，都是胆小鬼，一个试验品都不给我。这感染到底是什么力量？太诡异了。被感染的生灵其实就是感染同化，而且自己无法驱除感染，因为感染生灵就是自己，自己怎么可能驱除自身的东西？那无异于是自残。你的意思是，只要碰触到感染，我们自身便已然转变成了感染生灵，是吧？被打上了感染生灵的标签，无论肉身和灵魂。是的，厉害哈！话说神王宙斯，你也要不要试一下被感染？你放心，夜之王会帮你恢复原状的。谢谢，我想我应该不必了。咦，说出这话时，神王宙斯的语气严肃无比，显然内心并不像表面平静。而陈渊玄还想再试试其他的12主神们，激动的花露水乱喷。我说你能不能注意点卫生，口水都飞我脸上了，多恶心啊！你这样要是开餐饮，我分分钟上315晚会举报你。抱歉，激动了。那是感染生灵的黑色液体吧？看来夜之王确实能免疫黑色液体。别在意我的口水了，夜之王你该干活了。战神阿瑞斯已经沦为感染生灵了，他还挺牛逼，坚持了1天1夜，不愧是奥林匹斯12主神。虽然听起来他是在夸我们，但是感觉怪怪的，有点不对劲。你有那个闲工夫嬉笑，不如想想我之前和你提到过的如何让生灵可以短暂免疫感染生灵。你如今有没有思路？先说好，我已经有了思路。哦，你也已经有思路了吗？也这么说，你也有了吗？当然，我是谁？我可是陈渊泉，放在研究超脱世俗圈的学者里，我就是这个圈子的夺天地造化之人。话说，我知道你们想要炫耀，但是能不能先治疗一下阿瑞斯？他快要坚持不住了。这个好说好说，我这就来。眼看着嬴政竟开始救助，神王宙斯没有闲着，主动看向陈渊玄。怎么，有事吗？你与夜之王阁下的谈话我听了一耳，你有办法在短暂免疫感染生灵是吗？是有个想法，不过我不会跟你说。需要什么代价？不是需要什么代价，而是我看不上你。就像你之前跟夜之王所说，我也有着自己的偏见。如果连学识跟与我无法对等，没资格与我平等交流。你这算是在帮夜之王说话吗？当然，夜之王是我认可的人，虽然你们对他的偏见后续解开了，但嬴政经好说话，可不代表我好说话。因为我认可的人被偏见，就是对我的偏见。击中自我的人格了。随着嬴政景治疗好战神阿瑞斯，神王宙斯也同意了与嬴政景合作，共同对抗感染生灵。奥林匹斯诸神集结，即日起擦亮吾等手中的神兵利器，修缮整理神甲神龛，为保神明坐骑，备战。一个发生上世18层地狱被重度感染者破坏，上哇，西楚霸王又复活了。这里是哪里？我说老虾，这秦始皇皇陵磁场邪乎的很，罗盘都转成陀螺了，我们要不要回去？你懂个屁！上周刚挖了个汉墓，那金缕玉衣，嘿嘿嘿，咱们这趟出来能不能发财，就看这一波了。这一波要是能挖到，够咱哥几个吃一辈子的宝贝，就此金盆洗手，逍遥自在去了。老虾，你说的对，拼一波，单车变摩托。没错，身为虾仁集团的人，我们身上肩负着重大的使命。闻言，小虾立马拿起手机，按现代规矩，直播间先看。嘿嘿，铁子们，咱就是说，能不能刷一波礼物挺挺兄弟我啊？今个咱们探险的地方可跟以前截然不同啊！这里可是秦始皇陵啊，怎么样，给力不？哦，感谢徐福后人送的穿云箭，既然大家这么给力，
那兄弟我就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来给铁子们长长见识。嘿嘿，小虾，我说的没错吧？我们路走对了。没错，这一波下来，至少能少当几年的牛马。就在两人看着直播间的穿云箭沾沾自喜的时候，直播间满屏的弹幕只有一句话：兄弟，看后面。家人们别闹，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要相信科学。然而，弹幕还是一直显示着这一句话：兄弟，看后面。一股阴风吹过，两人不禁颤抖了起来，随即转身看到一个身穿古代旗服、手拿一把破阵霸王枪的人物时，不自觉地感觉自己又可恶。尔等也配动使皇陵？有货 ，cosplay 上瘾是吧？知道我们虎爷道上。爷爷饶命，我们给您带路，这墓道口就在。忽要亲手撕开嬴政的棺椁，何须鼠辈领路？此人身上的气息也有鬼族的味道。什么？备战，怎么回事？沉寂悠久岁月，是谁敢来犯我奥林匹斯神界？还是谁惹怒了我奥林匹斯神界？神王宙斯与被命名为感染神话的新生神话开战，与天照神国、东方人间联手讨伐新生神话感染神话。哈哈哈！终于不用憋着了，可是要憋死我，我就知道会引发诸神大战，又可以打战了。夜之王殿下，你们不多待会吗？阿弗洛狄特手指捏着个葡萄，递到嬴政经嘴边，七女神美眸尽是眷恋不舍，含情脉脉，不知道的还以为两者是生离死别。阿佛洛忒姐姐，你是舍不得我的手机吧？你放心好了，我已跟赫菲斯托斯说了，让749局那边买12台手机送过来。哦，这么快吗？是的，毕竟是给奥林匹斯12主神准备的嘛，肯定是以最快速度。赫菲斯托斯阁下，这2天留在你这里，给你添麻烦了。夜之王阁下，你们这么快要回去了吗？我真心有点舍不得，看着你们，我感觉很刺激。怎么回事？是我想多了，还是我想多了？是啊，毕竟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而且赫菲斯托斯阁下也掌握了锻造 SM 锁链，接下来你也需要大量的量产，为接下来的诸神大战备战。可惜了，夜之王葛大侠，保重。总局，这是您吩咐的手机，已经准备完毕。好，等会交付过去奥林匹斯神界。另外，诸位还有其他事情汇报没有？地府那边大战后，鬼门关门口，我们已经派出了大量人手看着，目前没什么异常。但是有些从其他地方逃出来的地府鬼魂太过强大，我希望总局能派出超越人间红尘仙级别的大佬出手。没问题，上次大战，很多人间红尘仙都突破到了凡仙，更有突破到了的仙级别的，我即安排下去。遵命。如今备战阶段，对西天和天庭的调查如何了？可有消息？此言一出，气氛瞬间压抑了起来。灵德总局也感到了不对劲。目前派出调查西天大雷音寺所传来的消息，一路沿途并无活口，找不出一位活着的西天神佛。看到了，前面就是大雷音寺。大夏第6代战机就是厉害，竟然都能开到西天的大雷音寺。哈哈，没见过世面，玄学的尽头就是科学。时间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能改变一切，包括我等神明的认知。海绵小兵，这是不是如来佛祖？是呀，如来佛被感染了吗？快将消息传回去，西天覆灭，大日如来佛被感染。突然，上一秒还闭着眼睛的大日如来佛法像，下一秒缓缓睁开了双目，本该充满慈悲的佛目，如今通体漆黑，流淌着黑色浓稠液体，充满死寂与不祥。诸位施主远道而来，为了匆匆就此离去，你们与我佛有缘，都留下来吧。夜之王，你干嘛呢？怎么突然停下了？等会有消息来了！陈渊泉和雅典娜注意到嬴政经握着手机，脸色浮现出动容之色。嬴政经，你换手机了？是啊，我发现转转的2手手机好划算，像我这小米14就只花了2200，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真挺便宜的，靠谱吗？转转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检验，比一般的2手更靠谱。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平板也只要2400多，买靠谱的2手，我推荐转转。那行，我等会就去看看。话说，怎么了？什么消息让你如此吃惊？难不成你老婆要生了？陈渊泉打去了句，然而嬴政经对此只是转过头，看向陈渊泉，冷不丁道出一句：“你觉得如来佛祖是善是恶？”你这不是废话吗？
这还用说吗？如来佛祖必然是善，心怀善念之辈，普天大善之神。陈渊泉话音戛然而止，瞳孔在这刻地震。嬴政惊，他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嬴政惊不可能无缘无故问个不着边的问题，必然牵扯到什么重大事情。顿时，心中隐隐有了答案。喂，叶之王，你该不会是想说？是的，就是你想的那样。哈哈！749局探查队伍有消息传回，情况有些不妙，如来佛祖成了重度感染生灵。消息可信度多少？应该是可靠的，是749局那边传回的消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来佛祖的法相以及成为重度感染生灵的特征。叶之王阁下，你们不是说重度感染生灵是心怀恶念之辈，只有心怀恶念且极致恶念，才有概率成为重度感染生灵。西天的如来佛祖怎么会成为重度感染生灵？有没有可能，如来佛祖是被感染融合了，现在只是另一个重度感染生灵驱使他言语，看起来具备神智。现在不排除最坏的情况，便是重度感生灵那边应该是干了什么事情，可将生灵转为重度感染生灵。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不是他们研究出来的呢？哦，你是说水神共工和黑城隍？有可能重度感染生灵和重度感染生灵的感染融合，却是可能发生未知的化学反应，促成所谓的感染进化。诱惑可以呀，解说念，你真不愧是鬼谷传人。叶之王阁下，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说。是西天的事情是吗？是，刚才我的式神铃铛破碎了，前往西天调查的12股式神恐怕凶多吉少，应该是遭遇了危险。我也收到了西天的消息，他们确实遭遇了危险。如来佛祖成了重度感染生灵，有可能重度感染生灵有了将生灵转为重度感染生灵的手段。叶之王大人，你说什么？解说聂闻言扫过众神，将所了解情况悉数霹雳吧阿巴阿巴道出来。原本我觉得联络其他神话联手事情比较麻烦的，需要一顿说辞，但如今感染生灵可被转化重度感染生灵，对我们是坏事也是好事，我们足以以此为由令其他神话联手，其他神话会知晓事情严重性，说辞将会变得比预想容易。真不愧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说话都这么有道理。我也觉得叶之王我们真是心灵相通的。闭嘴！所以我接下来准备即刻前往北欧9界。你想劝说神王奥丁吗？是，北欧9界相邻奥林匹斯神界，也是最强大的神话之一，若能联手他们，对我等将是又一大助力。让阅读一并去吧，他曾去过北欧，多少了解。也行，还有第2件事情得由叶之王阁下来完成。短暂免疫感染吗？是的，如果我等能短暂免疫感染，便无需在接下来与感染神话的交战中被感染，导致双方人数一增一减。叶之王阁下，你有短暂免疫感染的办法？没有，只是与陈渊泉有了一个想法，需要实验。事不宜迟，叶之王阁下，这边交给我和雅典娜殿下负责吧，你快和陈渊泉实验实验，我们可都全指望你了。叶之王，你接下来好好实验，有什么需要你直接说，任何需要的东西或者地方，哪怕是生灵，我都会想方设法给你弄来。等待叶之王研究出短暂免疫感染后，便与感染神话开战。明白明白，就是说我现在是成为全村的希望了。我是项羽，是楚国的西楚霸王。江东父老说我是项氏一族的希望，是项氏一族的荣光。可事实绝非如此，我并非英雄，只是一个背负着因果沉下，在轮回中挣扎了2000多年的罪徒。在我死后不甘成为一个孤魂野鬼的那段时间，我游历大夏2000多年，我见证了朝代更迭，我见证了历史走向，我见证了大夏被异族入侵，我见证了大夏之崛起。然而此刻的我却无能无力，我深刻反思，或者那个男人是对的，天下必将一统。只是我内心始终有一股倔强，我想跟那个男人一战词穷。嬴政还不滚出来受死！项羽一声呐喊，然而却是鸦雀无声，一时间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一度以为嬴政是真的嘎了，内心突然有些孤独，没有对手的感觉，但突然却有些疯狂起来。黑色液体就凭你也敢侵蚀本王的意志，给我压制！项羽不可放肆。你是男的女的？色鸡这么大吗？不应该吧？这时代成为女性，她应该很开心才对。我是赵高。赵高，我还以为你是东方不败。当年鸿门宴上没有宰了你这阉人，
现在也不迟。陛下，高不能再守护您了，这瘟神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还不回来看家。殷正经，你这厮还不回来，都要被偷家了。蛮子，再活一世不可逆，何必再来寻死？要不要这么能装？云深不知处，某处实验室，嬴正经正在发呆。嬴正经，你发什么呆嘛？在做实验呢，能不能认真一点？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忘记了什么似的。会不会是你七大姑八大姨来了，然后你不在家，他们发现你不在，然后疯狂拆家，所以你现在就在想你忘记你七大姑八大姨有没有来？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有趣，很中二？墨菲定律你懂不懂的？不管这种可能性多小，它总会发生。你也有一种感觉，好像忘记什么似的。说的也有道理，要不你出去看一下，反正你待在这里也是个透明人。你也为时小计，这不就可以出去了吗？这时代这么好玩，干嘛要跟在这两个木头身边？是我的错觉吗？我感觉他在笑。话说，新的小白鼠何时送过来？就这几个，根本不够做实验啊！不着急，马上了。比起实验对象，是不是该先考虑制作免疫法器的材料？给我纸和笔，我将材料写下来。这点制作材料，我当然早就想好了。你要知道，我可是早前就被六耳猕猴抓去研究感染生灵 ，SM 锁链就是那时鼓捣出来。对于什么神材仙料能抵御感染生灵侵蚀，我太了解了。水神共工和黑城隍孵化的蛋还没有动静吗？还没有。自从沦陷西天一战，水神共工或者说黑城隍，他们感染融合了从18层地狱带来的新生同伴后，便凝成了这个蛋。不管是蛋的模样，还是西天一事，至少我等不用担心。从西天一事，如来佛祖的情况，确实情况是对我等好的情况发展。就是不知道要多久才孵化出，我等可没时间多等。先不说共工的事情，此次天庭的反攻如何了？你看着伤得不轻。唐三藏逃出大雷音寺，去到不周山和玉帝会合，西天沦陷应该也不会被察觉，也不至于天庭最近进行疯狂反扑，但也无伤大雅。天庭今天的反攻势激烈，我差点就被镇压，好在有大捕捉的上帝化身们影响了战局，再加上天庭虽强，但终究残余我的子嗣与巨人族神灵大军搭配上帝化身大军，天庭的反扑翻不起风啊！倒是我进行无用功的担忧了，有你洛基相助，天庭确实翻不起风了。你敢信？本剧砸了几次的黑城隍，不仅融合了水神共工，吸收了百万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他又要使师级加强了。要破壳了吗？都后退，别靠近水神共工的蛋。这气息连我等都不是，不会失控了吧？洛基眉头皱紧，作为在场唯一的非感染生灵，他要对沙蛋申公豹来的感受更深。他对我看壳裂缝处，企图想从中一窥蛋壳内究竟。这是什么东西？他还是水神共工吗？还是黑城隍？你现在是共工吗？还是？是。申公豹眼皮抽动，神色古怪。虽然水神共工承认自己是水神共工，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现在的水神共工言行举止、穿着一点不像曾经的水神共工，反倒是更像是黑城隍。我有了新的名字，叫黑神皇。虽然争夺成功，但还是被黑城隍潜移默化影响了吗？你终于苏醒了吗？申公豹回头看去，只见感染仙殿门外，感染的如来佛祖不知何时出现，其通体漆黑佛光，说不上来的邪恶又慈悲。我察觉到了你的苏醒，赶了过来。你终于彻底感染进化，如今感染进化出关，我擅作主张，五代驻守在西天大雷音寺，前来恭贺，还望别介意。
没什么好介意。本来让你驻守在西天，只是为了以防万一。现在黑神皇出关，你确实也没必要留在西天。被黑神皇转化的重度感染生灵，与黑神皇有着冥冥中联系吗？是进化后更特别的感染共鸣？我对诸位与天庭的对峙不是很了解，但据犹大共享于我的信息，我怎么不记得有其他生灵作为同伴？你问出了我的心声，为何我等同伴里会有其他生灵？洛基明显感受到了如来佛祖眼神的不善，但很快，和事佬申公豹上前开口，将洛基与感染生灵联手的事情噼里啪啦叭叭说出。原来如此，这么说，这位来自北欧的朋友，你想成为重度感染生灵是吗？黑神皇神色笑眯眯，洛基自诩诡计多端，却不知为何，此时在他面前，他被彻底看透，甚至有种发毛。你一个上古神明，怎么用的是近代的问候方式？你是在害怕我吗？你既然是申公豹，撒旦认可的同伴，我不会对你出手。当然，你要是想被感染转化，我可以帮你。我现在不用，我需要回去找奥丁。如果我以重度感染生灵的身份回去，奥丁不可能同意，只觉得我被同化。那你可以先转化我的神明族人。当然可以。来搬，来搬！阿索斯虾，你感觉如何？洛基大人，我感觉很好，前所未有的好，实力变得强大。感觉如何？除了疼痛外，没觉得哪里有伤害，这就是重度感染生灵的力量吗？洛基大人，这太强大了！阿索斯虾无法掩盖的激动，一副恨不得要去跟天庭再度开战，准备于大战中大显神威。接下来洛基要进行转化吗？我即刻为你进行转化。不用了，我还是那句话，先找奥丁协商，待到他同意联手。谨慎又诡诈，这性格我喜欢。他若成为同伴，会是强大的同伴助力。看来想要转化成重度感染生灵，终究是需要心怀极致恶念，所以转化的其实不是生灵变成重度感染生灵，而是转化恶念啊！看出了转化的真相，洛基并未皱眉或者生气，相反有着满意之色。转化为恶念，只有这样才是志同道合啊！如果是直接转化的是重度感染生灵，一旦对方心怀善良，或将最后变成斩向我方的屠刀。听巨人界的消息，已调遣了巨人神族前往了东方的天庭。去了他，杀了个痛快。奥丁，你当年征战了9界，至死一统9界，成为北欧的众神之王。尽管你常说老了，征战不动的，但我知你骨子的好战。这次若联手重度感染生灵，我北欧神界的版图将扩大，你的北欧神王之名将再一次响彻诸天神话。嬴政，你终于出现了！啊，朕认识你吗？你敢信？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竟然跟嬴政认错了？何错之有？一统6国是大势所趋。啊！这句话从项羽口中说出来，嬴政是99%不相信。朕苏醒，这是道事变了，正经果敢。项羽这个人生性残暴，只配不像他那样。不行，朕得试探试探。朕残暴凶狠，灭绝人性，滥杀无辜，连自己的亲族都不放过。 2000多年来，我看到有多少帝王的手上没有腥风血雨，有几个君王不残害自己的同胞姐妹，他不嘎他，他必嘎他。这样的故事以前有，现在有，以后也绝不会绝迹。啊！朕暴政不断，侵略他人国土，惹得天下人唉声哉悼。 2000多年来，我在地府接受9年级义务教育后，发现嬴政灭6国只打了10年，而6国之间的战争却打了整整200年，200年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是你把6国变成一个国家，让天下人共享繁荣昌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朕一度想要长生不死，让大秦万世长存。好啊，这该死的徐福真是废物！郑哥就想要一个长生不老丹而已，这都办不到，真是废物！不是，他真的是项羽，郑哥都喊上了。嬴政，你不知道，这2000年来没有你，这天下也没太平，还是战争不断，死亡不断，哀嚎不断，痛苦不断。如果你万世长存，这天下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敢想吗？朕想过，
朕想过何止千万次，天下分裂，列强横生，后世子孙将永无止息的陷入战乱和灾难之中。如果朕没有沉睡，朕想要征服世界，征服一切。或许他是个很好的打工仔。嬴政看着蠢蠢欲动的项羽，想起了嬴政经说过的话，深深的把刚要喷出的这句话藏在了心里。朕想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安生日子，让天下一统。我愿意追随朕。愿为始皇，打下天下太平。真不愧是朕，风采依旧。你当真可以还天下太平？咦，狐狸精，哈哈哈！正好饿着肚子，刚好可以做下酒菜。朕也好久没吃过肉了。贵族，他追来了。而另一边，摸鱼达人解说聂贤的无聊，也不知道跑到哪里摸鱼去了，一路上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还是想不出来，聂到底忘记了什么？算了，这世界如此精彩，干嘛要想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呢？辛苦了2000多年了，得要好好放松一下才行。就在这时，不远处，一个和善的老人看着葛聂的穿戴，还有那扭扭曲曲的骑车方式，心中已有了注意。你别跑啊！撞人了，撞人了！快来人啊！这就是君上说的碰。你别跑，你撞到我了，不给个180万，你别想跑！说完，这只老虾上下打量着葛聂，眼睛越来越发光。哇，发大财了！他身上那把武器，难道是先秦时期的古董？至少价值100万以上了吧？大家评评理啊！是他，就是他，就是他撞了我，现在还想跑？你们看看我，你看我腿都受伤了。这少年太可怜了，碰上了这么一只老赖虾。对呀，安全距离都没有把控好，难怪会被碰死。你说大声点，我没听到。安全距离，安全距离。群众你一言我一语，然而我们的聂大侠很淡定，淡定地看着这只老虾。你想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可是法治社会。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吗？什么错误？我是大罗金仙境界啊！我碰死修仙者了，这狗屎大运都能碰。